她以寒门之身入赘，嫁给了大唐第一美人，本以为能成为一代极品赘婿，可大婚之夜，妻子的冷漠疏离，岳母的不屑和辱骂，就连丫鬟都对她冷嘲热讽，更是被媳妇直接当场扫地出门，打至偏房。可恶！穿越而来，苦熬15余载，没有系统就算了，如今连软饭也吃不成，命运竟然对我如此不公，我虾仁是不甘心。丁，恭喜宿主成功激活武神聊天群系统。作为系统的启动者，你将拥有管理整个聊天群的最高权限。作为群主，宿主可以随机选择华夏历史上出现的所有人物入群，请宿主立刻选择群成员。当前宿主等级可选择4位群成员入群。当群成员进入武神聊天群后，宿主可以通过红包的方式跟群员进行互动。邀请孙膑、项羽、霍去病、罗成加入群聊。时空规则建立，所有进入武神聊天群的历史人物都将隐藏其真实身份，在群内，所有人将无法描述自我身份、自我所处时代。吾乃西楚霸王项羽也，此乃何处？是何人喧闹？你是何人？吾乃大汉将军霍去病是也。2号，世间竟然有这般古怪的名字。兵者诡道也，二位何不冷静冷静？是啊，两位先不要争吵，让我们先搞清楚这究竟是什么情况，为何我们会出现在这种古怪的地方？此处乃是武神聊天群，我是群主虾仁，从今以后，群内所有事务都将由我管理。武神聊天群是什么？群主又是什么？武神聊天群乃是白玉京在人间的投影，你们都是天选之子，你们被选定，灵魂可以随时进入这白玉京内，互相进行交流，提升自我，而我就是白玉京在人间的代言人，简称群主。你们今后在武神聊天群内的所有活动都由我来负责。哈哈，想不到无数人魂牵梦绕、苦苦寻找的白玉京，竟然真的存在。群主，那你是仙人吗？我曾经是仙人，但是白玉京命我在这人世间建立这武神聊天群，我只能舍弃仙体，入轮回转世重生。现在的我跟你们一样，都是凡人。前辈这等大无畏的精神，我等敬佩。前辈在上，请受霍去病一拜。今后但有吩咐，罗成绝不推辞。前辈威武。敬佩什么的就算了吧，想我苦修万年，却为了你们这些凡人，最终丢了仙籍，到头来不通兵法，不懂武艺，比之你们这些凡人都不如。群任务10日之内，群主晋升到2级武将，并且掌握基础兵法。前辈为了我等舍弃了仙体，我等理应帮助群主完成这个任务。复议。恭喜群主得到韬略一卷，激活此兵法，宿主可以获得5点智力加成，可以掌握基础兵法。激活！恭喜群主激活韬略，获得2点智力加成，掌握基础兵法。恭喜群主得到霸王之力，激活该能力后，宿主将会永久的得到20点力量加成，并且掌握霸王之气。霸王之气可以瞬间增幅自身力量50%，持续时间2分钟，冷却时间24小时。激活！激活霸王之力，恭喜群主力量增加20点，成功掌握霸王之气。恭喜群主获得骠骑光环，激活后，群主麾下骑兵耐力提升30%，速度提升30%，并且掌握高级马术。骠骑光环、主动光环，持续时间20个小时，冷却时间10个小时。激活！恭喜群主获得罗家枪法，激活后掌握罗家枪法，永久加持15点自身速度。激活！恭喜群主激活罗家枪法，罗家枪法无师自通，达到高级，速度永久加持15点。群员帮助群主完成群任务，所有群员都将得到奖励。孙膑智力+3，项羽力量+6，霍去病麾下骑兵耐力+2，速度+2，罗成速度+5。群主果真乃是仙人也，我等敬服。你们既已完婚，今后定然要夫妻和睦，延绵子嗣。虾仁，你今后可有什么打算？回岳丈，我想去军中历练一番。我唐人崇拜军人，更以从军为荣。可当兵却是要吃许多苦的，其中的苦比之在乡野中耕作更甚。你虽然身子健硕，怕也吃不了那等的苦。不要以为成了荣国公府的女婿就可以走后门，军队是陛下的军队，更是大唐的军队。就算你是荣国公府的女婿，到了军队里面，那些大老粗也不会给你行方便，凭你个人的能力，充其量也就能做个火头兵。既为赘婿，便要有做赘婿的觉悟，不要想东想西，更不要得陇望蜀。岳丈，我虽然自小就在乡野生活，但我却也一直在习武。我不敢说能迁军中取鲁手，但这上马杀敌，下马掠阵还是没问题的。你这话可当真？若是岳丈不信的话，大可考教我一番。走去院子里。李虎，你来跟姑爷比试，注意出手的时候，莫要伤到姑爷。公爷放心，小的轻重。咱们家这位新姑爷今天怕是要出丑了。李虎可是跟着公爷从死人堆里摸爬滚打出来的，便是在咱们府中都是1等1的高手。姑爷不过就是乡野中耕田的农夫，哪里是李虎的对手？我看啊，最多一招，姑爷就会被打趴下。我看也是。公爷，请出招吧。
我没有跟人交过手，还是你先出招吧。无知，不知死活的小子，今日便让我好好教训你一顿。侥幸让你躲开了，我看你还能躲几次。嘿，力气似乎还是有些不太够。速度不错，力气也还行。如果再能有些基础的搏杀技巧，便也足以入伍为校尉。接我这一招，大风起兮龙飞翔。好快的速度！好，很好。你父亲若是能知道你在武学上有所成就，便是在九泉之下，他也能含笑九泉了。没想到这位大唐军神力气会这般的大，自己的身体已经得到了霸王之力的加持，比之常人强了许多，可却吃不住。这里竟随意的一个巴掌，自己这位便宜岳丈真实的武力得多强呢？岳父，我是否可以从军？以你的武功，便是做偏将也是足够的。若是当年，我也能直接推举你做副将。只是如今四方已定，你想要从军，也只能从低级军官干起。当然了，凡事也有个例外。正好月前，陛下曾颁下旨意，要在京城演武场内举行一场大比武，凡是各家子弟都可以参加。你若是能够在这场比试中摘得前3的名次，得一个校尉的官职，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还请岳父为我报名。放心，就算是你不想参加，我也会逼着你参加的。吃过早饭，虾仁这个上门女婿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府里头又没有相熟的人，加上他刚来长安城，便想着去外面走走看看。古代的赘婿地位比狗还低，出门逛个街居然身无分文。你们要做什么？不会这么狗血吧？英雄救美这么老套的剧情，自己这个穿越者还是遇到了。住手！哪里跑出来的一小子，竟然坏大爷的好事？怎么着？想要当英雄，来个英雄救美吗？小子，给我死！姑娘，你赶紧走吧，免得再被人纠缠。多谢公子救命之恩。年轻人，你是哪家的弟子？晚辈虾仁出身乡野，并非是世家子弟。我看你身手了得，为何不去从军建功立业呢？我自是要从军的，不过要等到半个月以后。抱歉，我还有事情，烦请先生让个路，让我过去。关银璧，你觉得这个少年如何？不卑不亢，温文尔雅，而且武功还很好，是个好孩子。你去查查看，这个虾仁到底什么来历？是陛下。丁，你有一个红包，请注意查烧。打开红包，恭喜群主得到5000两黄金。嘿嘿，今日成功拿下咸阳城，我项羽终于为那无数惨死于暴秦屠刀下的楚人报仇雪恨了。所有黄金都将暂时存放在群主私人空间内，群主可以随时收取。姑爷，国公让你去正厅一趟。好，我马上过来。伯父放心，您这女婿就交给我吧，我程处亮派着胸膛保证，绝对不会让他在长安城内吃亏。是啊，伯父，您便放心将您家新姑爷交给我们吧。我房爷爱的为人，您是知道的。此番出去，我保证不让他做错事。岳父、岳母，虾仁，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你程咬金叔叔家的二小子程楚亮，这是你房玄龄叔伯家的二公子房遗爱。虾仁见过2位师兄。虾仁兄弟，你我3家都是世交，今后啊，咱们可要经常往来。我们2人知道你刚到京城，所以特来带你去长安城各处走走，也好让你对长安城有所了解。虾仁，你初来长安城，人生地不熟，今日便让他们2人带你去长安城内走走吧。是，岳父。虾仁老弟，这长安城是不是比你们村子里热闹呢？长安城的确繁华。虾仁老弟，今天哥哥们便带你领略一下咱们长安城的风情。大唐民风开放，传说女子也不如宋明清保守，尤其是这青楼女子，更是衣着暴露，那细长的美腿，还有那毫无赘肉的小腹都露在外面，罗衣轻妙，那娇柔曼妙的身子，还有那白皙的肌肤，更是若隐若现。还没有开始吧？孟花魁正在楼上更衣呢，应该很快就出来。今天除了咱们几个，还有谁来了？该来的都来了，不该来的也来了。长孙焕、后琛、高履行都在那边呢。丁，有新的群后备成员出现，请群主立刻进行筛选。宿主可以选择2位历史人物入群。这群不是武神聊天群吗？出现的群员不应该都是文臣武将吗？为什么诗仙李太白会出现在人物选择中呢？群提示：李太白乃是隐藏历史人物，建议宿主将其拉入群内。邀请李太白、冉闵进入聊天群。孟大家的第1首残诗出来了，请看。欢迎欢迎，终于又有新兄弟入群了。欢迎新的兄弟，欢迎欢迎，又有新人入群了吗？这下群里就更热闹了。
欢迎进入武神聊天群，我是聊天群群主。武神聊天群，这是什么？天上白玉京12楼5层，仙人扶我顶，结发寿长生，物逐世间乐，脱穷理乱情，96圣君浮云挂空明。这首诗我昨夜刚写下，你是如何知道的？呵呵，新来的兄弟，你这诗写的不错，不过这脑子似乎有些不灵光啊！你这诗在写白玉京，而现在你身在白玉京内，仙人就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白玉京，仙人，白玉京真的存在，世间真的有仙人。白玉京自然是存在的，若不是白玉京存在，你又如何能进入这神奇的武神聊天群呢？诸位前辈，群主真的是仙人吗？武神聊天群乃是白玉京在我们这人世间的一个投影，而群主是白玉京派来人间管理武神聊天群的。他过去是仙人，如今转世了。我们处于不同世界之内，你们既然被白玉京选中，来到武神聊天群，今后咱群里便是兄弟，互相之间要和睦，要相互帮助，可以辩论，但却不能吵骂。李太白，你这首诗写得很不错，我很喜欢，你才华卓著，在诗文之上更是无人能比。我在白玉京的时候便关注你了，我觉得你有机会以诗成仙，成为那诗仙。仙人，我真的可以以诗成仙？你是否能够以诗成仙，还要看白玉京那些老东西的意见。不过我看好你哦。还有，以后在群里面称呼我群主就是了。我已经转世，在我没有回归白玉京之前，我跟你们一样都是凡人，甚至还不如你们这些各世界的精英呢。虾仁兄弟，你在想什么呢？没什么。虾仁兄弟也读过书吧？此番孟大家办这诗会，他曾有言在先，谁若是能够补上他的5首残诗，便可以入他花阁。这样的机会，你难道不想试试吗？孟大家的才华，放眼长安城内，少有人能比。他出的这些残诗，可不是随便一个人都能对上的。哎呦，这不是魏国公府的赘婿吗？曲平央，你有些过了啊！虾仁虽然出身乡野，可如今终究是魏国公的女婿，你这般羞辱他，是要给谁看呢？他又不是你的亲友，你又为何为他鸣不平呢？怎么着，同病相怜，惺惺相惜啊？曲平央，我知道你爱慕李婉，可那又怎样？李婉如今已经嫁人，你也就别再做白日梦了。姓虾的，别以为你走了狗屎运，娶了李婉，就真的攀上了高枝，成了人上人，你还不配。你觉得你自己是人上人，殊不知若没有你父亲，你又算得上什么呢？你觉得自己吃了几年的墨水，便对乡野中的农夫几近挖苦鄙视，却不知若没有乡野中的农夫耕耘，你吃什么？吃屎吗？李家的赘婿，还是莫要在这里逞口舌之力。便是你说的再天花乱坠，也改变不了你是乡村野夫的事实。给我取纸笔来。虾仁，你莫要逞能。那孟大家的才华，在这长安城内都是出了名的，便是魏叔父都曾夸赞过他的。他出的这些残诗，就算是找遍了整个长安城，也没谁敢说能全对上。我不过只是想试试看，哪怕对不上也无妨，反正我是乡野出身，这脸皮也足够的厚。一个乡野出身的赘婿也敢站出来对孟大家的残诗，却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李太白，赶紧出来帮个忙。仙人，您找我是有什么事情吗？你诗文冠绝古今，我这里有几首残诗，你帮我对上。容我半刻时间。你倒是动笔呀！你以为装傻充愣这事就能完了？没那个本事，还装大尾巴狼，乡野村夫果然不堪。都闪开，我要开始装杯了。经历鱼儿统钓梅，见夷陵女画饶青，冰消写上江南景，寄与胡月孟家清。好字，好诗，拿走。好诗，好字，真的妙啊！只这一首字，非是20年苦练而不可得。不是吧？难道他要一次对上2首残诗？秦娥婉凭栏杆立，柔枝坠落扦罗巾。殷勤无波绿池水，为君作镜开妆蕊。对得好，对得妙啊！为何我就没有想到呢？卷帘花雨滴，扫石竹阴移，以绝声如梦，堪接受不知。空门寂寂但无声，积雨微微洗客尘。卧向白云情未尽，任他黄鸟醉芳春。春风有何情？旦暮来临园，不问桃李主，吹落红无言。拿走。公子补的这几首诗我很喜欢，按照我之前定的规矩，公子可上楼来。清本佳人为何流连于这红尘之中呢？没想到这世间竟然会有男子会拒绝我。这个虾仁，这个来自于乡野的村夫，这个李家的赘婿，竟然拒绝了孟大家的邀请。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呼童烹鸡啄白酒，儿女嬉笑千人衣。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游说万程苦不早，驻边跨马射远道。会稽于父亲买臣，于一词加西入秦。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好一个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此等人物做了赘婿，可惜了。确实没有想到，这从乡野中来的赘婿，才华会这般不凡。只说这最后一首诗，那种意境，便说是传世之作，也不为过。楼上那位孟大家站在那里，心中不断的念着虾仁临走前的这首诗。那双美目看着那离去的背影，绝美的面庞上流转着是意外，更是好奇，还有一丝的不服输。虾仁独自走在街道上，看着身边走过的那些行人，突然觉得有些孤独。对于这个世界来说，他终究是外来者，哪怕是这繁华的长安城，于他来说不过是他乡。我既然来了，便要做出一番成就来。他日青史留名，定不辜负我来这世间走一遭。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好啊，年轻人就应该有野心嘛。那日我看他便知道，这小子绝非池中之物。如今再看他做的这首诗，果然如此。陛下是打算栽培他？他虽然不错，但还没到让朕亲自去栽培的那个程度。不过他的确是个可造之才，能文能武，的确是个可造之才，只可惜却是个赘婿。他有这等才华，为何要去给人家做赘婿呢？难道我大唐真的到了要靠连带关系才能够出人头地吗？几日之后便是长安大比的日子了，朕想要让他也参加这场大比，观音壁，你觉得如何呢？他既然有才华，自然不应该被埋没，只是臣妾以为他更适合出仕为官。大丈夫就应该纵马沙场，开疆拓土，出使从政，太无趣。朕决定了，此番大比不仅要比试武艺，还要比试弓马骑射，还有排兵布阵。一个合格的将领怎么能不懂得排兵布阵呢？如果他通过不了所有的考核，说明他还需要磨练。那朕就把他召进牵牛卫中，当个亲兵，让那几个家伙好好磨练他。公爷太子来访，不过太子说今日是来府中拜访姑爷的，就不来北院叨扰公爷和夫人了。太子突然前来，我这里也没有什么准备，这茶水还希望太子不要嫌弃。无妨，我此番来也不是吃酒作乐的，只是昨日在湖月楼中听了你做的事，心中有所想，今日便登门拜访。虾仁，你才华不凡，却为何要入李府做赘婿呢？以你的才华，只要愿意出仕，必然也是能够有所成就的。我若说我仰慕我家夫人许久了，不知太子爷是否相信呢？大丈夫何患无妻？为了一个女人而放弃读书人的风骨，不耻也。殿下此番来不会只是来说我入赘之事的吧？差点把正事给忘了。没错，我此番来是有事情要求你。我那大妹长乐最是喜欢收集名人字帖，她看了你前几日在湖月楼写的那些诗文，还有你做的那首诗，便央求到我这里，让我来求一幅字帖。殿下冒昧的问一句，长乐公主今年芳龄？18。殿下稍等，容我斟酌一番。锦瑟无端50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这首诗是我很小的时候听乡里一位老先生诵读过，我觉得这诗很美，就把它牢记了下来。如今便送给长乐公主吧。虾仁，你不会是私慕我大妹吧？殿下何出此言？你若非是私慕我大妹，又如何会写出这等满是情意的诗来？殿下，我都说了，这诗是我从一位老先生那里听来的，并非是我写的。随你怎么说吧，这诗很好，想来我那大妹看到了会很喜欢的。好了，我也该回去了。你是说虾仁也要参加2日后的长安大比？没错，大明宫的花名册上的确写有虾仁的名字。会不会是弄错了？虾仁又不懂武艺，如何能参加长安大比呢？不会有错的，奴婢也去查过了，的确是魏国公府的那位姑爷，不是重名。婉儿，是你去给虾仁报名的吗？父亲，这是怎么了？为何好端端的这般询问？您都说过了，会亲自去大明宫给他报名，我自然不会再私自行事了。这就奇怪了，不是你，那又是什么人把他的名字报上去的呢？父亲是说，有人早于您将虾仁的名字报到了大明宫那边，会不会是太子呢？不可能，太子不是愚昧之人，他哪怕有心拉拢虾仁，也不至于做出这等不明智的事情来。况且虾仁从未在外人面前展示过自己的武功，太子那里肯定也是不知道他会武功这件事情的。算了，我还是去宫内走一趟，打探一下消息吧。你是说魏国公下午来宫内四处打听是谁把他家女婿的名字写到这花名册里面的？是的，陛下，魏国公进了宫来，四处打探，还找到了臣这里询问。他肯定想不到把他家女婿名字写到这花名册上的人会是朕，也不知道魏国公府的那位赘婿如何得罪了陛下，陛下竟然这般整治他。他一个文人参加长安大比，铁定了是要出丑啊！大唐以武定天下，但凡世家子弟，从小都要习武，便是出身于书香门第的世家弟子，也都懂些武艺。更不说如程初亮等出身将门的弟子，那更是武艺不凡。虾老弟，你还真的来了啊！我自然是要来的，我从小的志向可是要跟霍去病一般风狼居胥的。
这里可不是乡村，参加这次大比的更不是乡野中的那些农夫，这里的每一个人，便是进了军队，那都是1等1的好手。你自己多注意，若是打不过，便立刻从台上跳下去，或者直接认输。认输可能吗？一起上，干掉这个家伙！一片是的，乱世，枪火遍江山，大风起兮，飞鸟。点卯结束了吗？回陛下，点卯已经结束，花名册上的所有人都已经到了。那开始抽签吧。河间郡王，你先来。后文新对屈平央，一个个竹签被长孙无忌和李孝恭从青铜瓮中抽出来，然后完成配对。此次参加大比者总数201，两两对战，将有1人轮空，直接晋级下一轮。第一轮轮空者虾仁。虾仁，恭喜啊，成功晋级第2轮。殿下，虾仁，你一介文士，为何要参加此次大比呢？我大唐以武定天下，所有人都以从军为荣。我身为男儿，自然也是如此。此番陛下举行长安大比，于我来说正好是个好机会。你会武艺？自然。比之你家夫人如何？未曾交过手，也不知谁强谁弱。不过想来我应该要比他强一些吧，毕竟我是男人嘛。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吴当公子，是我很要好的朋友。虾公子的诗我很喜欢，尤其是那首《锦瑟》。锦瑟，那不是李承乾在这里求去送给长乐公主的吗？屈平央这次是倒霉了呀。屈平央这人虽然有些小本事，但为人过于小肚鸡肠，终究成不了大事。彻底疯狂！侯君集这个大小子真心勇我，那种力量小1倍里，怕是根本无人能够抗衡。就算是我们这些老东西，也未必能够轻松挡下他的全力一击。这个侯文新很不错，李群，你觉得年轻一代里面可有人是他的对手？云国公的长子张承寿，还有卢国公的长子程楚墨，以及邢国公苏定方长子苏庆节，都已经在军中崭露头角，足以完败这侯文新。第一轮比试结束后，开始第2轮的抽签。本轮101人，两两一对比斗，有1人轮空，轮空者将自动晋级下一轮。本轮轮空者虾仁。这群家伙在搞什么？莫不是李靖的老货私下给他们塞钱了？这一次也就罢了，2次都让那小子轮空，分明就是黑幕。陛下，魏国公便是有再大的面子，也买不通4位凌烟阁重臣吧？那孩子2次轮空，怕是他今天的运气真的很好。似乎程潜有意在接近那小子，前2日甚至还以给长乐求字帖，跑去了魏国公府内。他倒是好心机呀！你去将太子请过来。是陛下。虾公子，恭喜你又成功晋级了。殿下，陛下请您过去一趟。虾仁，吴当这里，麻烦你帮我照看他，我去就回。虾公子，我观你那首锦瑟，字里行间都是对一个女子的倾慕之意。我很好奇，你所倾慕的女子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最起码得有才华，温文尔雅，富有诗书气自华。其次，得明事理，不骄不躁，不轻易迁怒，身材容貌上面嘛，如你这般自然是最好的。我得走了，跟你聊天真的很轻松。等些日子我要办一次诗会，到时候若是你有时间的话，便过来。长乐平素里最是懂事，从来不会做任何逾越的事情。如今他竟然女扮男装出来，私会的小混蛋定然是你怂恿的。陛下，请注意措辞，长乐不过是出来散散心，怎么就是跟旁人私会了？若这等话传到别人耳朵里面去，外人会怎么看长乐呢？朕警告你，这是最后一次，若是再有下次，朕定然不会轻饶了你。是，父皇。让那个小混蛋上台比试，朕要看看他究竟有几斤几两。是，陛下。第3轮比试开始，虾仁对侯文新。老李，看来你家姑爷的好运气是到头了，你赶紧去让他直接认输吧。他凭着运气进了第3轮已经足够了，看看再说呗，保不齐他还有机会进第4轮。你不是我的对手，滚下去！谁是谁的对手，还说不一定呢。既然你不怕死，那我便成全你。彻底疯狂！给我滚开！看招！猛龙过沟壑。总算是逼出了这小子的真本事来。陛下，怕是他还有所保留，并没有出全力。原来如此，你老李敢让你家姑爷上台，是因为你早就知道他会武艺。可惜了，这般优秀的年轻人却做了赘婿。好精准的手法，这小子的剑法怕是比起他的枪法来都不逊色。古有吕奉先辕门射戟，虽然虾仁这一手抛射比不得吕奉先，但也足够惊艳，后生可畏啊。
李寻，这小子的这手抛枪，你觉得如何？不管是手法还是力道上，都把握得恰到好处，看得出来他的剑法造诣极高。你去带一壶酒，赐予那小子，就说朕很欣慰。是陛下，赐御酒。所有选手上台进行最后的比试，一起上，干掉这个家伙！一片是的，乱世，江山，大风起兮，临危了。谁爱打就打，我不打了，他就是个怪物，我认输。我也认输。算了，跟你这种怪物没得打，我还是认输吧。比武结束，最终获胜者虾仁。接下来要进行的是剑术的比试。不要以为你武功高就能够夺得前3，你若是在这弓箭比试和马术比试中没有出彩的表现，就算擂台比赛拿了第1，照样没用。没错，我不信你武艺高，剑术也跟武艺一般强，这局注定了你要被淘汰。虾仁只用一招猛射钩就秒杀了对手。接下来就是第4轮剑术比试。好，怎么没有自信，怕脱靶了？若是觉得自己不行，赶紧滚回去吧。妖孽啊！好，这小子当得起一个神箭手的称号了。虾老弟，你这剑法是跟谁学的？自学的。虾兄，今后若是有时间的话，还要多多请教。请教不敢当，互相切磋学习还是可以的。接下来就是马术比赛，到时候咱们再较量。高旅行这个人素来孤傲，同辈人中很少有人能入他的法眼。如今他主动上来跟你套近乎，说明他承认了你比他强，认可了你这个人。他这人虽然孤傲了点，但人还是很不错的，值得结交。弓箭比试结束，虾仁10箭连发，全部命中靶心，得头筹。或许他的马术会比较一般吧，谁知道呢？在这种妖孽身上，一切都是有可能发生的。马术比试开始，看到中央空地上的那些移动的稻草人了吗？那便是你们的敌人，你们要做的就是用手中弓箭射他们。你们记住了，若是无法在半炷香之内跑到尽头，那么直接淘汰出局。这怎么变了规则了？我也不清楚啊，没听说马术比赛换规则了。在地势不平坦的路上纵马奔驰，还要射击移动的靶子，这个难度有点大了。别说是年轻人了，就算是我们这些老东西，怕也会失手。陛下这是打算做什么？是要让所有参赛的人都在这一轮被淘汰吗？偏为难测，陛下乃是九州之主，他这般做自然是有他的道理的。此番的骑射要比前次难了许多，希望你能够取得一个好成绩。听天命尽人事吧。这种情况下能够准确命中移动的靶子，这高旅行的骑术比起同龄人来强了不止1星半点啊！这一箭射得好，这箭术怕都快要赶上我们这些老家伙了。快看虾仁要做什么？连珠射，这不是胡闹吗？就算是我们这些老东西，也不可能在骑射的情况下使用连珠射命中移动的目标。他一个毛都没长全的毛头小子，也敢在这个时候使用连珠射。自信是好，可这盲目的自信就不是什么好事了。老李，你家这女婿怕是有些骄傲了，此番回去后还是得好好打磨一番心性。本次大比结束，第1名虾仁，第2名高旅行，第3名程楚亮。陛下高速移动的战马上，每一箭都命中移动的目标要害，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剑法高超能够做到的了。这不仅要有高超的剑术，还要有高超的骑术。吴却宣虾仁御前进谏。是陛下。草民拜见陛下，见过皇后娘娘。当日见你小子的时候，便觉得你小子不错，却没有想到你不仅武艺不俗，而且连剑术和马术都颇有造诣。这李二似乎也太好说话了点吧？不是说这皇帝都应该是威严的、喜怒无常的吗？朕观你在胡月楼内所做的那首诗意境颇深，似不甘现状。朕且问你，若是真让你去北地，你怕不怕？怎么害怕了？若说不怕，那是在骗人。但身为男儿，便应该如冠军侯般立志封狼居胥。早些年，村里有个先生曾做过一首诗，草民都一直牢记于心。哦，什么样的一首诗？念来听听。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50州，请君赞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
好一个男儿，请君赞赏凌烟阁。好一个若个书生万户侯，男儿便应该有这等魄力，有这种志向。你既然有心参军，建功立业，朕便敕封你为骁骑尉。不日，随河间郡王前往北地。你若是能够在北地大战中有所作为，待到回朝时，朕再做封赏。谢过陛下，去了北地，臣定然不会辜负陛下厚爱，定然努力杀敌，建功立业。骁骑尉，本宫倒是有些好奇，你口中所说的那位乡野先生究竟是何方神圣？不会是你杜撰出来的吧？你在湖月楼内做的那首诗，你说是从乡野中的一位先生那里听来的，现在这首诗你又说是从乡野中的一位先生口中听来的，那么那首锦瑟呢，也是从乡野的某位先生那里听来的吗？回公主殿下，这些诗的确是臣从那位老先生那里听来的，至于是否是他所作，我也不知道了。年轻人低调一些是好，但也不能过分低调了，若是过分低调，容易丢掉锐气。听到长孙皇后的这句话，虾仁心中一惊，但再看看李二的表情，只好暂时作罢。哎，这么大一场比试结束后，这李二也不举行一场晚宴什么的吗？骁骑尉，我家公爷请你去府中一叙。是哪位国公？我家国公乃是胡国公。胡国公，凌烟阁24臣中排名第24位的秦琼，秦叔宝，不知胡国公找我所为何事？我家公爷说，请骁骑尉过府询问一件事情。一件事的乱世，江山。罗通住手！你的罗家枪法是从何处学来的？卧槽，我总不能告诉你，我的枪法是你老爹教的吧？表弟去世后，这世间便再无人会罗家枪法。我观你的罗家枪法跟我那表弟如出一辙，你能否告诉我，你这罗家枪法来自于何处？说是跟罗成学的，秦琼断然不会相信；说是自学的，他就更不会相信了。这罗家枪法可是有人教你的？叔父，这怎么可能？自从父亲去世以后，这世间便已经没有人懂得罗家枪法了。谁说你父亲去世以后就没人会罗家枪法了？当初你爷爷身边的燕云18骑中的老大，便得了你爷爷的真传。他在罗家枪法上的造诣虽不如你的父亲，却也相差不大。当初燕云18骑不是被父亲遣散了吗？世人都知道燕云18骑被遣散了，但谁又能知道他们并非真的离开了，只不过他们用另外一种方式暗中守护着你父亲罢了。这几日里，我一直在想，你这个生在乡野的孩子，不仅在武艺和骑射上会有这般造诣，而且还会正宗的罗家枪法。如今看来，你身边应该是有那么一个人吧？是的，在我很小的时候，村里便来了一位老者，我的武艺、骑术、剑法，还有罗家枪法，都是他传授的。燕云18骑的老大忠心不二，若非是得到了表弟的允许，他是断然不会将罗家枪法传授给任何人的。你是谁？和我表弟到底是什么关系？叔父，你在说什么啊？父亲早已去世，而且他当初战死的时候，除了母亲，没有跟任何女人有过接触。正德6年，陛下遭前太子陷害入狱，我等皆被遣散。你父亲为了不祸及家人，便暂时离开了长安。在离开的那段时间，他患了重病。你父亲何等优秀的人，不管走到哪里都会有女子爱慕。恰巧当时他救下了前朝国子祭酒唐贤的女儿唐嫣，在你父亲生病的那段时间，都是这个唐嫣陪在他身边。听到此处，虾仁彻底懵逼了，似乎他出生没多久便去世的母亲，还真就叫做唐嫣。叔父，虽然我母亲的确姓唐，但是我父亲乃是我岳父，昔日好友唐云辉，我岳父已经调查过了，是断然不会出错的。便是小门小户的人都不会找同姓之人通婚，你父母都姓唐，又如何会通婚呢？叔父，凡事都有个例外，不是吗？虽然说岳国公身份高贵，若是能成为他的儿子，是无数人所厌恶的，可我真是唐云辉的儿子，这是无法改变的现实。若是没什么事情，晚辈就先告辞了。叔父，你应该是认错人了吧？不管他如何否认，只说他的罗家枪法便是不争的事实。至于他的父亲是唐云辉，这里面定然有什么误会。况且你没发现你们两个长相有些相似吗？骁骑尉，从这一刻开始，虾仁正式迈出了在这个时空的第一步，也是那最困难的一步。虾兄，今日可否有时间，咱们一起喝杯酒？这是孟大家在奏曲。孟大家不是从来不接客吗？刚才我看见孟大家和徐英姑娘一起从3楼下到了2楼，进了那房间去。不知道那房间里的人是谁，真让人羡慕啊！好像是虾萧琪和高公子。原来是他们2人，难怪孟大家会破例去2楼。当日这虾萧琪一口气补齐了孟大家的5首残诗，怕是今日又有好戏看了。虾萧琪似乎对我弹奏的不满意，虾萧琪觉得我这曲子不好，那定然是有更好的曲子了。于启不知是否有幸听听虾萧琪的曲子。孟姑娘的琴音很好听，我是个粗人，曲艺这高大上的东西我也没接触过。不过当初我在乡野的时候，曾听过一位老先生唱过一首曲子，颇为动听。
兄弟，咱能不能换个台词啊？你家乡野中的老先生也太多姿多艺了吧？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虾兄，你真的是高人不露相啊！我只以为你武艺不凡，诗文有大造诣，却没想到连着曲艺方面也有这等造诣。你告诉我，有什么是你不会的？我都说过了，那几首诗是我从一位老先生那里听到的。这首词曲也是从一位乡野老先生那里听到的，是吧？虾兄，咱们能不能有点创意啊？这等优美的词曲，若是早先就有了，怎么可能我们没有听过呢？是啊，虾萧齐，你就不要谦虚了。那诗这词曲定然是你做的，你便是如何不肯承认，大家也不会信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千里共婵娟。虾萧齐，奴家敬你一杯。虾兄，我已经打听清楚了，6日以后，河间郡王便会奉命前往北地。趁着在长安的最后几日，你还是抓紧时间，尽情享受吧。虽然是一句玩笑话，但是落在虾人的耳朵里，却一点都不觉得好笑。此去北地凶险异常，在那杀戮场上，便是大将军都有可能会战死。至于他们这些小校尉，就更不用说了。虾萧齐，你怎么了？我在想，若是我战死沙场，是否会有人为我难过？虾萧齐吉人自有天相，定然可以安全回来的。待到你返回长安时，再来湖月楼，奴家请你喝酒。湖月楼虽好，但在我看来，吃酒还是巷子里那些小酒馆更自在些。那好，等你回长安时，你选地方，我请你喝酒。言谈之间，酒杯交错，不知不觉中，外面的天色就暗了下来。等到虾人回到魏国公府上的时候，天色已经大暗。母亲知道你跟高旅行吃酒了，便命人做了这醒酒汤，放在炉灶的时候温着，你喝些再睡吧。替我谢过岳母。今日宫里来人，说是长乐公主的寿辰将近，皇后娘娘准备举办一场寿宴，长乐公主特意送来请柬，请我们入宫。什么时候？2日之后。公主那边可有邀请其他男子？各国公府都有请柬，想来各家的完婚子弟都会带着自家女眷入宫吧。好了，我知道了，到时候我和你一起去。那你早些休息，我先走了。第2日晌午时分，有宫中太监前来，将一份宫内的旨意送到了魏国公府来。可是北境出了什么大变故？是出了大事，邢国公不日前染了重病，近日接迷不醒。东突厥不知从何处得知了这个消息，趁夜偷袭了邢国公部的左翼，江夏郡王李道宗部损失惨重。你可有打听到陛下打算如何处置江夏郡王？这个我便不知道了，不过以陛下的英明，这个时候应该不会立刻处置江夏郡王的。你自己有些心理准备，此番去北境，怕是要有更惨烈的大战，到时候便是主帅都不敢说能保全自我安危，你自己小心些。那松赞干部狼子野心，他明面上说想要迎娶我大唐公主，两国联姻，自此两国永为姻亲，再不动刀兵。可我看他不过就是故布迷烟罢了。现如今四方都不安宁，而大唐的兵马也就那么多，北境方面正在跟东突厥决战的情况下，在无力展开第2场大战，若是无法安抚吐蕃，怕是西边也要出大乱子。是呀，楚国必须安抚，尤其是在这个时候，必须让他安静下来。送公主去和亲，他松赞干部也配得上我大唐的公主，更何况他求娶的还是长公主。当下局势断然不能再犹豫，否则的话，我大唐就要四面接敌了。高士廉，你这是要逼着朕送我的长乐去吐蕃了？臣不敢。你不敢？还有什么是你不敢的事情吗？和亲这等事情，亏你说得出来。陛下叔父一心为我大唐，断然没有其他想法，还请陛下息怒。吐蕃那边暂且不说，现在先说西突厥的事情吧。把马放倒，将这钉子透过这几个孔钉进马蹄里面去。姑爷，这钉子钉进马蹄里面，这马不就废了啊？让你做你就做。魏国公，今日你一语不发，想来是有应对当前局势的策略吧？四方不定，乃是我等做臣子的无能。若是陛下不嫌弃老臣年岁高，老臣愿意替陛下往那西边走一遭。臣不敢说能够击败西突厥，但让他们有所忌惮，不敢轻易动兵，还是可以做到的。魏国公真乃我大唐国之柱石也，此番若是能够抵定北境，待到你班师回朝后，朕必定重赏。用力摁住钉子，一定要固定好，不要有松动。这应该是虾人的声音吧？是的，陛下。走，咱过去看看，看看这小子在做什么。见过陛下。这铁环似乎是有保护马蹄的效果吧？看着马刚才奔驰的时候，丝毫不受任何影响。这铁环看着挺简单，批量生产的话，应该没什么难度吧？没难度。命令工坊那边的匠作昼夜打造，3日之内打造5000套。对了，这个东西叫什么？
回陛下，这叫马蹄铁。这个马蹄铁是如何装上去的？回陛下，是用钉子钉上去的。钉子钉上去的，给马蹄上钉钉的，难道不会伤到战马吗？只要钉子的长短合适，不钉到肉里面去，就不会有任何影响。陛下，若是这马蹄铁可以大规模装备，今后我们也不需要再为马蹄腐蚀掉落而发愁了。虾仁这次算是立了大功了，只这一个小小的马蹄铁，1年下来就能让我们大唐的战马少损失数千匹。哈哈哈！虾仁打造马蹄铁有功，官品晋升1级，擢升为昭武校尉。臣谢过陛下。虾仁，你在兵事上可有涉猎？回陛下，兵事上臣略懂，不过也只是懂些皮毛。朕且问你，假如北地邢国公遭人暗算昏迷，李道宗部又被突厥人击败，以为主将，该如何挽回局势？假如江夏郡王部战败，我北方大军的左翼缺失，可大同一带尚有强军驻守，突厥人深入，必然讨不到任何便宜。若我是协力可汗的话，此时必然会趁着邢国公昏迷的时候，集合所有部队攻击邢国公部，彻底扭转战局。而战场决战也必然会在邢国公部所处的位置上爆发。此时若是能够排出一支数千人的骁骑，从马邑出发，进占鄂阳岭，袭占襄城，或许有可能摸到阴山脚下。太过于冒险，而且竭力也是个老狐狸，怕是不会轻易上当的。此举虽然冒险，但是打的却是一个出其不意，而且协力这个人疑心很重，若是被他发现了这支绕到他后方的骑兵，他多半会认为这支骑兵后面还有我大唐的主力军队，到时候他多半会回撤。只要他协力敢后撤，到时候我方主力便扑上去，死死的咬住他，等到那个时候，突厥主力必然不攻自乱。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收益，虽然冒险，但是完全可行。只是这支孤军主将的人选还需要慎重考虑。这个策略既然是他想出来的，这支骑兵主将的人选自然是他最合适了。陛下不可，他的年龄太小，且没有任何实战经验，若是让他带军深入，怕是会贻误了战机。他没有战场经验，给他配一个好的搭档不就行了？程出没历练多年，如今应该可堪大用了。陛下，这样不好吧？有什么不好的？朕觉得就挺好的嘛。他们2个都是最优秀的青年俊杰，此番轻骑深入，便需要他们这种年轻人。虾仁，你可有什么意见？臣愿意前往，为我大唐的胜利而战。无阙，这几个铁匠带回宫内，让他们负责打造马蹄铁，不得跟他人接触，直到北境大战结束。是陛下。这2日你便留在家中，好好陪陪你家夫人。3日后随河间郡王启程。臣遵旨。私藏弓弩，对大唐军事意图不轨，该杀。今天我要杀了你们所有人。大将军令，自今日起，本月上府归入虾仁昭武校尉麾下。本月上府返京之前，一切事务全由虾昭武校尉负责。见过主官。免。大将军令，本月上府所有人等即日赶往大同府，沿途不得耽搁。若5日内无法抵达大同府，军法处置。末将领命，5日内定然带领奔月上府赶到大同府。所有人听令，命你等1个时辰内收拾好所有行装，1个时辰后全府开拔。主官，半个时辰是否有些匆忙了？毕竟我们是骑兵，不是步兵。我只在这里等你们1个时辰的时间，1个时辰内全府开拔，没有赶到者自行解散。1个时辰以后，整个奔月上府1600人准时出发，没有一个延误。北地，我虾仁来了。奔月上府此刻出城了吧？是的，大将军，正在1炷香前，奔月上府的1600骑兵在虾昭武的带领下出北门，离开了长安城。希望他们能够活着回来。大将军，这般做是不是对他们有些太残忍了？为了尽快结束北方战事，有些牺牲是在所难免的。只要他们能够将突厥人的主力吸引到阴山，那么我便能把整个东突厥主力全部吃下。陛下只给了我3个月的时间，想要在3个月内肃清北境，势必会有所牺牲。魏国公那边又该如何交代呢？毕竟魏国公家中也只有1个女儿。憨憨，你真的以为我跟陛下能瞒得过魏国公吗？这次的计划，若非是他点头，又如何能够进行呢？最初的2天天气大好，行程都非常的顺利，但是过了晋阳的时候，突然天气骤变，下起大雨来。如果这雨一直这么下去，只怕就算是4、5日内都未必赶得到大同府。不知虾兄有什么办法？山主，前方道观内有官兵。附近可还有其他可以避雨的地方吗？回山主，此处方圆10多里内，除了这处道观，再无其他避雨的地方。主官，外面来了1伙人，人数近百，都携带武器，身份不明。山主，现在怎么办？要我说，不如做掉这些丘吧。全体注意，对方有弓弩，准备。
我们没有恶意。我给你一个解释的机会，我大唐法度，私人不得私藏弓箭。说说看，你们的弓弩又是从何而来？我们只是想在这道观内避雨，真的没有恶意。我手机没电了，来用这个充。这手机厉害呀！这可是 Mate 60 Pro 呢，不仅可以充电，还可以打卫星电话。喜欢可以去我左下角领。左下角都多少回了，我一次都没领到。这回不一样，只要从我左下角进去的，看不到领取界面的，直接卸载升级。全新15 Pro Max 和 Mate 60 Pro 不限量领取。你看我新领的15 Pro Max 都发货了。升级肯定很难吧？我左下角可是福利专服，游戏简单可以自动挂机，升级快，要求低。那你快教教我怎么领？你点左下角3秒钟下载好，上线就能看到领取页面，配合手充升级快人10倍，挂机升级，直接24小时包邮到家。我这就去下一个。私藏弓弩对大唐军事意图不轨，该杀。今天我要杀了你们所有人！想不到大唐境内竟然有如此高手，今日算是领教了。不要追了，搜查一下，看能不能找到有价值的东西。主官，这个人的身上发现了这块残玉，收敛尸体，救治我方伤者。是。你们谁认识这个东西？那应该是天机碟，据说乃是墨子推演天机所用的宝贝。群主，这天机碟内藏着有大隐秘，墨家一直将其视作传承至宝，从不肯示于他人。如今为何却落入到了你的手中？今天遇到一伙人，随手灭了，便发现了这玉碟。群主，墨家势力庞大，哪怕当初被灭，但其隐藏的力量依旧非常可观。我虽然不知道这天机碟为何会出现在外界，可如今你杀了他们的人，夺了天机碟，他们必然不会善罢甘休。你们可知道这天机碟内究竟藏着什么秘密？据说是成仙之秘，此外似乎又藏着当年三皇时期的某段隐秘。群主，你要格外当心，墨家那些人行事素来诡异，你得罪了他们，他们定然不会善罢甘休。丁发现新的历史人物，请群主尽快选择。这次也太好选了吧！戚继光的戚家军和鸳鸯阵自然不用说，穆桂英无论在武艺和兵法上都不赖，邀请戚继光和穆桂英加入群聊。数日奔袭，3日后终于赶到了大同府。城外的程处墨已经等候多时。家人见过师兄，你我两家乃是世交，从今日起，我们也便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了，彼此之间也不要再客气。大将军旨意，要我在大同静候你的到来。等到你来后，不得入城，不得让任何人知道我们的行踪，直接绕道北上。我们的人连续奔行几日，人和马都已经疲倦了，需要略作休整，否则的话，我担心会有意外发生。这个放心，距离大同府50里的地方有一处补给营地，我们可以在那里做短暂的休整。麻烦程大哥了，走，出发！此番北去，凶险万分，你可做好了万全准备。此地距离马邑多远？还有300里。突厥主力在击败了江夏郡王的部队后，一路南下，不过最后被拦在了大同城下。以突厥当时的兵力来说，若是全力攻城，完全是有可能攻陷大同城的。但是协力可汗担心被我大唐中央部堵住去路，在一番攻城后，便急急退走了。马邑现在是在突厥人的手中，还是在我方手中？苏庆节已经率军将马邑夺了回来。这么说来，苏师兄也还在马邑。秦国公突然病倒，苏庆节在收复了马邑后，便赶往了德阳。如今马邑是他的副将在镇守，马邑那边已经有人先去了。我们到了那里，会在城外得到一部分的补给。昼夜不停地奔驰，经过马邑，到第2日的晚上时分，队伍抵达了鄂阳岭。虾仁，你可有主意如何拿下这襄城？主官，前方襄城有情况，有一支1000人的突厥队伍进入了襄城。听到这探子的回报，不管是虾仁还是程处墨，都脸色骤变。襄城乃是北上的要害之地，想要进入突厥的地界，那么就必须拿下襄城。在没有重武器和攻城器械的情况下，只靠这3000骑兵攻陷一座有2000兵士驻守的城池，那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就目前看来，想要拿下这座城池，只能走骑兵之策了。全体休整，1个时辰后对襄城展开攻击。虾仁，你是想到破城的办法了？山人自有妙计，你且等着便是了。戚继光，帮个忙。群主有什么需要在下的？给我些火药。要多少？足够炸烂2座城门的火药。群主，你稍等一下，我去准备一下。犯我大唐者，虽远必诛。奔月营听令，奔袭襄城南门。到达城下后，奔月营以弓弩压制城头敌人，陷阵之志，有死无生。
500奔月营将士带着火焰，静悄悄地走出了恶阳岭，向着那襄城逼近而去。程初墨怎么也想不到，虾人竟然会选择以这种方式来进攻襄城。要知道，3000骑兵集体冲锋一座坚固的城池，那简直就是脑残行为。接下来该你们了，陷阵之志，有死无生。30名奔月上府的骑兵都带着装满火药的罐子朝襄城南门奔袭而去。城头上的突厥人也察觉到了下面的情况，有人想要站起来使用弓箭，便会被城头下飞来的箭矢射杀。最后，陷阵将士使用随身携带的火石点燃了那根草绳。所有人注意，冲进城内，干掉所有敌人！犯我大唐者，虽远必诛。虾人一骑绝尘，在长街之上冲杀而去，他所过之处，到处都是突厥人的尸体。清理城池，将所有残存的突厥人找出来，干掉他们。是将军。零星的厮杀在黑夜中继续着。程大哥，襄城已经拿下，今晚休整一夜，明日我们便开拔北上。你是此次行动的主将，一切都听你安排就是了。你那里还有酒吗？我这里虽然没有酒了，不过这襄城内肯定是会有酒的，我让人去找一下。夜色渐浓，整个襄城终于再次安静了下来。驻守在这座城池内的2000突厥军士，悉数被唐军斩杀。大同那边可有消息传回来？目前还没有任何消息传来。不应该啊，都这么几天了，就算是突厥人传信再慢，襄城被围的消息也应该传到协力那个老东西耳朵里了。突厥人的兵力已经增加到了15万，而且还在增加。我估算，最后突厥人的兵力总数上应该会达到16万左右。如此一来，我们在兵力上反而处于绝对劣势了，决战的态势已经摆开来。这种时候，哪怕就算是西侧有消息传来，只要协力可汗不是傻子，就绝对不会分兵，除非说这个时候有一支大唐的军队出现在了突厥人的大后方。启禀大将军，大同府急报，襄城破城。什么时候的事情？大同府斥候于2日前接近襄城，发现城内已经成为一片废墟。从那些被焚烧的突厥人尸体判断，破城时间应该是5天前。怎么可能？没有任何攻城器械，他们是如何凭3000骑兵拿下有近1000突厥守军的襄城呢？启禀大将军，斥候查看了襄城内的突厥人尸体，发现襄城内的守军并非只有900人，而是2000人。这怎么可能？主官，前方发现一个突厥人的小部落。寇可往，我亦可往，为了大唐，杀！不间断的奔袭，一个个的突厥部落在他们的马蹄下化作一片的废墟。什么人？我是阿西界部落的，快带我去见可汗。大唐人打过来了。可汗，有一支打着本月上府旗帜的大唐骑兵袭击了我们的部落，杀光了所有男丁，掳走了所有女人和牛羊。混蛋！这些该死的唐人是从哪里溜进草原上的？可汗息怒，这个时候你应该冷静。若是我猜测没错的话，应该是襄城那边出事了。如今该怎么办？当务之急是先要安抚好各部落的首领，然后想办法剿灭这些出现在草原上的唐人骑兵。若是此时分兵，我们对大唐主力就没有了任何优势。可若是不剿灭身后的这些唐人骑兵，恐怕决战都还没有开始，我们内部就要分裂。那些部落的首领绝对会带着他们的人返回草原的。让于耶带领3万骑兵返回草原，剿灭那些可恶的唐人骑兵。如今的情况，打的话未必能够全胜，若是败了，北境怕是要糜烂；可若是退的话，很可能会被突厥人趁势追击，到时候情况难测。局势到了现在这一步，不管是进还是退都有风险，但是臣觉得该战。13对16，战难啊！虾人，我们这么费时费力的奔袭突厥人的部落，你到底打算做什么？德阳方面，河间郡王的大军应该已经跟突厥人的至大军对峙上了，接下来会爆发一场大决战，而这场大决战会直接决定双方的国运。不过河间郡王手中的军队只有13万，而突厥人的队伍则有16万。为了大唐，为了北境的抵定，所以我们必须将一部分突厥兵力吸引过来，只有这样，大唐跟突厥人在德阳才能回到相同的起跑线上。程大哥，接下来我们的日子怕是会很艰难，你要做好心理准备。身为大唐人，死为大唐鬼，为了大唐干便是了。
而此时3万突厥骑兵在突厥大将于耶的率领下返回了北方草原上。分明6路，翻遍整个草原，将那些该死的唐人给我找出来，干掉他们。骑兵主官，事后来报，3万突厥骑兵如今分成了6路，向着草原各处奔袭而去。此时虾仁坐在那里，听着事后传回来的情报，陷入沉思之中。于是再次进入武神聊天群，将现在的情况说给了群内一众人。打，必须得打，只有打掉1路，才能从对方的包围圈里跳出去。近3000对5000，虽然有些劣势，不过有各种光环和技能加持，再加上偷袭，完全是可以在短时间内吃掉地方1路骑兵的。现在的问题是打哪1路？自然是打中路，只要全歼了中路敌军，干掉了敌军主将，那么其他路的敌军就成了无头的苍蝇，再想要联合行动就难了。没错，就打中路，干掉敌人主将。敌人的中路肯定是精锐所在，只要让他们发现些线索，那么敌人主将必然会第一时间扑上来。群主只需要弄好陷阱，等待野兽跳进来便可。夜晚草原，在一处不知名的山丘下，2000多大唐骑兵隐匿在这里。此时，距离这山丘不到10里之外，同样有一支突厥的骑兵正在河边上休整。近6000人的突厥骑兵，不管是兵力还是装备，都比其他5路突厥骑兵要好。武神聊天群在手的我，不仅攻破了香场，还袭击了无数个突厥部落。就在刚刚，协力可汗派出3万精锐分6路围剿我，可我打的就是精锐。必须，都上马给我干掉这些该死的唐军！大将军死了！大将军死了！主将被杀，这在古代对于任何一支军队来说，无疑都是致命的。逃亡与追杀下，那一个个突厥骑兵被干掉。而此时，正准备着跟大唐军队展开决战的协力可汗，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惊得当时待在帐篷里面，好久都没有说话。仅仅只是那1万骑兵吗？有没有可能出现在自己后方的大唐骑兵不仅仅只是1万，而是更多？探子回报，5日前，协力可汗麾下大将于耶率部返回草原途中，遭遇不明唐军袭击，于耶战死，麾下6000精锐骑兵全军覆没。此外，有消息确定，北部草原上有一股大唐骑兵活动中，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0多个突厥部落被他们所灭。会不会是虾人他们？不可能，他们只有2、3千人。你认为他一个甚至没有上过战场的新人，只靠着这2000多骑兵，能够全歼于耶部的6000突厥精锐骑兵吗？大将军，或许我们可以尝试着对突厥人展开一次试探性的攻势。启禀大将军，对面的突厥人撤军了。虚则实之，实则虚之。或许从北方草原上传来的消息是真的，突厥王庭朝不保夕，所以协力可汗方才不顾章法，匆匆撤军。派出1支精锐骑兵盯着突厥人便是了，看看他们的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然后再做打算。而此时的北地草原上，虾仁正率领着他的2000大唐骑兵，向着阴山下的突厥王庭杀去。从现在起，你便是我的俘虏了。你若是不想死，那么便乖乖的听话，找出所有突厥王子王女，还有其他王族人，然后将这金帐烧掉。赵国公，这情报确认过了吗？不会有假吧？启奏陛下，12司在北境的密探也有密报送回，跟军方的情报相同。贞观8月24，有唐小将率军2000自东而来，大破突厥王庭守军，入王庭，焚金帐，掳掠突厥王族。吉利可汗王后亦被唐小将掳走。还有这份贞观8月18夜，有唐小将率军2000余，夜袭突厥大将于耶部，斩于耶部精锐骑兵5000余，于耶亦被其亲手斩杀，仅有100人逃亡。还有这份贞观8月20，有唐小将率军2000余，夜袭突厥小可汗阿史那舍尔部，斩敌4000余，阿史那舍尔仅率100人逃脱。这有点太夸张了吧？情报上可有说虾人现在的具体位置？情报只是说，虾人在烧毁了突厥王庭后，便带着一众突厥王族向西而去了。想来他应该是绕到西边，最后南下大同府，让大同府那边派出骑兵接应虾人他们，一旦找到他们，将他们安全接回来。3进北部，重镇大同，一队骑兵滚滚而来。城下何人？吾乃左骑卫奔月上府主官昭武校尉虾人，烦请将军打开城门，让我等进城。是他们，是那支奔袭了阴山王庭的骑兵，赶紧去禀报江夏郡王，就说夏昭武和程孝齐他们回来了，快开城门。末将见过江夏郡王。贤侄，此番你可是为我大唐立下了天大的功劳啊！今日咱们不醉不归。陛下，虾人他们回来了。朕听说协力可汗的老婆是个容貌姣好且有手腕的女人，对于这个女人，朕倒是很好奇。陛下，虾人他们千里奔袭，这一路上随时都可能遭遇敌人，厮杀免不的。至于那位突厥王后的安危，
等他们回来便知道了。你去给江夏郡王去一道旨意，命他将那位突厥王后安全送到长安来。是陛下。老李，都是你那女婿做的好事。那燕后到了长安，只不准会闹出什么事情呢？陛下乃是千古明君，又岂会被一个女人所迷惑？至于我那女婿，千里奔袭，为我大唐立下了不世之功，他又何错之有？至于下人的封赏，等到他返回长安后再做定夺吧。魏国公可放心，朕不会寒了将士们的心的。陛下圣明。4日后，虾仁带着麾下骑兵到了长安城。臣虾仁携突厥王族100人，财物若干，献给我王。尔等为我大唐征战北境，朕甚是欣慰，赏。左校尉本月上府昭武校尉虾仁率轻骑入寇，奔袭千里，斩敌手逾万，大破突厥王庭，焚金帐，掳掠突厥王族。功在社稷，陛下有旨，敕封昭武校尉虾仁开国县子10亿500户，武官直进4品，宁远将军，赐子爵府邸1座，金银器物若干。虾仁谢陛下隆恩。陛下有旨，敕封骁骑尉程处末开国县男10亿500户，武官直进4品，游骑将军，另赐金银器物若干。虾仁，今晚有时间吗？怕是不行，今晚上得去府里。罢了，你还是先回去吧，等明日得闲的时候，咱们兄弟再聚。兄弟们，陛下放了咱们10天的假，趁着这些日子，大伙都放松放松。娶了婆娘的，好好陪陪婆娘孩子；没娶婆娘的，赶紧去娶个婆娘。记得别把用命拼回来的银子全都花在枪楼里面。这小子倒是聪明，这般短的时间里就融入了军中，只可惜这般的人才却做了赘婿，可惜了。赘婿又怎样？谁规定了赘婿就应该一辈子低着头生活？谁规定赘婿就不能出人头地了？退一万步说，不还有和离这一条路吗？老秦，近些日子你这是怎么了？我怎么觉得你很反常？我只是讨厌别人提起赘婿，更为这个年轻人鸣不平罢了。父亲，尉迟伯伯，秦伯伯，见过3位叔伯。你今日先回你岳父家里去，明日来我府上，咱们叔侄2人好好聊一聊。我知道了。老秦，你认识虾仁的父亲？自小长大的兄弟，自然认识。老秦，既然你跟他父亲是兄弟，为何会让他入赘魏国公府去做赘婿的？我也是在长安大比后方才认出他的。可就老李所说，虾仁的父亲是他战场上的战友，曾救过他们的性命，为何如今他父亲又成了你一起长大的伙伴了？那场大比中，别人认不出来，难道你们2个人认不出他施展的那套枪法吗？罗家枪法，而且还是最正宗的罗家枪法，难怪当时我见他施展那套枪法的时候很是眼熟，原来他施展的枪法是罗成兄弟的罗家枪法。老秦，你可悠着点，别把事情闹得太过了啊！怎么？难道就让我这可怜的侄子永远挂着赘婿的头衔，被人嘲讽，被人看不起？算了，我也不跟你们说这些废话了，又不是你们家的子侄入赘了，你们自然只会说风凉话。行了，快别说了，再说的话，这货铁定了要翻脸的。奶奶腿的罗成兄弟的儿子罗通的弟弟，竟然入到了老李家，做了老李家的赘婿，这他妈算是什么事情啊？孟大家当日曾许诺过我，只要我能够凯旋归来，便请我吃酒，却不知道当日许诺当不当真。自然算数，只是今日将军刚刚回京，该是回家中见见自己的妻子，奴在兑现承诺。今日将军凯旋归来，这等日子难道不该作诗一首吗？画角悲海月，征衣卷天霜。挥刃斩楼兰，弯弓射贤王。单于依平荡，重落自奔亡。收功报天子，行歌归咸阳。好一个收功报天子，行歌归咸阳，瞎招舞，真乃我大唐冠军侯也。画角悲海月，征衣卷天霜。挥刃斩楼兰，弯弓射贤王。单于亦平荡，踵落自奔亡。收功报天子，行歌归咸阳。好霸道的诗句，却是不知这诗出自于哪位大文豪之手？是那魏国公府姑爷新晋的开国县子虾仁，在那湖月楼下所作。原来是那个李家赘婿啊，他倒是有才气，也有武力，只可惜这等人物却做了赘婿，真是平白的糟践自己。上次你生辰想请虾仁他们夫妻来宫中作诗会，却恰逢北地战事，他去了北地。如今他既然回来了，不如你再举办一场诗会，连着长安城内的世家子弟都请入关来。谢过母后。母亲，父亲此时尚在宫中，家中以你为尊，他征战回家，何该您为他卸甲？你如今将他晾在府外，怕是外人会有闲言碎语。婉儿，母亲也是为了你好。他此番北京大战得胜归来，得了颇天的功劳，更是被封了县子。若是你不给他一个下马威，怕是今后他就要骑到你的头上去。可是母亲，再等些时间，让他些时间。我仅带着3000县阵营就破了襄城，还斩杀了突厥大将。李世民封我为宁远大将军，然而岳母为了杀我的威风，竟然将我拒之门外。
他们竟敢把朕的宁远将军拒之门外。陛下息怒。息怒？你让朕如何息怒？他们竟敢如此羞辱我大唐的大功臣！罢了罢了，李靖，你现在回去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好，朕不想看到因为你家中人的缘故寒了将士们的心。臣遵旨。陛下，可是虾县子归家时遭了刁难。虾县子归家，无人卸甲，被晾在魏国公府门口足足半个时辰。陛下息怒，此事家事多于国事，陛下完全不需要为此而动怒。毕竟虾县子是魏国公府赘婿，不管他得了多大的战功，可他一旦踏入魏国公府，他终究只是个赘婿，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呢？只因为虾仁是赘婿，魏国公夫人这般做，无非就是想压一压虾仁，消一消他的傲气，这很正常。不管虾仁是什么身份，他终究是我大唐的大功臣，为了大唐千里奔袭突厥王庭，出生入死，难道这还无法让国公夫人另眼相待吗？正是因为他的能力太强，获得的功勋太大，所以国公夫人才会在他回家的时候给他这个下马威。赘婿终究是赘婿，既然入赘，便要乖乖低头做人。他文武双全，又通晓兵法谋略，才智能力堪比冠军侯，这等人物难道就要被一个赘婿的身份束缚吗？若是为文臣，肯定是会被这赘婿身份限制的，可若是为武将，倒也是有转机的。此事还是留在以后说吧。吴舍，你去传我懿旨，魏国公夫人持家有道，赐金钗2枚，玉珠1壶。诺。你再去陛下那里走一遭，告诉吴阙，让他派人去寻虾县子，引他去陛下亲赐的子爵府。诺。长安城内，虾仁骑着马，在这偌大的长安城内漫无目的的走着。虾县子，您可是让小的好找啊！这位公公有礼了。虾县子客气了，咱家奉了陛下的命令，前来寻虾县子，引你去您的子爵府。那便麻烦公公前面带路了。虾县子太客气了，咱家奉了旨意，引虾县子来查验他的府邸，查验过后，你等便可以回营复命了。吾等见过虾县子，有劳2位兄弟在这里给我看院子了，这吊子钱，兄弟们拿去吃口酒。我等谢过虾县子了。兄弟们，江湖救急，我这边刚刚开府，需要些粗使的丫鬟、伙夫以及一些灵巧的小厮。这些我都承包了，都别跟我抢了。获得管家1名，管事5名，婢女20位，伙夫5位，匠人20位，曲艺人20位。欢迎少爷。你这般做却是想要如何？我想做什么？难道你不知道吗？夫人啊，夫人，你怎么就这般任性呢？你跟一个孩子较什么劲啊？如今他得了泼天的功劳，被敕封为开国县子，武将官职更是连升数品，成了大唐最年轻的宁远将军。此番他回来，志得意满，我若是不杀一杀他的锐气，怕是他就要骑到婉儿的头上去了。只是他在这长安城内举目无亲，咱们这样做不好吧？公爷，老仆已经打探清楚了，说是大明宫内的太监引着姑爷去了陛下赐给姑爷的子爵府了。陛下难道为了维护虾仁，竟然连你的脸面都不顾及了吗？事情怕是没有这么简单。按理来说，陛下应该不会插手这件事情吧？可为何偏偏又插手了呢？他没钱没势，我倒是要看看他如何在这长安城内活下去。赶紧的进去告诉你家县子，就说我程祝墨来了。烦请公子稍等。程大哥，让你费心了。我也是听到了消息，本来是打算先去魏国公府的，可半路里却听说你被大明宫的太监引到了你这子爵府来，我便转道赶过来了。咱们还是进去聊吧。兄弟，你这府内的下人都是哪里来的？他们啊，都是有位昔日的老前辈帮我才买的。此番你有什么打算？能有什么打算呢？走一步看一步呗。这样也好，总比回去后被你那岳母欺压好。算了，咱们今日便不谈这些烦心事了，只喝酒。你今日刚回来，屁股都还没有捂热乎呢，还是赶紧回去吧，不然的话，嫂夫人怕是要怪罪我了。怕甚？此番回来又不是只待1、2日，何必这么火急火燎的？今日咱们兄弟2个不醉不归。哟，这就合起来了。见过太子。此处不是宫中，你我便无需这般客套了，多坐吧。虾仙子，你这办事效率真没得说，只半日的时间，这宅子便被你给拾掇了出来。若没有长辈们的帮衬，我便是有再大的本事，怕是也要弄得一团糟，到头来只能睡地板。虾仁，你这在子爵府住起来，是不打算回去了？今日之事发生太过于突然，以至于到了现在，我都还是有些昏昏乎乎。之后事情还得我脑袋清醒后再做考虑吧。殿下，今日咱们只喝酒，不说这些烦心事，如何？家主，岳国公来了，请他们进来吧。你是说罗通和秦怀玉也去了虾仁的府内？是的，陛下，太子去了子爵府不久，岳国公和秦世子便一起进了子爵府，之后便再也没有出来。关阴弼，你说罗通和秦怀玉去虾仁府内，这是何意？
胡国公和越国公素来不掺和朝政，他们的为人秉性，陛下该是知道的。虽然臣妾不知道越国公他们此举是做什么，可定然不是在结党。也是，只是越国公府和胡国公府这般大张旗鼓的跟虾人接近，难道就不怕得罪李靖吗？为了一个赘婿得罪了李靖，他们为什么？这一夜，太子李承乾、越国公罗通、胡国公世子秦怀玉留宿子爵府的消息传遍了整个长安城。酒过3巡，虾人则再次进入了武神聊天群。此时罗成在准备遣散燕云18旗。我推演天机，数年之内你会有一次劫难，需要这燕云18旗相助才能度过劫难。如此的话，我便暂时将这燕云18旗留在群主身边，等到我需要他们的时候，再将他们送回就是了。我仅带着3000县阵营就破了襄城，还斩杀了突厥大将，李世民封我为宁远大将军。然而岳母为了杀我的威风，竟然将我拒之门外。可如今的我已经今非昔比，不仅拥有自己的自爵府，还有罗城的燕云18旗。见过主人。都起来吧，今后你们便跟其他人一般，称呼我为爵爷吧。遵命。老鬼，你带他们下去休息吧。是，爵爷。虾县子，陛下有旨意，命县子即刻入宫，烦请虾县子随我入宫走一遭吧。臣领旨，烦请公公带路。虾县子，你回长安也有几日的时间了？回娘娘的话，臣回长安已经4日了。当日引你去子爵府，是不想让你太难看，更是不想看着我大唐的英雄下不得台来。可我没想到，你到了子爵府，便不肯再回转魏国公府。难道你是打定主意要跟李婉和离吗？魏国公终究为我大唐立下了赫赫战功，在朝中更是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如今他年老了，朕不想看着他孤苦无依。当然了，你也无需心中愤懑，为自己鸣不平。我大唐不是那腐朽不开化的王朝，若是来日你能够立下更大的功劳，朕不介意再做赤峰，甚至朕和皇后可以亲自出面为你们改立婚约。前朝大司马陈出身寒微，也如你一般，年轻时入赘司空府。大司马陈有功于社稷，文帝亲自出面为其改立婚约。臣心中惶恐，还请陛下明示。朕有困惑，需要你去帮朕做一件事情，一件不能让任何人知道的事情。臣定不负陛下厚恩。大慈恩寺近日出现了一位自称悬空的僧人，你去帮朕调查一下这个和尚。记住了，若是调查到什么，第一时间告诉朕。臣遵旨。出了含元殿，虾人本来是打算尽快出大明宫的，可还没有出大明宫，远远的就看到几道身影出现在前方。虾人见过公主。虾县子今日怎么有时间进宫来了？这位便是那才华名满长安的虾县子吗？见过各位公主。都说虾县子风华绝代，如今看来传闻果然是真的。可惜我已经嫁作人妇，不然的话，我定然要去央求父皇贬你做我的驸马爷。虾县子，近日我在那诗文上有所困惑，正好今日你来了宫中，若是方便，可否烦请县子指点一二？公主开口，臣自不敢推辞。各位公主，臣先告退了。长乐，你每每跟我作对，有朝一日我定然要你后悔。还有你虾人，本宫定要让你跪在我脚下求我。公主寻我来，可是有什么事情？你那首水调歌头的词曲，我甚是喜欢，不知虾县子是否能够为我写一份书帖？若是此处有笔墨纸砚的话，我便在宫中写好，如此也无需麻烦他人再送到宫中来。我的寝宫离这里不远，你随我来。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长乐公主痴痴地从这一首诗曲上收回目光，随后虾人出了大明宫，冲上去下这货。年轻人赶紧闪开！戴帽子的，这是你自找的。虾人，凭你个赘婿也敢羞辱我等？虾人，你个杂种，你不过就是魏国公府的一个卑贱的赘婿，凭你也敢打我？平央上，弄死他这个孙子！戴帽子的，咱们走着瞧。何人在此打闹？就在此时，大理寺官差闻声赶来。狄仁杰，他在大街上行凶，你定要将他缉拿，带回去好好审问一番。原来是虾县子，失敬失敬，下官是大理寺司职狄仁杰。狄大人，我府中尚有事情要处理，就先走了。来日有时间，咱们一起喝酒。那是一定。狄仁杰，你这是渎职，我要参你，我定要参你。哼！虾人这边刚刚回到府内，那边李绩已经带着自己那鼻青脸肿的幼子李贤以及一众家将到了子爵府。虾人小儿，也给本国公出来！这下虾县子又倒霉了。英国公武艺超群，而英国公府的家将那都是百战精英。此番英国公含怒而来，那虾人今日是铁定了跑不了了。他虽然被敕封了子爵，但也就是一个没什么用的空头的爵位。他又跟魏国公府那边闹了矛盾，这长安城内也没人给他撑腰了。
别说撑腰了，不落井下石就算好的。少年一朝得势，便得意忘形，如今也该是给他点教训，让他明白，长安城内的真正权贵不是他能招惹得起的。虾仁，你个卑贱的赘婿，你有种在长街上对我动手，现在怎么就做起了缩头乌龟来了？我告诉你，你不过就是个卑贱的赘婿，就凭你个卑贱的东西，也敢对我动手？行了，贤儿，杀人不过头点地。他虽为赘婿，但好歹也是你李伯伯家的女婿，我们两家较好，过分羞辱他，终究不妥。虾仁小儿，你好歹也是我大唐将军，如今为何要做那缩头乌龟？虾仁，你个卑贱的东西，今日定要让你在长安城内脸面扫地！就在此时，虾仁出来了，跟在他身后的还有18个壮汉。烟云18起，改头换面，以全新的装束出现在了大唐的时空之下。感觉到那一股股强大的杀气，李记眉头不由得紧皱起来。这得杀多少人，身上才会沾染这般可怕的杀气呢？你个卑贱的赘婿，终于敢出来了！你若非生在了国公府内，我甚至都不屑于去看你一眼。可即便你是国公府世子，在我眼中，你依旧是个废物。乱辈，难道你以为自己只是奔袭了突厥王庭，就成了大唐的冠军侯吗？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当冠军侯，我就是我，不会去当别人。不过嘛，一个长辈带着家将读晚辈的门，倒也算是件稀罕事。你个卑贱的赘婿，凭你也敢羞辱我父亲？来人，将这个卑贱的东西给我拿下！罗通，点其家将，随我去此绝府。是，叔父。我父虽已不在人世，但他的血脉也不是谁都能欺负的，便是他李记，也休想欺负我罗家人。此番英国公出手也好，教训教训他这个狂傲的晚辈，也让他明白下，若是身后没有我为国公府，哪怕是他得了爵位，在这长安城内，但凡是个权贵，都可以拿捏他。不行，我得过去看看，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吃亏吧。他自从大胜归来，便生了狂悖之心，此番该打打他的傲气，只有被打疼了，他才能够乖乖的回来做他的赘婿。你不为自己考虑，难道不为婉儿考虑吗？乱辈，莫要以为自己有了些战功就可以目空一切。今日之事，你若不给我个说法，要么就休怪老夫翻脸无情。燕国公难道不想问一问前因后果吗？老夫只知道我儿李贤被你打伤，这便已经足够了。既然如此，那就好说了。他纵马冲撞我，他自己摔成了那副猪样子，那是他活该，是他蠢。如这种蠢货，我觉得还是赶紧清理掉，免得留在世界上浪费粮食。放肆！如你这等没有家教之人，今日老夫便代为国公好好教育教育。老东西，念你是长辈，让你先出手。既然如此，那便别怪我了。这个年轻人力气怎会这般的大？来而不往非礼也。燕国公，你也接我一枪。老李，今日的事情你过了。老秦，这事似乎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吧？我跟他甚是投缘，有心想要收他为弟子。你今日仗着长辈身份来欺压他，我自然不允。他用的枪法是罗家枪法，难道他是罗城的子嗣？这与你何干？今日的事情，我也不跟你一般见识。你带着人自行离开，此事便算结束。否则的话，咱们只能手底下见真章了。姓秦的，你这是打算不讲道理了，是吗？他也曾试图跟你讲道理，可你听了吗？姓秦的，这件事情咱们没完。既然你不讲道理，那我便去找陛下，让他给我讲理。走回去。李记这个人有点小嫉妒长，此番你不该得罪他。想要在这长安立足，必须得腰板硬，若是软了，便会被人欺负。虽然此番得罪了李记，但是今后若是其他人想欺负你，也得自己先掂量掂量。此番他从你的枪法上猜测到了你的身份，如此他便是还会闹腾，也是会有所忌惮，不会把事情闹得不可开交。为何秦琼和罗通会出手呢？虾仁又不是他们什么人，他们凭什么出手？早先的时候，我便感觉秦琼对虾仁的态度有些不寻常，如今看来，怕这里面真的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事情。你是说李记在虾仁那里压根没有占到任何便宜？是的，陛下，英国公带去的60位家将被虾县子府中18位猛士轻松击败，英国公亲自出手，没有拿下虾县子，反而被虾县子刺杀了胯下战马。哈哈哈，有意思，真的是越来越有意思了。观音帝，你觉得秦琼和罗通为何会出手相助虾仁呢？臣妾想不出来。无确，你再让人去调查一下虾仁的身份，确定一下他究竟是不是李靖口中那位唐大哥的遗孤。是陛下。陛下的意思是说，虾仁的父亲并非是那个军中唐姓将军，而是另有其人。查查看吧，或许能够查出些让所有人都瞠目结舌的隐秘来。第二日，为了搞清楚自己的身世，虾仁随罗通一起去了越国公府。虾仁见过老夫人。
你母亲可曾给你留下了什么信物？我母亲留下了这吊坠，也不知道是什么材料打造的，非金非玉，入手的时候冰冰凉，很是奇妙。没想到10多年过去了，还能够再见到这枚吊坠，可怜的孩子，苦了你呀！当年我与你母亲相识于这长安城内，那时候我8岁，她7岁，造化弄人，却是没有想到一场兵祸，你父亲去世，你母亲也早早的病逝，只留下你在那乡野之中吃尽苦头。母亲今日二弟归家，这等开心的事情，母亲该是开开心心的，何要如此伤感？既然已经确定了你二弟的身份，何该让他认祖归宗？这是自然的，父亲去世的早，我们越国公府人丁锡伯如今找到了二弟，自然是要让他认祖归宗的。认祖归宗重要，但你二弟跟魏国公府的事情更重要。我罗家儿郎又岂能给别家做赘婿呢？母亲，此事还是得跟叔伯商量一番，从长计议。毕竟魏国公府那边跟咱们两家较好，若是直接让二弟跟李婉和离，怕是会有不妥。和离？你二弟想要摆脱赘婿的身份，只有这一个办法，这还有什么好商量的？母亲莫要着急，此事我会尽快处理好，到时候定然不会让二弟带着个赘婿的身份认祖归宗。好了，都别站着了，好孩子，坐我身边来，让我好好看看你。吃过晚饭，虾仁离开了越国公府。第2日，宫里来人说要传虾仁进宫觐见。吴阙公公，究竟是什么事情？虾县子，你也莫要惊慌，不过就是英国公和几名御史在今日朝会上弹劾你。宁远将军，开国县子虾仁见过陛下。虾仁，有朝中臣子弹劾你说你恣意妄为，不守礼法，罔顾人伦，你可有什么要辩解的？陛下，既然有人弹劾我不守礼法，罔顾人伦，臣却是想知道这弹劾我的究竟是哪位大人？虾县子弹劾的奏章是我所写，不知虾县子该如何为自己申辩？臣也弹劾虾县子忤逆不道，身为赘婿却违逆长辈，以至于让魏国公夫妻陷入困顿。臣也弹劾虾县子狂悖妄为，在长街之上打杀英国公战马，更是纵容府中家丁，围攻英国公府中之人。臣弹劾虾县子在战场上私吞财物。说说看，他如何在战场上侵吞财物了？启禀陛下，据臣所知，他虾县子乃是乡野出身，家中父母早亡，魏国公府因感念他父亲当年恩情，方才将他接到长安来，并将独女许配给他。当日，虾县子率军深入草原，侥幸得胜归来，却因此生了狂傲之心，离了魏国公府，住进了陛下亲赐的子爵府。虾县子在入住子爵府后，当日便大肆购买奴仆和居所之物，花费的财物不下万贯。据臣所了解，在这期间，魏国公府并没有给他一枚童子，而他在长安城内又没有任何亲人，他这万贯钱又是从何而来呢？虾仁，你如何解释自己这万贯财物的由来？回陛下，是臣的长辈所赠。据我所知，虾县子自小便父母双亡，靠着村里人的接济方才长大，却是不知何时有了这么一位出手阔绰的长辈。这位大人举例了这么多，无非就是想说我贪渎军资。我倒是想问问这位大人，你口口声声说我贪渎军资，你可有证据？虾县子，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请你先回答我，你所用的万贯钱财是从何而来？也许是这长安城内的某个好人看我为大唐立下了功劳，就将万甲财物送给了我，也或者说是有人钱太多了花不完，便将家里的钱财给了我，也有可能是我跑去某个富商家里抢了他家的宝库。你强词夺理。你说我强词夺理，我倒是想知道，你这老东西跳出来便说我贪渎军资，你哪只眼睛看到我贪渎军资了？老子我带着3000兄弟在草原上跟突厥人厮杀的时候，你在哪里？老子焚烧突厥王庭的时候，你又在哪里？若非这里是朝堂上，换做别的地方，老子一刀砍了你这污蔑人清白的老东西！你虾仁注意点，这里是太极殿，是早朝，别动不动就老子的。我看啊，你小子在草原上跟突厥人厮杀的时候，这老东西应该是在自家小妾的身上劳作呢。卢国公，注意你的言辞，这里是太极殿，不是卢国公府，更不是青楼妓院。怎么太极殿就不能让人说实话了？太极殿里就可以随便污人清白了？没错，你们这些个读书人，平日看着衣冠楚楚，可骨子里面黑得紧，蔫坏的。尉迟恭，你敢再说一句？有什么不敢说的？你们这些读书人就没个好人，整日里就想着算计别人今日的事情，真以为大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是吧？今日老夫也算是领教了虾县子的口齿伶俐，果然是后生可畏。但是虾县子身为魏国公府赘婿，却从回长安后就一直待在子爵府内，这却又是什么道理？我若是说我是为了天下苍生，为了我大唐，不知申国公可相信？
是吗？那老夫倒是很好奇，虾县子在子爵府的这些日子，为了我大唐做了什么了不得的事情？陛下，臣出身于乡野，自小便看那农夫耕作，而农夫所用职员里极为笨重，耕地的效率极低。不日前，臣从一位老先生那里看到一张图纸，那图纸上画着一种极为精巧的耕型。是吗？口说无凭，一刻又实握。自番来宫中，臣便是想将其献给陛下，所以命府内下人将其带来。如今那耕犁便在宫门外了。若是陛下不信，臣可以演示一番耕地，到时候一切自有分晓。我操，涡轮增压，你他妈是喷射战士啊！放我下来，慢点，我掉个头。你会不会离地直接转弯？我这里非常灵活的，插进去以后不需要拔出来。你们司农司负责管理农具的研发制作，你来看看这耕犁是否比直原犁好？陛下，这新式耕型犁地的速度不仅比传统的直原犁快了30%，这操作还简便了许多，尤其是掉头的时候，速度几乎是传统直原犁的1倍。若是这新式耕犁推广开来，那么在有限的劳动力下，将可以开垦出更多的耕地来，此乃我大唐之幸啊！老大人折煞晚辈了，此犁并非是我所做，乃是出自于那位老先生之手，我只不过是借了他的图纸，让工匠将这耕犁做出来罢了。陛下，虾县子制作出这神犁来，功在社稷，利在千秋，陛下该是兑现之前的承诺。是啊，陛下，此等功劳比之千里奔袭突厥王庭，有过之而无不及。虾县子文武双全，又有功于社稷，如今他已经封爵，武官职已到宁远将军，臣觉得上邑大夫这个职位倒是很适合他，真是个老狐狸。陛下，臣觉得虾县子的军事才华远超其他，若是加以培养，来日定然可以成为我大唐的冠军侯。从长远计，臣觉得他更适合在军中发展。申国公的话我无法赞同，不管虾县子从军还是从政，那都是在为我大唐为陛下分忧。况且如今我大唐四方砥砺，战将无数，军中也不缺虾县子一个。从长远计，虾县子应该从政。姓杜的，你这什么意思？什么叫我大唐四方砥砺？如今我大唐北有突厥，西南有吐蕃，东北有高句丽，四方不稳，且我等又老了，军中已然是青黄不接，你们却还来挖墙脚，这是何居心？够了，虾人有功于社稷，封为大理寺少卿。臣谢陛下。大理寺正关系重大，你去了大理寺，定要严格律己，为朕分忧解难。臣定然不辜负陛下所托，定然恪尽职守，为大唐为陛下分忧。大理寺是大唐初期的重要部门，职权极大，相当于后世的法院。除了审案判案，还有缉拿的职责。而其中，大理寺卿、大理寺少卿官位品级最高，权柄最大。狄仁杰见过虾大人。我这个人不喜欢绕弯子，大家都是聪明人，我想你应该能够猜测到我召见你的目的吧？大人是想知道前面2位大理寺少卿和大理寺正被革职的原因。继续说。大人应该是在想，为何陛下要把你放在这个位置上，让你来暂时管理这硕大的大理寺？我想知道之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确切的来说，之前大理寺查办的案子究竟是什么样的案子？跟前太子有关的案子。有传言说，当年前太子身死的时候，有一父子被前太子府的家将带出了长安城。你可知道陛下为何将如此隐秘的事情交给大理寺来办理呢？因为在大理寺内部有一个隐蔽的部门，这个部门只专门为陛下服务，做一些隐蔽的事情。那你又是如何知道的？因为属下就隶属于这个部门。那你们可曾调查出了什么头绪？大慈恩寺近日来了一位高僧，发号悬空。这位悬空法师似乎跟前太子有些关系。这件事情我若是全权交给你来查办，你需要多久能查出结果来？大人就这么相信属下？本官觉得你有这个能力，一定能够办好这件案子。属下定然不负下大人的信任，给我半个月的时间，我定然能将其查个明白。你先下去吧。是，虾大人。你们谁那里有精通办案且有一定武艺根底的人？我这里需要2个，高价购买。群主何必这么麻烦？你若是想要的话，我这边直接送你2个。那就感谢兄弟了。时空规则启动，重塑人物身份。作为定向人物选择，群主是否对人物身份有要求？若是可以的话，请给予他们大理寺官员的身份。时空身份重塑完成，召唤人物将会以大理寺官员的身份出现在这个时空内。曹生见过主上。都起来吧。大理寺内的一切事务，你们可都知晓？启禀主上，所有的事务我们皆已经知晓。今后你们便留在大理寺，如果有机会，我会想办法让你们更进一步。是主人。
还有，今后便不要称呼我为主人了，跟其他人一样称呼我为大人吧。是大人。你是说，那小子到了大理寺，当日的时间就搞定了3个司职，掌控了大理寺的局势？是的，陛下，目前来看，虾县子的确是掌控了大理寺的局面。倒是没有想到，这小子竟然在仕途上也有这等的天赋，朕倒是有些好奇，他有什么是不会的？他能有这般表现，也说明陛下慧眼识珠。当初将他的名字写在花名册上，无疑是睿智的。此番将他放在大理寺的位置上，是准备让他走仕途吗？让他单纯为武将文官，多少浪费他的才能。朕想着是让他文武之道齐头并进。北京很快就又要有大战事了，朕希望他能够尽快将那边的事情调查清楚，不要让朕失望。虾县子，奴婢奉公主之命前来给县子送请柬，邀请你今天晚上参加她的诗会。哦，哪位公主？长乐公主。那公主都邀请了哪些人？各家的世子和小姐都有邀请，请回去告诉公主，在下定然准时到。转眼间就到了傍晚，虾仁穿着一身便服就来到了长乐宫，这也是他回长安第一次和李婉见面。既然大家都到了，那今日的诗会便开始吧。上次咱们以春为题，今日又该以何为题呢？今日咱们长安城才气最大的2位大才子都在这里了，若是太简单了，怕是无趣。太子所言在理，此番不仅选题要难些，用字、用韵、用时也得有要求，只有这样，这诗会才有趣。公主乃是此处的主人，这诗题自该公主来出。中秋渐近，不如我们便以中秋为题，如何？提起中秋，我倒是想起了虾县子所做的那句水调歌头来，只可惜那是曲子，算不得诗文，不然的话，今日也就不需要比了。明兰妹妹，我出了题，这韵何字，便由你来吧。韵的话，不如便7言吧。至于字，便选用秋思2字，如何？虾县子才情满长安，不如你先来吧。那就献丑了。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都言虾县子才情满长安，如今看来，虾县子的才情怕是要满大唐了。这首诗应该可以作为名诗被世人所传颂了吧？看来以后举办诗会不能再邀请虾县子了，不然的话，这诗会真就没意思了，风头都被他给抢去了。虾县子，你这首诗能送给我吗？既然姑娘喜欢，便拿去就是了。多谢虾县子。你便不打算回去了吗？当日母亲做的事有些欠考虑，但是我知道父亲还是很看重你的，他希望你回去。夫人，从一开始起，你不就反对这场婚事吗？既然心中厌恶，为何如今又要劝说我回去呢？你我虽然有夫妻之名，却没有夫妻之实。哪怕和离后，以你为国公府的权势，完全也可以再找个你称心如意的夫君，到时候你们夫妻完全可以琴瑟相和。有敌人潜入府中，有敌人潜入府中。交出天机帖，不然今晚将你们全部斩杀。擅闯自绝府，杀无赦。擅闯自绝府，杀。元运48计是元运48计。杀。虾仁，我还会再回来的。虾弟，听说昨日你遇袭了，你没事吧？我没事，不过让那老头跑了。虾仁，你给我出来！你生在乡野之中，生活困顿，按理来说，你这一辈子都离不开乡野，最终只能做个农夫。但是我们将你带到了长安，还将唯一的女儿许配给了你。因此，你从那个乡野之人变成了国公府的女婿，身份的改变让你有了施展自己才华的机会，更是让你入了皇帝的法眼，因此有了些成就。可是你有了成就后，就想着另立门户，甚至还想着跟妻子和离。你说这个人是不是很无情无义，枉读了圣贤书？可若是那一家人打着报恩的名义将那少年带来长安，只是想要为他们家族传宗接代，却是不知道这忘恩负义的人又是谁呢？罗通，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我不是3岁小儿，自然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在说什么。如此说来，你是铁了心要维护他了。大兄，此事终究是因我而起，也终究应该由我来了结。这不只是你的事情，更是越国公府的事情，你我休戚相关，何分彼此？夫人，您是李婉的母亲，是她的至亲，我觉得在考虑其他事情之前，你应该首先为她考虑考虑，最起码征询一下她的个人意见。你这是什么意思？母亲，让我来说吧。身为妻子，我未能尽到做妻子的责任，此乃李婉之错。
若是家中有兄长胞弟，李婉愿意请出二老更换婚书，但李婉是李家唯一的血脉，尚需为李家延续香火，无法嫁作人妇。既事已至此，请夫君写下一纸休书，自此你我再无关系。李世伯对我有恩情，我定然会铭记在心，今后定然报答。但是我跟李婉之间终究无缘无分，休书自不必了。既然话已经说到这里了，不妨就明说吧。我罗家子弟断然不可能做别人家的赘婿。当日二弟的身世我们尚不知晓，如今既然知道了他的身世，那我这个做兄长的便不会允许他继续去做赘婿，哪怕此事闹腾起来，我罗家也不怕。你是说虾仁是罗成的儿子？婆娘，并非我诓骗你，二弟的却是父亲的血脉，我母亲已经确认过了，此事关系重大，还是请陛下来决断吧。你说的可是真的？越国公已经当众承认了，而且越国公府老夫人也已经确认过了。陛下，您若是想知道更多的事情，不妨请胡国公入宫来。去请胡国公入宫来，又说朕有要事询问他，让他尽快入宫。诺。罗成当年并没有纳妾，而且他也很少沾花惹草，如何会有子嗣流落在外呢？陛下可还记得唐嫣妹妹？朕记起来了，当年朕被那两个混蛋算计，身陷囹圄，府中之人都被遣散，罗成也被赶出了长安。当时陪在他身边的，应该就是唐嫣了吧？唐嫣跟窦姐姐是打小一起长大的好姐妹，若虾仁是越国公和唐嫣妹妹的儿子，窦姐姐定然是认得出来的。这边不会有错了。秦琼和窦氏既然都认定了虾仁是罗成的子嗣，那肯定就是了。难怪当日朕见到那小子便觉得亲切，就想着将他招到身边来。感情是因为他是罗成的儿子，或许是心有所感吧。当年越国公为大唐，为陛下南征北战，在陛下最困难的时候更是苦苦支撑，以至于遭了算计，战死沙场。可这些年里，陛下对越国公府处处庇护，更是对罗通宠爱有加，越国公泉下有知，想来也会感谢陛下的好。逝者已去，当考虑当下。既然虾仁是罗成的儿子，那么朕就得为他筹谋一番，再不济也不能让罗成的儿子做个赘婿。臣妾记得当年窦姐姐是有心撮合越国公和唐嫣妹妹的。有一次窦姐姐跟我闲聊，说起此事来，是想让越国公将唐嫣妹妹娶进门做平妻。哈哈哈，国子监祭酒，唐贤那老头最是孤傲，唐家在前朝更是三世勋贵，唐嫣作为唐家嫡女，放在哪家都是要做大夫人的。当年事发突然，越国公和唐嫣妹妹的婚事便也被拖延了，谁又能想到那一别竟然成为了永别。第二日一早，虾仁接到圣旨进宫面圣。臣见过陛下。免礼。谢陛下。当日初次见面，便觉得有些亲切，却是没有想到你小子竟然是罗成的儿子。今日召你来，一则是见见你，跟你说些佳话；二则便是为了你如今的身份之事了。当年朕身陷困顿，府内之人悉数被遣散，唯有你父亲在外奔走，苦苦支撑，却也是遭了算计，最终战死沙场。朕每每想起此事来，心中都不免伤感。你母亲也并未跟你父亲瞒婚，但他们当初婚事已定，只因发生了当年的事情，所以未能成婚。你虽生于乡野，却也不能算是庶出之身。陛下，臣觉得唐这个姓氏挺好的，臣也习惯了这个姓氏。你可知道越国公递出世子身份代表着什么？臣自然知道。既然你知道，又为何不肯认祖归宗，而要使用唐姓？当年既然母亲让我随了他的姓氏，那自然是有他的考虑。身为人子，我理应尊重母亲的决定。此事随后再说吧。朕今日召你来，就是想问一问你跟李婉之间是否还有可能？陛下，魏国公和魏国公夫人只是想要一个听话的赘婿，延续他们李家的香火。魏国公乃是我大唐的大功臣，为我大唐立下了不世战功。如今他年事渐高，朕也不好太过于逼迫。此时终究还是从长计议，得朕跟诸位国公商议后再做决断。一切都听陛下的安排。好了，你便先回去吧。启禀陛下，北境来报，东突厥人寇关，北境灵烟堡被突厥人所破，堡内232名唐兵坚守数日，援兵不到，全部战死。即召魏国公李靖即可进宫觐见。是陛下。那灵烟堡内的200多唐军用自己的血肉铸就了一道北方的长城，战到了最后，让人肃然起敬。身为北境主帅的李孝恭究竟在想什么？大战未开之前，他完全可以解灵烟堡之围，将这200多为国死战的唐军救出来的，但李孝恭却没有这么做。这李孝恭到底在做什么呢？这日晚上，李世民召见了李靖，这君臣2人在大明宫内闭门长谈1个多时辰，到深夜时分，李靖方才出宫。第二日晌午，罗通再次来到子爵府。陛下今日召我入宫了。这么说来，陛下点了你的将，要你做李帅的副将，北上替换河间郡王。给我干掉这个混蛋！自寻死路！杀！你究竟是谁？我是你最可怕的噩梦！杀！
这么说来，陛下点了你的将，要你做李帅的副将，北上替换河间郡王。陛下让我明日就北上，此番我走后，若是有人敢欺负你，你也无需忍让，该出手便出手。我这里你便不要担心了，此番去北境，你也要多加小心，记得家中还有这一大家子人等着你凯旋归来，切莫要意气用事，为了什么荣耀而去死战。放心，你大哥我的武艺，只要不是自己作死，还没有人能留下我的。陛下没有点我的将，我也只能留在长安城内，让燕云18骑跟你北上，我也能放心。行了，不聊这些了，还不赶紧把你府内好酒端上来，咱们兄弟今日定要痛饮一番。尔等此番随着我大哥前往北境，要如保护我一般保护他，切莫让他有任何意外。我等领命，定然誓死守护越国公。这一日午时，魏国公李靖、越国公罗统领骑兵1万出长安，向着北境而去。哇，好大哦！好大。虾线子，这桶车是你自己设计的吗？明兰姑娘，这不是桶车，而是水车。它集水的速度可要比传统的桶车快了许多。北方经常会遇到旱灾，以往的桶车很难在水量下降的河中集水，农户们只能靠手提肩扛取水，而这种水车却能在水位下降的河里将水取出来，从而大大的节省了人力。这水车制作起来可麻烦，造价几何？自然要比传统的桶车麻烦一些，造价嘛是传统桶车的2成，不过大范围的推广你还是不要想了，这玩意造价太高了，普通的百姓哪里承受得住啊！陛下，暗卫今日在暗碟之中挖出了一个探子，臣命人对其使用了刑具，从他口中挖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线索。什么线索？就此人供述，前太子府大将禹承宪当年逃脱后，并未离开长安，而是在长安城内蛰伏了下来。这些年里，他暗中培养密探，安插于朝中各部以及王公大臣身边，监控整个长安。你可查出这禹承宪藏身何处，化身为何人？因为是单线联系，那探子并没有见过禹承宪，更不知道禹承宪如今是什么身份。不过那探子说禹承宪最近有一个大动作，意图对皇子公主们动手。无阙，今日个皇子和公主可在府中？启禀陛下，太子和2位皇子都在府中，并没有外出。高阳公主半个时辰刚刚回来，豫章公主、北景公主都在宫中没有出去。长乐呢？长乐公主同赵国公2小姐长孙明兰相伴，出了长安去了南山。他们去南山做什么？陛下，1个时辰前，暗卫传来消息，说公主去了虾线子的庄子，正好虾线子也在。虾人为人稳重，想来这个时候应该不会让他们2个丫头单独回城，他定是会随他们一起回来的。李郡县，臣在。你即刻出城，以最快的速度赶往南山，务必接到公主。臣领命。虾线子，你跟李婉姐姐真的没有可能了吗？小心有弓箭手！爵爷，树林里面有弓箭手。赵平、真平，你们2个人寻找机会干掉这几个弓箭手，我来保护公主。你们待在这里，不要动。给我干掉这个混蛋！自寻死路！杀！你究竟是谁？我是你最可怕的噩梦！前方可是虾线子？正是在下，将军是哪位？在下李郡县，奉陛下旨意前来迎接公主。麻烦将军跑这一趟了。虾线子，此番多亏了你，不然后果不堪设想。李将军，这些凶徒敢在长安城对公主动手，他们究竟是什么人？是前太子的人，此地不宜久留，咱们还是赶快回城吧。天子脚下竟然有人敢袭击公主，不管是哪个朝代都是无法容忍的。这一夜数千精无畏出动，目的只有一个，逮捕所有可疑的人。主上，我觉得我们要不要建立一个影子机构，用来刺探、探杀以及对主上的暗中保护？你看着去弄吧。至于人员，我随后给你调配。主上，德阳方面有消息了。好消息还是坏消息？越国公负伤了。我大哥武艺高强，又有燕云18骑保护，按理来说是不可能受伤的。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越国公奉命率领5府兵马驰援烽火堡，途中遭遇突厥2万大军，双方厮杀半日，越国公率领部下杀出重围。此战越国公所部死伤3000余，烽火堡也在突厥重兵的攻击下陷落，堡中500守军全部战死。另外突厥人已经南下，但是数量上跟之前的情报有误差，不是14万，而是19万。这么说来，大战一触即发，魏国公已经陷入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
第二日一早，李世民急传下人进宫觐见。昨日你做得很好，若非你全力护持，怕是长乐便要有危险了。保护公主安全，乃是微臣分内之事。邢国公提让你带一军兵马，如当初一般，走西线，深入突厥后方，伺机袭扰突厥大军后防线，呼应魏国公。你觉得可否完成这个任务？陛下打算给臣多少兵马？这么说来，前线的局势你已经知晓了。回申国公晚辈略有所闻。那么说来，你也猜到会有人提议再次使用骑兵之策了。没错。那我考你，你觉得陛下会给你多少兵马呢？当前大唐四海不宁，吐蕃西突厥和高句丽都蠢蠢欲动，这几处地方的兵力勉强足够，自然无法再抽调。唯一能抽调的兵马也只有关中了。关中虽然有15万驻军，但长安乃是我大唐的都城，是龙脉所在之地，容不得有任何闪失。晚辈计算过了，按照当前关中驻军位置，可以抽调的极限是25000人。不愧是越国公的子嗣，果然是虎父无犬子。此番若是给你2万骑兵北上，你是否能解如今之困局？臣可以试试，虽不敢说能够配合魏国公大败突厥大军，但臣能保证绝对不会让突厥人好过了。那你可有什么要求？此番臣要率军出关，长途奔袭，期间必然会遇到种种变故，臣所率军队必须做到令行禁止，严格按照我的命令行事。所以臣请陛下给我一份旨意。好，朕许你先斩后奏的权利。8月15前夕，虾仁悄无声息地带着2万左骁卫骑兵离开了长安城。陛下，夜深了，回去吧。你说这小子还会不会再给朕来一个惊喜呢？应该会的，哪怕无法像上次一样搅乱整个草原，但是想来也可以吸引一部分突厥兵力。此时中军大营，李靖看着那从长安来的飞鸽传书，沉默了许久的时间。陛下有旨，封虾仁为定远大将军，率2万左骁卫骑兵，5日内赶往大同府。末将领命，5日内定然带领左骁卫赶到大同府。为了决战突厥，李世民不得不再次采用骑兵之策，命虾仁率2万精骑北上袭击突厥王庭。我已经在战场上厮杀了，他们却还要我二弟领兵深入敌后，这是什么道理？越国公朝中大臣也是为了大局考虑，此番虾仁率领的是最精锐的左骁卫骑兵，以他的谋略，就是深入敌后也是可以从容进退的。此番虾县子北上，他麾下的2万骑兵将会对突厥人造成巨大的威胁，尤其是虾县子本身，更是会给突厥人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只要竭力可汗分兵，那么我们的机会便来了。那不是你家兄弟是吧？算时间，此时他的军队已经过了榆林，不出3日便会到大同。2万骑兵的行踪是很难隐藏的，只要他们进入草原，必定会引起突厥斥候的注意。到那个时候，协力可汗定然有所反应。所以在这之前，各部兵马要严守营寨，防止突厥人提前发起攻势。诺。来了，王爷，看他们的样子，怕是连续数日行军。他们这般匆忙北上，究竟是为何？不该问的不要问，给我严防死守，打起精神来。尤其是这营地附近，不允许任何人靠近。诺。末将见过江夏郡王。是职，当日一别不过月余，没想到你我又在这大同见面了。此番又要叨扰郡王了，将士们连续赶路，人困马乏，需要些吃食和一个睡觉的地方。吃食，草料已经备好，咱们即刻入城吧。父亲，难道便一直这么僵持着吗？现在营内将士们已经乐声四起了，若是再这么下去，我担心会出乱子。是啊，大帅，我们不能将希望寄托在一支可能随时被突厥人发现的骑兵身上。突厥人在襄城附近布下了2-3万的兵力，哪怕虾县子率军赶到了襄城，他也无法再像第一次那样轻松拿下襄城。再等等。而此时的襄城易守难攻，且有2万精兵防守。精神些。此时可汗在与唐军决战，若是唐军此时来此攻城，你等这般模样，岂不是让全城人陪你送命？月前唐军才攻破一次咱们襄城，我们这次有2万精兵防守，怎么可能这么快又来攻城？这守夜的事情就该让那些真睡不着的来干，我可是困得很。对，突厥人怎么也想不到，时隔1月，唐军竟然又来偷袭襄城。虾仁一马当先，疯狂地收割着人命，凡是他所经过的地方，必然是鲜血洒地，尸骨铺路。你究竟是何人？吾乃大唐定远将军。你这个沾染鲜血的屠夫，上天定然会降下惩罚，让你堕入地狱的。你又是何人？吾乃协力可汗麾下大将图库塔。将军此人乃是协力可汗麾下5大勇士之一，为图库部首领，在东突厥中身份地位极高。我给你一个体面的死法，拿起你的武器。
无奈大唐定远将军。传令各部迅速清理城内残存的突厥人，就地休整，清晨开拔。诺。现在虾人到哪里了？启禀陛下，虾献此昨日清晨刚刚离开大同城，现在应该到了襄城外，着手准备攻城了吧？有消息回报，驻守襄城的乃是协力可汗麾下大将图库塔以及2万突厥精锐，这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啊！大同急报：8月14，定远将军下人率左校尉2万出大同，夜强攻襄城，至半夜襄城破，守城大将图库塔及麾下2万突厥兵士悉数被斩。哈哈哈！这小子果然没有让朕失望，朕就知道他能行。半日的时间便攻破襄城，斩杀突厥大将图库塔和麾下2万精锐，便是冠军侯在世，怕也不过如此了吧？哪怕冠军侯在世，怕也不可能做到用2万骑兵在半日时间内拿下一座有重兵把守的城池。图库塔并非是碌碌无为之辈，我曾跟他交过手，此人武力非凡，且通晓兵法，乃是一个劲敌。虾人那小子能够在他的手中拿下襄城，真乃奇迹啊！哈哈哈！一战而破襄城，斩敌2万，且斩杀突厥大将，这个功劳暂且记下来，等到那混小子凯旋归来后再做奖赏。如果你们是虾人，在破了襄城后，接下来会怎么做？应该会直接北上，直取阴山王庭吧。竭力可汗一旦得知虾献子率领大军北上，定然会惊慌失措，率领大军匆匆北上救援阴山王庭。到时候我们便可以趁着突厥大军匆忙北撤的时候发起反攻了。可若是竭力可汗放弃阴山王庭，拼死一战呢？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图库塔有2万精兵驻守襄城，就算是2万个馒头，唐军也要啃上半个月，怎么可能说丢就丢？可汗现在不是动怒的时候，你应该好好想想，接下来该如何决断了。那个该死的虾人，现在正带领着唐国的骑兵赶往我的王庭。若是王庭有失，本王的根基便没有了。本王现在自然是要率领大军返回阴山王庭了。可汗，你要知道，哪怕是您现在率领大军返回，也不可能赶在那个虾人之前赶到阴山王庭，而且对面的唐军也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你返回北方，他们定然会出击的。法师的意思是说，放弃阴山王庭，跟唐军决战。可是唐军龟缩不出，本王也拿他们没有任何办法。可汗何须跟他们在这里耗着？您只需率大军绕过对面的唐军大营，直接南下。那么对面的唐军必然会倾巢而出，选择跟可汗决战的。如此做的话，风险太大，稍不留神，怕是就会全军覆没。可若是赢了，那就赢了一切，包括那些失去的东西。好，那就听法师的，传我军令，绕过前面的唐军大营，南下。协力可汗难道疯了吗？他连自己的王庭都不要了。若是虾人北上了，现在怕是也快接近阴山王庭了吧？大帅，这个时候哪里还顾得上他呢？他去阴山夺取战功了，我们却要面对疯狂的突厥大军。现在我们只能靠自己了。放任突厥大军南下，只会让北境彻底糜烂这个罪责，我们谁也担负不起。所以无论如何都不能放突厥人南下。大帅的意思是要跟突厥人展开决战，可是我们13万人，而突厥人有19万，我们没有任何胜算。也许他协力可汗表面上是放弃了阴山王庭，但是我相信他不会真的对阴山王庭放任不管的。若是不出意外的话，他将会派出一支人数在2万的骑兵部队回援王庭。也就是说，我们要面对的突厥大军不是19万，而是17万，也只比我们多4万。明日突厥人定然会全军出动，展开大决战。此战若是我们败了，我大唐北境将会陷入糜烂之势。所以我们只许胜，不许败。诺，此番你不该来的。父亲，没有什么该不该的事情，为国而战不只是男人的事情。虾人仅凭一人之力就攻破了襄城，还斩杀了突厥第一猛将。就在刚刚，协力可汗孤注一掷要和大唐决战。父亲，此战之后，他应该可以封侯了吧？2次大破襄城，此番更是斩杀突厥大将和2万突厥精锐。如今他挥师北上，北方草原上已经没有人可以阻挡他前进的脚步。再破突厥王庭，掳掠数十万突厥人和无尽牛马，此等功勋足以媲美冠军侯。我最崇拜的人便是冠军侯，我的梦想便是嫁给一个如冠军侯的人，只是我跟他终究是有缘无分。你若是不想和离，为父定然会为你做主，便是任何人来都不能逼你。尘归尘，土归土，既然无缘无分，何必强求呢？
号角声响起，唐军终于迎来了和突厥的大决战。全军冲杀，杀掉所有唐人。弓箭手齐射。17对14，优势在我，传我军令，中军大营2万精锐全军出击，团灭大唐军队。今日我便要死了，你也不用再头疼和离的事情了。从今往后，你便不再是赘婿了。随本帅上阵杀敌。陛下臣尽力了，为了大唐，死战不退。难道今日真的要丧身此地了吗？是我家二弟，是左骁卫。大唐的勇士们，拔出你们的武器，挺起你们的胸膛，为了帝国的荣耀，今日之战，血染北境，不死不归。各部全部出击，今日一战，抵定北境，敌人不灭，长刀不归。给本王杀了他，取其首级者，赏金1000两，牛马1000匹，奴隶1000人。一片是胆，乱世，手枪不定江山，大风起兮，飞鸟。今日便让我们兄弟2个并肩杀敌，抵定大唐北境。大唐的勇士们，今日血染北境，不死不休。血染北境，不死不休。燕云18骑和陷阵营组成了一个华丽的阵，就像是最锋利的枪口，将这些突厥士兵无情的糟蹋。可汗，大唐士兵犹如杀神附体，我们的士兵悉数被斩，此战已经没了胜算，我们还是暂时撤吧。混蛋！传令各军撤退。北境捷报：8月19日，魏国公率领北方军团于德阳跟突厥大军展开决战。定远将军夏人率左骁卫奇袭协力可汗中军，经半日厮杀，大破突厥大军，歼敌11万。哈哈哈！天佑我大唐！那混小子终究没有辜负了朕的期望。此番他是我大唐的大功臣。此战歼敌11万，东突厥可谓元气大伤，短时间内再无力南下骚扰了。只是可惜没能端掉阴山王庭，让协力可汗有了喘息的机会。放心，该是他的，总会是他的，朕不会亏待了他。此番他所立战功，功在社稷，官职留位，一个少不了。胡国公不必牢骚了。魏国公在战报上询问朕，那混小子和左骁卫的去留。申国公，你说说看，你有什么想法？此番大战，想来北方军团损失不会小，短时间内怕也无力北征。夏献子和左骁卫留在北境也没有什么意义，不如让他们直接回来吧。此外，魏国公年事已高，经不住北境的风餐露宿，如今既然大捷，也该让他回朝了。朕也是这个打算。如此的话，便据你旨，命夏人率左骁卫护送魏国公回长安，越国公罗通暂为北方军团统帅，等候旨意。陛下圣明。越国公北境便托付给你了。魏国公放心吧，二弟保护好魏国公。大哥在北境要小心，突厥虽然大败，但是协力可汗并非是那种肯认输的人，而且突厥实力尚存，不可小觑。9月初3，大军凯旋，李靖和夏人率领这1万余骑兵，浩浩荡荡从东城门入长安。魏国公此番辛苦了。为大唐。我大唐以武定天下，大唐之人更是以军人为荣。此次北境大捷，将帅们用心筹谋，军士们拼死奋战。今日大军凯旋，论功行赏。门下天下之本，魏国公李靖运筹帷幄，抵定北境，斩敌首级10余万，功在社稷，特封魏国公李靖辅国大将军，特进上柱国，赐黄金1万两，锦缎500匹，东捉10胡，奴仆300。臣谢恩。定远将军开国县子夏人破襄城，斩敌大将，屠敌精锐2万，后又千里驰援德阳，扭转战局，助魏国公大破突厥，功在社稷，特封夏人进爵定北侯，擢升云辉将军，迎清光禄大夫，驱霍军，赏黄金5000两，绸缎100匹，东捉5胡，奴仆若干。臣谢陛下隆恩。陛下，臣翻阅史书，却是没有看到过哪一朝有赘婿可以封侯拜相，跻身朝堂重臣之列的。照大人所言极是，自古还没有哪位安邦定国封侯拜相的人是赘婿之身。我大唐虽然包容四海，有容乃大，但是赘婿封侯拜相，跻身朝堂，怕会被四方所耻笑。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如今大金刚刚凯旋归来，普天同庆，这等事情难道不可以改日再议吗？此非小事，关系着纲常伦理，当是今日做出决断，不能再拖。
我凭一己之力就攻破了襄城，还斩杀了突厥第一猛将，随后千里驰援德阳，一举剿灭突厥大军。李世民封我为定北侯，然而文官们却说我赘婿身份低微，不配封侯。老越国公的嫡子，我老师的外孙，大唐的定北侯，如何可以一直挂着赘婿的身份呢？若是让天下将士们知道他们的英雄一直做别家的赘婿，这怕是会寒了天下将士们的心。陛下，臣也觉得定北侯这赘婿的身份有些不合适。黑公和高公这是铁了心要让这2个孩子和离了，你们可想过，若是和离，让婉儿如何自处？诸位叔伯姐不要争吵，可否李婉说2句？婉儿，这里不是你说话的地方，你给我退下。父亲容禀，此事终究是因女儿而起，也该是由女儿结束。我知道您是为我好，但是你对女儿的这份好，女儿真的不想要。我与她本就无缘无分，彼此间形同陌路，便是强在一起，也终究不会幸福，到头来只会让彼此痛苦。尘归尘，土归土，一切该是有个了断了。陛下容禀，各位叔伯，还请不要再争吵。强扭的瓜不甜，他非是我心中的家婿，而我亦不是他心中的良配。我与他终究无缘无分。我父亲只有我一个女儿，李家需要我来延续香火，我不可能婚嫁。而他身为老越国公嫡子，更是为大唐立下了汗马功劳，如今更是封侯，更不该为赘婿。既然没有结果，你们又何必强迫我们在一起？不如一纸和离，让彼此解脱。我继续做我的李家大小姐，为李家延续香火，他做他的定北侯，为罗家延续香火。烦请陛下请出3老，写下和离书，还我们自由。李二看着李婉，又向着不远处的李靖看了一眼。好，既然如此，朕就请3老为你们2人写下和离书。谢陛下隆恩。大明宫内，当3老拟好和离书，李婉没有任何的犹豫，签下自己的名字。虾仁蹙眉，最后走了上去，也在上面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从此2个人便再也没有了任何的关系。恭迎侯爷凯旋归府，请侯爷跨过火河。将军归家，火神庇佑，亡魂退却。这不是虾仁第一次从战场归来，只是之前凯旋归来的时候被晾在了魏国公府大门外。这将军归家的仪式，他自然是陌生的。我且问你，此次出征斩敌几何？回阿姆，而北征草原，襄城内斩敌8000，城外斩敌1万有2，德阳斩敌1万余，共斩敌3万余。全场震惊。要知道，如虾仁这般年岁的世子，都还在围场和青楼厮混，而他已经上阵杀敌，更是斩敌数万。上阵杀敌，定邦安国，忠孝两全也。祖宗在上，当心为莫名。窦宪娘亲自为虾仁卸甲。吃过晚饭，虾仁回到自己院子里面，屋内的美婢服侍着他。千里奔袭，杀敌数万，他的手上更是沾染了鲜血，胸中有着煞气的存在，需要发泄。里侧的厢房内，那婉转的声音响起，久久不歇。爵爷，爵爷，太子来了。为我更衣。首先得先恭喜你成功封侯，自此鲤鱼跃龙门。多谢太子殿下。然后便是正事了。可是陛下和娘娘有旨意。吐蕃松赞干布5日前派使者来长安求亲，要结2国联姻之好。陛下什么意思？是不是打算在宗室内选一个女子做公主，跟吐蕃联姻？松赞干布点名要求娶长乐。他松赞干布是什么东西，也配求娶我家长乐妹妹？他配吗？此番是母后让我来问你，可有对策？娘娘倒是给我出了一个难题呀。难道你希望看到长乐嫁到高原上，给那些臭乎乎的吐蕃人做老婆吗？我自然不希望。陛下之所以会考虑这件事情，是因为他有心想要征服整个北方草原以及高句丽，而在这个过程里面，他需要稳住吐蕃，让吐蕃在大唐跟4方开战的时候不会对大唐发动攻击。若是我猜测的不错，不出1年的时间，大唐和吐蕃之间便会有一战。但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和亲的事情拖不了太久。这件事情还得容我想想，这一时之间也想不出什么好的对策来。送走了李承前后，虾仁又回到了书房。老鬼，这件事情你怎么看？主上，你应该是有所想法了吧？我反对大唐和吐蕃和亲，我也不愿意长乐公主远嫁吐蕃。看来主上是对长乐公主有所想法了，只是哪怕公主不远嫁吐蕃，当今陛下也不会将其嫁给侯爷。这些我都明白，咱们暂且不说这个问题，只说吐蕃求亲之事。大唐跟吐蕃和亲，实际上来说，对主上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可是我不想看到大唐跟吐蕃和亲。大唐跟吐蕃的和亲势在必行，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哪怕双方发生了大战，最后依旧还是要回到和亲这条路上。大唐吐蕃是否和亲我不管，只要不是长乐公主就行。这个简单，只需要双方爆发一场大战，
然后大唐彻底将吐蕃打疼了，让他没有了讨价还价的资本，到时候一切都简单了。派人去松州给我盯紧高原，若是一旦发现吐蕃的使者出现，就地截杀。是，主上。第二日清晨，早早的便有人登门了。只一个早上，拜帖和礼物便送来了几十大车。感谢诸位今日能来，这杯酒虾仁敬诸位。定北侯为我大唐浴血厮杀，立下了不世功劳，本王敬你一杯。魏王李泰带头，接着众人便热闹了起来。席间，大家觥筹交错，而身为主角的虾仁少不得要被其他人灌酒。临近黄昏，所有人都喝醉了，只剩下了程初墨和程初良。走，去湖月楼，今晚上继续喝。对，去湖月楼，这么干喝，有鸟的意思。去湖月楼找姑娘。好，去湖月楼。恭喜定北侯成功封侯。谢过公孙妈妈了。几位，今日是在楼上还是在楼下呢？2楼吧，今日只喝酒乐呵，不做诗会。那感情好，几位楼上请吧。恭喜定北侯。嗅着那淡淡的香味，虾仁微微闭上眼睛，或许是酒精在作祟。此时的他心中总是忍不住的生出一丝的冲动来。孟姑娘，你是否愿意离开湖月楼，去过正常人的生活？若是愿意的话，我帮你赎身。能够跟公子相遇相识，已是此生之幸，不敢奢望跟公子能够一生厮守。是在下唐突了，姑娘莫怪。丁北侯，您赶紧去看看，几位小公爷跟人打起来了。你他妈的太傻了！出来单挑啊！你以为我找你啊？单挑啊！你打我！一群未开化的蛮子，也敢跑到长安来撒野，今日也便要给你们些教训。住手！这可是大唐，是长安，岂能便宜了这些蛮人？这些吐蕃人是奉吐蕃王之命来大唐递交国书的，身份特殊，陛下有意缓和跟吐蕃之间的关系。此时我们若是在湖月楼打伤了这些吐蕃人，陛下那里定然会震怒。感尔东赞。阁下何人？此乃我大唐定北侯。本人来长安这些日子，听了不少关于定北侯的传闻，本想着寻找机会见一见侯爷，却没想到今日在这楼遇到侯爷，幸会。堂堂吐蕃大相来我大唐，却藏头藏尾，莫不是有什么企图？吐蕃大相，其在吐蕃的权势比之大唐的丞相来都要大上许多。可以说，吐蕃大相在吐蕃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定北侯说笑了，本相只是仰慕大唐风采，此次来只不过是想亲眼看看这大唐的繁华罢了。是吗？是的。长安不是吐蕃，大相如今既然来了长安，最好是按照长安的规矩来行事。要知道，我大唐的人可不会迁就外族。多谢侯爷提醒，本相记下了。今日乱哄哄的，便不叨扰侯爷了，改日再登门拜访。消息属实吗？应该不会错。那吐蕃大相已经承认了自己的身份，这倒是有意思了。在吐蕃位高权重的大相，竟然隐瞒身份，随着使节团到了长安。我倒是好奇，定北侯是如何认出吐蕃大相的？陛下，陆东赞从未来过大唐，便是我们这些人都不认识陆东赞，而现在虾仁却一眼认出了陆东赞来，这事情过于诡异，不如传召定北侯入宫，让他自己解释这件事情。那便传他入宫吧。吴阙，速传定北侯入宫。是陛下。刚刚入睡的虾仁就这样又被从床上给拽了起来。他已经猜测到李二必然会传召自己，只是没有想到会这般匆忙。臣见过陛下。我去问你，你跟那吐蕃大相可曾见过？回陛下，未曾见过。你既然没有见过他，又是如何认出他的？回陛下，并非是臣认出了他，而是臣猜测的。这些年里，臣虽然一直待在乡野之中，但是也对外族有所关注，特别是吐蕃和突厥。吐蕃大相东赞在吐蕃的地位是超然的，可以说松赞干布之下，整个吐蕃都是由他说了算。此人跟任何的吐蕃人都不同，他虽然身为吐蕃人，但是却很是倾慕大唐文化。松赞干布统一高原后，他便在吐蕃国内大力革新。此番吐蕃派使者来大唐，多半也是这位吐蕃大相的意思。他想要在吐蕃革新，那么势必会来我大唐走一遭，而此番无疑是最好的机会。今晚在湖月楼内，双方发生冲突的时候，我发现连那吐蕃大使都站在此人身后，当时便怀疑他是吐蕃大相了。你应该不会无故关注吐蕃吧？我记得当日在吐蕃的事情上，你可是有一番自己的见解。在四方之内对大唐有威胁者，在我看来，不是突厥，不是西湖，不是高句丽，更不是南越，而是吐蕃。吐蕃不过只是个未曾开化的野蛮部落，兵马不过10余万，实力比之突厥和高句丽来都要不如，为何你会认为他对我大唐的威胁最大呢？
也许现在的吐蕃看上去国力的却比不过突厥和高句丽，但是拥有一个英明雄主，还有一个强臣立心变革。当许多年后，这个出现在高原上的野蛮国家势必会崛起，成为一方强国。所以我认为，在吐蕃变革之前，除掉东赞。胡闹！他终究是吐蕃大相，此番更是随吐蕃使节团来长安递交国书。若是我们动手打杀了他，这让四方各国如何看待我大唐呢？房公说的没错，我大唐乃是礼仪之邦，这打杀他国丞相之事，断然是不可为的。我倒是觉得定北侯说的不无道理。此事应该从长计议，先观望一番，再做决断。陛下，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此番是最好的机会，若是让纳东赞返回吐蕃，到时候再想除去他，便没了机会。你这小子怎么动不动便喊打喊杀呢？我大唐乃是礼仪之邦，岂能做出这等让天下耻笑的事情呢？春秋时期，吴越争霸，吴王夫差打败越国，成为春秋一霸。但吴王夫差好大喜功，并没有除掉越王勾践。勾践卧薪尝胆10年，最后越国大军一击，吴国大败，吴王夫差身亡，前车之鉴啊！陛下，大胆，你这是说朕要做那亡国之君吗？陛下，定北侯失言，不过他也是一心为我大唐着想，望陛下莫要怪罪。是啊，陛下，定北侯之言并非没有道理。这吐蕃大象的确是个祸患，当尽早除去。此事不必多说了。主上，陛下传召你，可是为了那吐蕃大象的事情。我在含元殿内提议除掉陆东赞，可惜被陛下驳回了，还遭了陛下的一番训斥。主上，你有些冒失了。如今的吐蕃在大唐眼中，依旧只是个未开化的边陲小国，高原乃是苦寒之地，便是那吐蕃大象有心革新，也很难速成。所以，对于大唐来说，现在的吐蕃并没有什么大的威胁，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唐的眼中钉肉中刺，只会是突厥和高句丽。此时，虾仁发现自己今日的确有些冒失了。他是穿越者，知道未来发生的事情，所以才会那般想要除掉陆东赞。但是唐王等人可不是穿越者，他们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更不知道这个处于高原上的边陲小国，在未来的某一天会长驱直入，攻破长安城。当下唐王李二想要尽快解决掉突厥，然后对高句丽用兵，所以他想要趁着这个机会，以联姻的方式稳住吐蕃。主上且不可再意气用事，此事还需从长计议。若是此时那吐蕃大象出了意外，怕是陛下会怀疑到主上。你说的不错，接下来加快情报网的建设，尤其是吐蕃那边要尽可能多的安插眼线。是，主上。第二日，唐王在大明宫内召见了陆东赞，两人在大明宫内相谈甚欢。陆东赞代表吐蕃王向唐王求亲，想要迎娶长乐公主为妃，李二并没有拒绝。臣也万万没有想到，这位吐蕃大象会随着使节团到长安。如今他到了长安，此事便难办了。此人真如你所说的那般厉害？此人之才华，比之高句丽的渊盖苏文来，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他最擅长的乃是国政。本宫问你，你之所以这般坚持要除去那吐蕃大象，除了家国大事，是否还掺杂着个人因素？的确，虾仁想要除掉陆东赞，并非只是因为未来的吐蕃对大唐的威胁，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不愿意看到长乐公主嫁到吐蕃去。长孙皇后坐在那里，看着沉默不语的虾仁，心中便也就明白了。你们是什么人？我是来取你命的人，保护吐蕃使者。吴阙公公，你可知道陛下此时传召我是有什么事情？该是跟那吐蕃大象被刺的事情有关。此时陛下正在木头上，定北侯当心了。臣见过陛下。朕问你，刺杀东赞的那些人是不是你派去的？臣冤枉！臣近日里都待在自己府内，只今日出城去了南山的庄子，回来后便听说东赞遇刺。莫要给我耍小聪明！你敢说你不想除去东赞？臣是主张除掉他，但此次的暗杀的确不是臣所为，而且臣若是真要除掉他，大可以亲自出手，他根本没有活的可能。你既然说不是你，那你便去查查是谁干的。若是查不出来，朕便要治你的罪。陛下还是治臣的罪吧，这种事情又哪里查得出来呢？朕当真不敢治你的罪。臣不敢，只是这件事情，臣真的不知道该从何处调查，更调查不出结果。陛下，定北侯虽然是以军功封侯，但他终究是礼仪人，想来是不会做出这种事情的。是啊，陛下，那吐蕃大象遇刺，有嫌疑的人很多，便是臣也是有嫌疑的。
陛下，那些杀手都是死士，根本没有任何身份信息，就算是调查，也调查不出任何结果来。朕今日警告你，不要去碰陆东赞，离他远远的。若是让朕知道你对他有什么不良意图，朕定然不会轻饶了你。是，陛下。看你这不情不愿的，是不是想要违抗圣命？臣不敢。你最好不敢。行了，你退下吧。臣告退。虾仁离开大明宫后，没有逗留，直接回了侯爵府。而此时长乐公主早就在府内等候多时了。见过公主殿下。你们先出去，我有话跟定北侯说。是，公主。虾仁，我不想去吐蕃。我也在想办法。此番暗杀已经失了先机，今后怕是再难成功。公主，联姻之事还没结论，便是真的联姻，也未必会是你。如今宫中到了出阁年龄的公主，便只剩下了我一人。若父王真的决定跟吐蕃联姻，没有第二选择。容我再想办法，定然不让公主去那吐蕃。虾仁近来都在做什么？启禀娘娘，定北侯近日来都待在府内，并不曾外出。长乐这2日都在忙什么？启禀娘娘，公主昨日去了定北侯府，回来后都没怎么吃东西，整个人都消瘦了。我让你找的东西找到了吗？已经找到了，只是那东西。行了，去准备吧，有什么后果我来承担。是，娘娘。这一日下午的时候，长孙皇后派人传虾仁进宫。孙姑娘，这应该不是去清秀宫的路吧？皇后娘娘在公主的居所，侯爷便随我一起过去吧。刘嬷嬷，母后这么匆忙的寻我，是有什么事情吗？娘娘那边有些事情要处理，定北侯在里面，烦请公主先帮娘娘陪侯爷坐一会。刘嬷嬷，太子去了清秀宫，娘娘让奴婢带话，先请公主陪侯爷小坐一会，他随后便来。这桂花糕是小厨房刚做的，娘娘让奴婢带过来，让公主和侯爷尝尝。你便回清秀宫去服侍娘娘吧，这边有我照看着。是，奴婢告退。清秀宫的小厨做的糕点最是有名，公主和侯爷都尝尝吧。母后宫内做的这桂花糕，我最是喜欢，定北侯也尝尝。公主、侯爷，你们先吃，我出去看看。嬷嬷去吧。等到刘嬷嬷离开后，这房间里面便只剩下了虾仁和长乐公主2个人。这屋子里面怎么突然间热了？清河。此时此刻，虾仁的神色微变，因为他察觉到了异样，身体之中说不上的燥热涌上来。再看对面的长乐公主，脸颊绯红。公主，你没事吧？突然头晕了一下，不碍事。不对，这桂花糕有问题。对于女人，她也有需求，但是还没有到那种饥不择食的地步。她更不是那种只靠着下半身思考问题的生物。可现在身体之中那种本能的冲动和欲望却越来越强烈。公主，近日的事情我真的一无所知，若是发生了什么，还请你莫怪。清雅居内一片的寂静，不知道过了多久的时间，虾仁和长乐公主方才醒来。公主，你不要说了，我知道今天的事情，不怪你。混蛋，你进去！事已至此，全凭陛下发落吧。最起码经此遭，公主也不用再去吐蕃了。陛下，此事关系着皇家脸面，不宜闹大。哼，公主、侯爷，陛下在外面等着呢。吴阙公公稍等，别愣着了，出去听候父王的发落吧。将这个狂悖之徒给朕拿下。父王，今日之事错不在虾仁，在女儿，是女儿传他入宫的。你个孽障，你竟然做出这等不耻的事情来，你对得起朕和你母后吗？我不想嫁给那个吐蕃王，我只喜欢他，只想跟他长相厮守一生一世。孽障，朕今日便清理门户。父王，都是女儿不孝。虾仁举止无度，免去云辉将军、银青光禄大夫的官职，夺其护军勋级，廷杖60。父王，您这是打算要他的性命啊！60廷杖，便是健壮的将军也吃不住。他如今伤势在身，这60廷杖下去，他如何能活？臣愿意领责罚。皇后今日的药喝了吗？今日事情本就多，娘娘刚准备喝药的，可听到这边的动静，便匆匆赶了过来。混账东西！你母后抱恙在身，还得拖着病体为你们跑动。陛下，不妨事的。定北侯如今有伤在身，那60廷杖能否等他的伤养好了再打？罢了，公主长乐不敬孝道，自今日起幽禁清雅居，没有旨意，不得外出半步。你们莫要怪我，女儿知道母后这是为了我好，便是被父王责罚，女儿也无任何怨言，但她又有什么错，要遭这无妄之灾，平白被卷入其中？因为只有他配得上你，也只有他是你这些年里唯一心动过的男子。虾仁，今日你受的委屈，来日本宫定然加倍偿还于你。我乏了，要回宫去了。长乐，你便安心在清雅居待着，我会让你父王改变主意放你出去的。至于虾仁，你便在家里休息些日子吧。
侯爷，趁着天还未亮，赶紧出宫吧。麻烦公公了。虾人扭头看向长乐，长乐强挤出一抹笑容来，两人互相点了点头，随后虾人便随吴却离开了。只此一次，下不为例。皇后要我筹划，将公主可能远嫁吐蕃的可能全部都扼杀在萌芽状态。臣妾考虑再三，也只有这唯一的一个方法，才能彻底绝了陛下让公主和亲的念头。李世民怎么也想不到，虾人竟然和长乐公主滚了床单。更让他惊讶的是，这件事情的始作俑者竟然是长孙皇后。你有没有想过，今日的事情若是传出去的话，长乐今后又如何自处？万幸虾人没有让长乐一个人承担，否则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定北侯是个真英雄，哪怕是自己受了委屈，他也不会让公主受委屈的。所以哪怕事情传出去了，顶多也就是两个年轻男女惺惺相惜，情不自禁，偷尝禁果罢了。臣妾观察这许多日子，看得出来，公主是对定北侯有好感的。两权相利取其重，两权相害取其轻。此番事情发生，公主再不可能和亲。但你要知道，他跟虾人是不可能的，尤其是此番事情发生后，以陛下的脾气，更不可能让他们两个在一起。而以长乐的性子，既然已经跟虾人有了夫妻之实，他肯定不会再委身他人。难道要他孤单一辈子吗？定北侯是个重感情的人，哪怕他们之间不可能再有夫妻之名，想来他也不会辜负了公主的。罢了罢了，便是不嫁人，也比远嫁吐蕃好。虾人是个有心的孩子，想来也不会辜负了长乐。武才人，既然你帮本宫解决了燃眉之急，本宫答应你的也会兑现。本宫这身子怕是也坚持不了多久，今后这后宫之内也无人再能维护你，你好自为之。记住恪守本身做人，不要被自己的小聪明给害了。婶婶，难道便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那神医孙思邈不是无病不能医吗？咱们便将他再找回来，让他给您医治。当年孙思邈曾给我诊断过，说我岁不过30，这些年里靠着他留下来的方子支持着，又偷活了15年，我已经知足了。到如今，我这身子看似跟常人无异，可实则已经油尽灯枯。便是那大罗金仙在世，他也无法再给我续命。时候不早了，我也困了，你回去吧。你给关外去个消息，不管用什么办法，找到神医孙思邈，将他请到长安来。是，小姐。主上，你糊涂啊！在这大事之中，想要安身保命，怎能有妇人之仁呢？事已至此，多说无益。这件事情，我总觉得不是出自于长孙皇后之手。据说宫内的武才人为人聪慧如妖，行事也颇为极端，而且这武才人家中跟长孙皇后有旧，其人对长孙皇后很是敬重。皇后终究是太着急了，朕又如何会将我的长乐嫁给松赞干布呢？娘娘这是关心则乱，可臣总觉得今日的事情并非出自于皇后之手，反而更像是武才人的手笔。若非皇后点头了，他武才人哪里敢如此射击那2个孩子？张亮那边可有消息？云国公那边暂时还没有消息传回来，不过云国公行事稳重，尤其是在兵事上更是果决。若是那吐蕃真的趁机来袭，他定然也不会吃亏的。皇后的身子一日不如一日，朕当年曾跟她说过，要完成隋炀帝当年未完成的事情，成就那千古伟业，所以2年之内必须彻底的平定北境，在1年的时间整顿兵马，征伐高句丽。到目前各地的新兵招募，总共招募了有多少人？兵部那边今日清晨来报，到昨日各地总共招募新兵就98000人。告诉兵部快加新兵的训练，朕给他们半年的时间，半年之后这些新兵必须成军。是，陛下。还有这些新兵在训练结束后不补充任何一位，朕要另组一位。是，陛下。你们先退下吧，我有事情要跟虾儿说。阿娘是知道了什么？那日宫中的事情，虽然陛下和皇后极力隐瞒，但若是仔细查看，再推敲一番，便也能猜测个七七八八，让阿娘担忧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如此也好。只是你要记住，你跟长乐公主之间定然没有可能。这些日子里，我相看了好几家的姑娘，从中选了2个相貌品行都很不错的。趁着这些日子你赋闲在家，我带你去相看一番。阿娘，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再等些日子再说吧。我知道你心里头肯定记挂着长乐公主，还对她有念想，但是你要明白，你跟她决然没有可能。哪怕你再立下泼天的功劳去央求陛下，陛下也不会答应。听阿娘一句，随我去相看这几家姑娘。阿娘，再给我些时间，最多1年的时间，1年后一切都听您的安排。只1年的时间，到时候你若是还如此，我定然要将你小姨2口子寻来，说此事。定北侯，陛下召您即刻入宫。臣见过陛下。
朕告诉你，若是换做当年，朕早就砍了你。别整日里无所事事了。兵部已经完成了新兵的招募，如今正缺一个练兵的主将，你去吧。陛下，眼下臣就要受纳60廷杖了，这受了廷杖，怕也得有个1、2月的休息才能站起来。军情紧急，不若这练兵的事情，还是让其他长辈们来吧。那60廷杖先记着，朕给你3个月的时间，3个月内若是新军无法成军，到时候再加60廷杖，总计120廷杖。若是3个月内新军成军了，那60廷杖是否可以免了？哼，练好了再说。陛下，您这是打算让定北侯做这第17位的主将？怎么，你觉得不妥？定北侯能文能武，精通兵法韬略，前2次大战立下赫赫战功，在军方中也奠定了自己的地位。他为一位主将，绰绰有余，只是他的年龄是硬伤。他既然2次立下赫赫战功，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年龄小又如何？别说他已经成年，便是还未成年，只要他有能力，朕便敢用他。定北侯文韬武略，但是却并不懂得练兵，臣觉得还需要一个老成持重的老将帮他盯着点。不需要，朕觉得他能行。吴缺，你去将清雅居外的护卫撤掉，告诉长乐幽禁依旧，他可以在宫中走动，但是不能出宫，尤其是不能跟那混蛋小子有任何往来。是陛下。恭喜主上，贺喜主上。说说看，这里面是否有什么大的文章？自然是有大文章，而且还是天大的文章。就我这些日子里的观察，陛下怕是要重组一位。若是主上能够在规定的时间里将这一位训练出来，到时候主上不仅可以官复原职，而且还能够更进一步。此时说这些还为时尚早，还是等将这支新军训练出来再说吧。李世民怎么也想不到，我竟然和长乐公主滚了床单。为了将功赎罪，李世民让我训练10万新兵。末将见过大将军。郑将军，当下营中新兵总计多少？回大将军，当前营中新兵总计98653人。目前营中老兵有多少？目前营中老兵共有5000，都是今年训练兵丁的老兵。郑将军开始吧。冠军大将军下人令：自今日起，军中凡临阵不听号令者斩，临阵退缩者斩，诈功冒赏者斩，逃亡者斩，装病者斩，坚守松懈者斩，贻误战机者斩，首领战死兵丁不前者斩，失火误事者斩，抛弃军械者斩，泄密令者斩，烧抢奸淫者斩，造谣惑众者斩，惊呼扰军者斩，打架斗殴者斩，违抗军令者斩，营业离营浪游者斩，官声纵兵扰民者斩。吾等黎明。此地是终南山，方圆50里没有任何人烟。明日早时之前，我要在长安城南门见到你们。身上的装备不能少了一件，你等身上没有财货，不得打劫作恶。最后，此乃教考，各自施为，准时到达者享受好酒好肉，超时或者未到者淘汰。此地离长安200多里地，背负着这一身重铠和装备，还没有吃的，4个时辰怎么回到长安城？夏将军倒是可以骑马，让咱们徒步，他是脑子却根筋吗？我看他是对我有意见，存心报复我。屈平央，此次考核再加20里地。你们这些混蛋还愣着做什么？难道想挨鞭子吗？你跑得比老娘们还要慢，不如回家种田吧。各种骂声在各处响起，带甲负重越野奔行，这对于普通人来说是一种可怕的挑战。但是唐人尚武，很多人从小便练武，体魄要强于很多时代里的人。屈平央才走了一半，你就走不动了，你也太弱了。哼，看你累得跟狗似的，你还说我还早着呢。随着路程的推进，侯文新在坚持行进的同时，突然一个踉跄摔倒在地。侯文新，你没事吧？你的腿怎么了？侯文新有问题吗？没问题，赶紧给我站起来。为了最后的胜利，两人绝对扶持着一起前进。经过强大的训练和忍耐，9万余新兵，4个时辰内到达的只有2000人。特种府程处亮报道。特种府甘你良报道。特种府侯文新报道。特种府屈平央报道。很好，你们是9万新军的佼佼者，你们将会接受更严酷的训练，凡是通不过考验的都将被淘汰出局，而通过考验者将会成为真正的强者，你们害怕吗？定北侯不愧是定北侯，如此短的时间便跟新兵们打成了一团。我观看各处训练，虽然新兵们都很累，但是却很少有人抱怨的，以前这是根本不敢想象的。是啊，这些个年轻人一个个的虽然累得跟狗一样，但是训练的时候却都嗷嗷叫唤。看来我们都老了，未来这大唐军队是属于年轻人的。虾仁练兵可还顺利？很顺利，听说新军训练已经走上了正轨。你未来可有什么打算？你父王是不会允许你跟虾仁在一起的，难道你就打算就这么一直跟他牵绊下去？
母后，女儿想好了，若是父王真的不允许我跟他在一起，那么我便一世不嫁。你父王肯让你一世不嫁吗？他定然会给你指婚的。我的身子已经给了他，我跟他有了夫妻之实，要我一女侍二夫，那不若杀了我。你若真的坚持，那便出宫去吧。我未婚，又如何能够出宫呢？便是我想出去，父王也不会答应的，总是会有办法的。娘娘，公主午膳好了，端进来吧。今日这烹煮的嫩羊肉最是可口，奴婢记得公主最喜欢吃这烹煮的嫩羊肉，今日可要多吃些，补补身子。长乐，你多吃点，最近在宫中人都消瘦了不少。长乐，你先吃，娘先出去一下。娘娘，不要说了，此事记住，不要让外人知道。你去弄些滋补的药食来。娘娘，这怕是不妥。我的时日无多了，我不想再让我的女儿遭罪，更不想让她难过。她若是铁了心，认定了虾仁，今后也能有个依靠。可是人如何看他们呢？那便是他虾仁的事情，以他那深沉的性子，又如何能让他吃亏呢？侯爷终究是要成婚的，那个时候，便是侯爷有心想要维护公主他们，怕是也分身乏力呀。当初我既然选定了他，便相信他不会让长乐吃苦的。高公，你觉得如何？老臣这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臣本来还担忧定北侯不懂练兵，可如今看来是臣多心了。此书一出，从此我大唐练兵便有本可依，便是没有熟懂练兵之法的人，也可以参照这练兵册，按部就班的训练新兵了。定北侯便算此书东在社稷啊，而且他还主导在军中建立小学堂，教导军中的校尉们识字，这却又是为何？侯爷说了，军官若是不识字，又如何读兵法韬略？不读兵法韬略，又如何能够进步？这些日子来，臣日日思量，觉得颇有道理。便是侯爷也时常到小学堂内做讲师，给校尉们讲解兵法。便是臣也每日去听，受用颇深。你是说定北侯也做讲师，教导兵法知识？是的，看来定北侯的想法很多啊，见解也远超常人。各位怎么看？臣觉得定北侯的话颇有道理，的确，校尉将军们是应该识字，也该学习兵法韬略。臣也觉得是如此。这些日子来，臣也在关注新军训练，短短1月的时间，10万新军便已经有了模样，这在过去是很难想象的。而且新兵们很少会有怨言，这也是过去不曾有的。陛下当初钦点定北侯为新兵训练主将，的确是明智之举。臣最是好奇的是定北侯亲自训练的那2000新兵，他是否也想如战国时期的魏国一般，训练一支以1当100的精锐部队？臣之前询问过侯爷，问他是否要将这2000军中佼佼者训练成如魏武卒那般的精锐，但是他只是玩味一笑，说是等到这支部队训练出来便知道了。显然侯爷不仅仅只是想要将这2000人训练成如魏武卒那般的精锐，而是有更大的野心。哈哈哈，诸位把他吹得这么神，那就摆架去新军大营看看。你不行了，我行，放下来吧。我不放。你来这里吃这个苦干嘛？不放，我要进特种府。你不是那块料，我就是那块砖。侯爷，陛下来了。微臣见过陛下。免礼。唐在本子上记得什么？启禀陛下，这些军中司马所记录的，都是这些新兵在泥沼搏斗中的成绩。唐王李二接过本子来，打开，仔细的看起来，在这本子上面是一个简单的表格，表格里面记录着每一个人的名字，名字后面是一些不同科目的成绩。这个想法很不错，通过综合的成绩来进行人才的筛选，不错，很不错。魏国公，你觉得这些兵士如何？虽然是刚入伍的新兵，但是从表现来看都很不错。若是能够有半年时间的训练，定然能够成为好兵。若是再能接受战场的洗礼，那么成为军中精锐不是问题。定北侯花费这般大的心思，甚至不惜亲自训练他们，想来不仅仅只是想将他们训练成为军中精锐了。没错，这里也没有外人，别藏着掖着了。兵王，我要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打造成兵王。何为兵王？兵中的王者是为兵王。这不就跟战国时期魏国打造的魏武卒一样吗？魏武卒每一个都识字吗？魏武卒全部都精通弓马骑射吗？魏武卒懂得情报刺探、伪装、暗杀吗？能够成为兵王，便必须具备全方面的能力，懂得所有战场生存的技巧，更要能够在不可能去的情况下取敌首级。更重要的是，他们要能够渗透到敌人后方去，以极少的人数给敌人带来最大的破坏。这有可能吗？事在人为，这世界上是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不可能的，只要你肯去做。也是，反正也不损失什么。就算他们成不了兵中之王，在不济也能成为如魏武卒那般的精兵吧。
定北侯，方便带我们参观参观你这新军军营吗？陛下请，各位长辈请。各府各团的演武场内，新兵们正在进行操练。至于操练的项目，自然各不相同。这个不错，可以在军中推广。这个也很有用，也有必要在军中全面推广。还有这个也有必要推广。哈哈哈，你小子还真是鬼点子多，朕就知道你能行。皇子们如今也都在学习兵事，回头闲暇的时候，你跟他们多走动走动，也给他们讲讲兵事。若是诸位皇子想要学习兵法韬略，臣倒是可以在宫中开办一个小学堂，专门为皇子们传授兵法韬略。在皇宫内开设学堂就免了，回头让他们来军中听课吧。我听闻定北侯近日来到处招募年轻大夫，却不知道这招募年轻大夫是要做什么。晚辈打算在各府都建立一个医疗队，用来做战场的救治。你也曾经历过2次大战，当时那种情况下，哪怕是有大夫，你觉得那些重伤的伤员能够活下来吗？很多伤员其实并不是死于伤痛本身，而是因为伤口没有得到清理，最后导致伤口溃烂。在我看来，只要能够将伤口清理，将里面不干净的东西清除掉，再配合些好的治愈伤口的药物，伤员的存活率是会增加的。经过特殊处理的烈酒是可以清除伤口的异物的，这我已经试过了，效果还是很不错的。此外，便是伤口的止血，使用干净的针线缝合伤口，就跟合衣物一样，可以最大程度的止血，同时提高伤口的愈合。倒是有些道理。哈哈哈！你小子真是我大唐的福将，今日起官复原职，另赐封虾仁为冠军大将军。谢陛下隆恩，下面陛下请上演武台阅兵。哈哈哈！阅兵，你小子总是能给朕搞出点新花样。好，咱就看看你的兵。哈哈哈！不错，很不错。短短1个月的时间便能够有如此成果，的确很不错。他们口中吹的那是什么？那是晚辈让家中工匠打造的一种发号命令的小玩意，我称它为哨子。臣觉得将定北侯放在军中有点屈才了，该将他放在工部。以他的脑袋，想来一定能够制造出许多的好东西。他若是放在工部，那才是大材小用呢。他是天生的军人，就应该从军，就应该上阵杀敌，建功立业。你们这些文官，今后不要再打他的主意，否则的话，莫怪老夫跟你们翻脸。这话或许是说冲着长孙无忌去的，但是未必不是说给唐王听的。别说是长孙无忌了，便是身为皇帝的他，也是有些害怕高士廉的。当年玄武门之变，说是他一力主导，可实际上从头到尾都是这位两朝老臣在布局。这玩意虽然小巧，但是却很实用，很有必要在军中大规模推广。是有必要推广，哪怕就算是在战场上，这哨子也很实用。哈哈哈，这哨子朕便拿回去了，回头让工部仿制一批。回头你若是再造出了这类的好东西，记得给兵部那边送一份。启禀陛下，宫中有变，长孙皇后病情加重，现在已经陷入昏厥。赶紧回宫。陛下，臣略懂医术，不如让臣一起回去吧。好，夏爱卿你也随朕回去。陛下，臣妾有话跟你说。你该歇着，有话明日再说吧。臣妾怕若是今约不说，便没机会了。你们都退下。长乐，你也先出去，我跟你父王有重要的事情说。二哥，臣妾要走了，不能陪在你身边了。临走前，臣妾有几句话想跟你说。观音婢，你说。贤儿性子沉稳，是个好孩子，但是有时候却有些偏执。臣妾一直担心他受人蒙蔽，做出什么大不敬的事情。臣妾只希望，若是有一日他犯了错，陛下能念在臣妾的份上宽恕他。好，朕答应你。朱雀为人聪慧，但是性子有些跳脱，并非是一个好的储君人选。四子的身子不好，臣妾只希望他能够开开心心的生活。若有朝一日他有什么闪失，便将他葬在臣妾的坟旁。观音婢，你和四子都会没事的。朕派人去找孙思邈，他一定有办法。陛下，长乐和定北侯是无辜的，千错万错都是臣妾的错。臣妾希望陛下不要再怪罪他们。臣妾知道，陛下为了大唐的安定是不会让他们在一起的。但是长乐的性子，陛下该是清楚，一女不传二夫。他既然跟虾仁有了夫妻之实，他定然是不会再许身他人。况且他已经有了虾仁的孩子，若是陛下指婚，只会逼着他走上极端。皇后，你糊涂啊！事已至此，比起什么脸面了，臣妾更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够幸福安稳地过完一生。前朝有先例，王夫的公主若是不愿意再婚嫁，可封为国夫人，封地若干，享一世荣华。让她出宫去一处远离长安的地方，安安静静的跟她的孩子过完这一生吧。二哥，做个圣君，做个人君。
宽待你的臣子，莫要轻易动屠刀。臣妾要走了，不能再照顾二哥了。管阴币，你不会有事的，朕不要你死，你不能死。陛下，定北侯说他有治疗皇后娘娘的办法。快宣他进来！李世民怎么也想不到，虾仁竟然把新兵训练成了特种兵。为此，李二封他为冠军大将军。可在刚刚却传来长孙皇后病危的消息，而此时正好武神聊天群里也响起扁鹊入群的声音。陛下，皇后娘娘的病症臣已有了解，乃是先天性遗传哮喘病，从母胎之中带出来，因这段时间情绪失调、劳累过度，导致病情加重。那还能救吗？自然是有的，只要我施展针灸，疏通脉络，然后再辅以汤药，让皇后娘娘恢复气血通畅，自然会药到病除。好，好，好，虾仁，你要是能治好皇后，朕必有重赏。怎么可能？定北侯这竟然是传说中的气运颤针。等待1个时辰之后起针，长孙皇后阻塞的经络会全部畅通，到时候再辅以汤药调养一阵，便可痊愈。敢问定北侯，此针法为何名？此乃七星针法。什么？竟然是传说中的七星针法？刘太医，何为七星针法？相传七星针法乃神医扁鹊观天上北斗七星领悟出来的绝世针法，能够从阎王爷手中抢人，争夺性命。原本老朽一直认为这仅仅是一个传说，没想到竟然真的存在。神医在上，请受老朽一拜。刘太医不必如此，一个七星针法而已，准备一下，待会我起针的时候，长孙皇后可能会有淤血吐出。观音币感觉如何？陛下，臣妾感觉呼吸前所未有的畅通，之前的憋闷感、窒息感全部消失不见。太好了，连孙神医和宫廷御医都束手无策的病症，竟然一下子就治好了。陛下，皇后娘娘病症还没有完全康复，这段时间必须静心调养，不能受到任何刺激。对，观音币你就好好养病，朕什么都听你的。陛下，臣妾有一事相求。好，朕什么都答应你。陛下，臣妾想单独和你说。你们都退下吧。陛下，虾仁救了臣妾的命，又和长乐有了夫妻之实，现在还怀了虾仁的孩子，恳请陛下把长乐嫁给虾仁。虾仁治好了你的病，朕其实也想把长乐嫁给他。隔日早朝，朕就让礼部挑选一个好日子，为他们2人赐婚。臣妾谢过陛下。贞观16年，暴雪整整下了2日，整个长安都成为了一片冰雪世界，白雪皑皑。军营的训练照常进行着。陛下，全国多地发生雪灾，目前总计有69县受灾，受灾百姓上万人。当务之急便是救灾，各位爱卿可有办法？陛下，这是定北侯于今日清晨送来的奏本。倒是他有心了，便是在训练新军的时候，也不忘关注民情。虾仁请旨，率新军救灾，诸位觉得如何？陛下，臣觉得可行。新军虽然初见，但是定北侯治军有方，如今新军已有成效，可以用，也可通过此次救灾，看看定北侯训练的成果。臣也觉得如此。既然你们都这般认为，那便准了他的请旨，让他率领新军奔赴各地救灾。还有一事，朕想了许久，正好今日诸爱卿都在，朕想听听你们的意见。虾仁为我大唐屡立战功，更是治好了皇后的气急，正好朕的长公主长乐已经到了出嫁的年龄，朕想等虾仁救灾回来以后就赐婚。众爱卿以为如何？陛下，定北侯2次大破突厥，更是把大唐军队训练得如此强大，如今被封为冠军大将军，那是众望所归。对于陛下的决定，俺老臣佩服的5只投地啊！臣附议，臣附议。好，既然诸位爱卿都同意，礼部选一个吉日，把日子定下来。此次虾仁还治好了皇后的病，等虾仁赈灾回来以后，朕再一起重赏。陛下圣明。我们是谁？人民子弟兵。在百姓和国家最需要我们的时候，该怎么做？听朝廷的话，跟朝廷走，能打仗打胜仗。有没有信心？接到李二的圣旨，虾仁把新军分为若干部，前往各地救灾。末将见过大将军。说说山西东道的灾情吧，此次有多少人受灾？启禀大将军，整个东道18县无一例外全部遭灾，受灾的百姓多达数万人。现在马上停止开设粥厂赈灾。大将军，这是为何？开设粥厂来赈灾，或许目前看来是一种最好的赈灾方法，但是那些受灾的人一股脑的涌入粥厂，每一日里便只会守在粥厂内外，等着领那一碗稀粥。闲来无事的时候，这些个灾民便会滋事，赈灾往往会养出一群游手好闲、不劳而获的人来，到最后受灾的人整日游手好闲，坐等着朝廷的饭食，而救灾赈灾的事情便全都落在了朝廷的身上。
那我们该怎么办？这是赈灾策，朝廷出银钱粮食，引导灾民劳作，而灾民也通过劳作来获取银钱粮食，从而达到一种双赢。在赈灾的过程里面，朝廷方面只需要负责引导灾民劳作，按照灾民工作量来分发银钱粮食。也就是说，朝廷只是出了部分的银钱粮食，就完成了赈灾。灾民们每日劳作，既可以修缮家园，又可以领到银钱粮食。这些个灾民每日有事情可以做，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无事生非。这赈灾策该是大将军亲自编纂的吧？长史可觉得有什么不足的地方？都言大将军才思敏捷，乃百年一出的大才。不管是练兵策还是这赈灾策，都是古今一出的奇策。大将军在这赈灾策中提到的以工代赈，在下官看来，真乃奇思妙想，开古今之先河，该全国推行。今后赈灾都应以这法子。此番赈灾便由你全权负责，至于所需官员，你自行选择。下官定然尽心完成赈灾，不辜负大将军的信任。随着赈灾工作的开始，那一座座的府库打开，源源不断的粮食被运送出来，所有受灾县的灾民被召集起来，以工代赈，取得了极好的效果。以工代赈倒是个新鲜词，虽然是个新鲜词语，但是用在赈灾中效果不错。比起我们以往的赈灾方式来，这以工代赈的方式的确要好许多。那混小子也不知道怎么会有这般多的奇思妙想，而且这些个奇思妙想还总是能够收到奇效。他去山西东道，朕还担心他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被下面的那些家伙坑骗。如今看来是朕多虑了。短短几日的时间便能打开局面，如今别的地方的赈灾才刚刚开始，而山西东道赈灾已经全面展开了。看样子月底山西东道那边的赈灾便能够结束，便是无法彻底结束，但也进入收尾阶段了。哈哈哈，好，现在朕都不知道该赏他什么了。腊月13，年关越来越近，山西东道的赈灾工作逐渐进入尾声。回到长安的时候，已经是腊月17了。臣见过陛下。此次山西东道赈灾，你做得很好，尤其是你提出的那以工代赈的方法，很合用。新军各部在这次赈灾中表现也很不错，足可见你治军有方。这是臣该做的。此番你去山西东道赈灾有功，封虾仁为冠军侯，掌管3军。明年长乐和虾仁两情相悦，朕就亲自为你2人赐婚。礼部看了说，3天后的日子就不错。臣谢陛下隆恩。万众瞩目的长乐公主大婚终于来了，虾仁的迎亲队伍很早就出发了，浩浩荡荡绵延一路，从定北侯府到长安的路上全部都是围观的人。驸马爷来了，这可是咱们大唐的第1位驸马爷啊！驸马爷今日更显英俊，咱们长乐公主有福气喽！明明是驸马爷迎亲，不知道为何我却如此激动。今后我若成婚，也当这般气派。强喜包喽！驸马爷大婚，大家伙沾沾喜气。恭贺驸马爷大婚，早生贵子，给驸马爷道喜了，感谢驸马爷的喜包。驸马爷大喜，这喜包塞的碎银都赶上俺1年工钱了。迎亲队伍终于过了朱雀门，进入了冗长的承天门街。街道两旁站满了小宦官与小宫女。皇家大喜的日子，规矩总归要放一放，一切以热闹为主。驸马爷来接公主了，大家伙赶快要洗钱！哈哈哈！驸马爷果然俊朗，仪表堂堂，与咱们公主正式般配。祝驸马爷新婚大吉！下人，朕可是将最疼爱的闺女交到你的手中了。长乐可是朕与皇后捧在手心中的明珠，你2人成婚之后，你小子若是敢对她不好，朕绝不轻饶于你。陛下，大喜的日子，您说这话作甚？虾仁这孩子明事理，懂事的紧，他怎么会欺负长乐？倒是长乐不要耍公主脾气才是。岳父岳母放心，立志嫁给我，我一定让她成为全天下最幸福的女人。好小子，朕果然没有看错你，有担当。去吧，别让长乐等急了。驸马爷驾到，里面的人赶快将门打开。开门可以，你们将私带来的吗？做事没私，我是不会让你们进来的。我当是什么是崔庄师啊？驸马爷来一首。好，那虾仁便献丑了。何处秋深好，秋深曲富家。2行龙里竹，1树扇间花。宾拜登华喜，亲迎仗显车。崔庄师未了，星斗见倾斜。好诗，虾兄文采丝毫未减，这崔庄师傅的有滋有味。不对，驸马爷该不会是提前备好的崔庄师吧？这样，我们让驸马爷再来一首。没错，大姐夫肯定取巧了，再来一首才算数。无妨，不过是再来一首罢了，这有何难？不知今夕是何夕，催促阳台进镜台。谁道芙蓉水中重，青铜镜里一枝开。这就是我的新娘。夫君，请长乐公主上轿。嘿嘿，这儿咱们回家。给长乐公主升轿，起轿。陛下，长乐出嫁了。爱妃放心吧，依虾仁那个兔崽子的脾气，不会让咱们闺女吃亏的。跟了虾仁，也总算没有亏待了咱们的闺女。
皇后莫哭了，你瞧瞧朱雀大街上的人，怕是整个长安的人都在庆贺这场盛大的婚礼。朕今日才真正体会到了万人空巷这几个字的意思。今天真是热闹啊！朕还从没听说过一场婚礼能引起这么大的轰动呢。热热闹闹当然好，不过臣妾还是更希望虾仁和长乐能够过得和和美美。一定会的，别忘了虾仁可是皇后你选的，而且你还说过虾仁和长乐那可是天赐良缘。就是臣妾当然明白，臣妾只是心中不舍。长乐就在长安，你什么时候想长乐了？她随时都能入宫来呀。长乐公主出嫁，李世民的嫁妆自然不会少。虽然早就知道皇帝为长乐公主准备的嫁妆超乎寻常的多，但是真的见到的时候还是忍不住震惊。小姐已经1000多车了，还没看到末尾呢。还早着呢，后面肯定还有马车，还有仆从。不得不说，陛下这次倒是大方得很。是的，长乐公主要嫁的人可是定北侯啊！听说原本陛下定下了长乐公主的嫁妆礼单，朝中的魏征魏大人，还有一众御史，还颇有微词呢。不过后来也偃旗息鼓了。那是当然，定北侯不仅2次大破突厥，还治好了皇后娘娘的病，最近还带领新军赈灾，立下了那么大的功劳，却没晋升国公，当然要多给长乐公主陪嫁。来了来了，快放烟花！合锦礼已成，定北侯该挑盖头了。夫君，娘子叫的甚是好听啊！夫君，那我们就……娘子，眼下你已经有了身孕，为了你和我们的孩子，暂时不宜同房啊！娘子，你想飞天吗？飞天那不是神仙才可以做的事情吗？走，我带你看看最美丽的长安城。大婚之日，虾仁做了孔明灯放飞许愿，还做了热气球和长乐府看整个长安城的夜景，真是太幸福了。夫君能嫁给你，真是太幸福了，好想就这样和你一起在天上飞着。好啊，你什么时候想飞，我都陪着你。快看天上，那是定北侯和长乐公主在飞天。难道定北侯真是天神转世？飞天不是只有神仙才能做到吗？这真是太震撼了！定北侯和长乐公主真是一对神仙眷侣，太让人羡慕了。陛下快看，那是定北侯和长乐公主。长乐和虾仁怎么飞天了？这简直就是神兵利器啊！有了这个，岂不就等于神兵天降？还有什么城池能守得住？哈哈哈，这小子总是能给朕出点新花样。报，北境急报，突厥南下侵扰苏州。突厥人想要在此南下解决族内危机，就必须要选择大同。而以大同当前的兵力来说，若是没有准备，稍不留神就可能被突厥人攻破。你们的意思是现在就对大同增兵？江夏郡王的能力摆在那里，便是兵力有一定差距，但是依仗着大同城，守个1-2月还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重点是得通知江夏郡王，让他做好准备。臣担心的是，突厥人会选择放弃大同，绕道南下，竭力可汗是个聪明人，他此番南下的目的不是攻城略地，不是跟大唐军队发生战争，而是劫掠。这么说来，必须往大同增兵了。不仅要增兵，而且兵力还不能少了。但是目前可以调动的军队也只有数万，若是突厥人一心想要劫掠，这些兵力根本不够用。目前关中地区可以抽调的军队只有3万。德阳方面虽然有重兵驻守，但是目前局势下面是不能动的。新军或许可以一用。胡闹，的确有点胡闹，可有把握新兵上了战场不会哗变。虽然没有10成的把握，但是8-9成把握还是有的，毕竟这是我亲自训练出来的兵，我对他们最了解。如此的话，那么事情就简单了。这有些太冒失了吧？若是一旦新军哗变，那么情况真就一发不可收拾了。既然他都说了有8-9成的把握，那么自然就没有问题了。况且此番未必需要新军跟突厥军队正面交锋，他们所起到的效果，无非就是迷惑突厥人，让他们不敢轻举妄动。那好，你近日便带新军赶往大同。此外，关中可以抽调的老兵也一并交给你。还有，朕许你生杀大权，全权执掌大同所有军队，包括江夏郡王。所有不服从调令者，你可先斩后奏。臣领命。李世民怎么也想不到，我竟能将新兵锤炼成特种兵。适逢突厥再度南下骚扰苏州边境，圣上钦点我为3军统帅，是要一举击溃突厥贼寇，保卫大唐江山。诸位，大事倾轧在即，愿挽天青者请起身。自大唐盛世伊始，突厥频频挑衅，致使我军士气受损，国威不振。这种局面从今以后必须彻底扭转。此战定要昭告天下，与突厥从此以后攻守一行了。彼能犯我，我亦能伐彼，大唐雄风必将重振。
弟兄们，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今天我要剿灭突厥20万大军，你们敢不敢跟我去？若觉得是不可为，可现在离去。风雷激荡将至，欲扶大厦者当挺身。这才是我大唐的将士，这一次定要叫这突厥大军全部埋于北境。陷阵之志，有死无生。半个时辰后，全军10万军士收拾好了一切，再次北上，没有任何杂乱的声音，没有丝毫的混乱。这10多万军队浩浩荡荡地向着北方而去。报，前方发现一支我大唐的骑兵，人数5000。显然这是从大同来的，多半应该是李道宗亲率的本部骑兵。此番他挂帅出征，李道宗自然是要亲自来相迎的。晚辈见过王爷。大帅如今奉命挂帅出征，在下为副帅。今后一段时间里，这里便没有王爷，只有副帅李道宗。郡王，突厥大军现在到了什么地方？启禀大帅，突厥人的大军已经接近了襄城，如今在襄城遗址上做短暂的休整，怕是明日便会南下。大军急行军多日，已经是人疲马倦，需要休息，所需吃食和营帐可准备妥当。一切都已经准备妥当了。传令大军加快行程，在天黑之前赶到大同，告诉将士们，江夏郡王已经在大同准备好了热乎乎的饭菜，还有暖烘烘的帐篷。诺。到天色渐暗的时候，大军终于抵达了大同城下。大帅随我进城，城内已经备好酒菜。不必了。王爷，您如此热情邀请他虾人，他却这般拒绝，这是不给王爷面子啊！是啊，王爷，他这是在给您下马威啊！如今他刚来大同便如此了，这今后怕是还会生事端。我且问你们，若是让你们带领数万步军，能否在9日内从大同抵达长安？若是其他季节，倒是有可能；可若是在这冬日里，9日内从大同到长安，而且还是步军，难度太大，甚至可以说几乎不可能做到。可是他们做到了，或许。你给我闭嘴！你那点小心思，真当本王不知道吗？突厥大军压境，大帅带着新军星夜兼程驰援，如今全军人困马乏，难道说大战将至，大帅还得顾及本王的面子，到府中来宴饮吗？什么时候我大唐的将军有了这等风气？来了便是给本王面子，不来便是给本王下马威。那若是此战败了，又该谁来承担负责呢？面对李道宗的质问，在场的将军们都哑口无言。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若是今后谁敢再说这种话，本王定将他当场斩首，绝不姑息。今晚大军休整，任何人不得打扰。若是谁敢打扰了他们，军法处置。诺。你们觉得将中军大营修建在这里如何？大帅，我们此番所面对的是10万突厥骑兵，而兵法上来说，您选的这处地方并不适合安营扎寨，太容易被突厥骑兵突袭。郡王，你觉得呢？的确是个极好的地方，巍山关隘和对面山上的那座城寨，只要驻扎上1、2万军队，那么被攻破的难度比攻破大同城还要难。若是将此处设为中军大营，那么突厥人想要南下，唯一的办法就是攻打大同和中军大营。只要协力可汗不是傻子，那么便会直接攻击中军大营。那我们两侧关隘和城塞中的驻军就有机会从两翼攻击突厥人，到时候突厥人的处境便尴尬了。大帅可有把握以疲弱的新军正面抵挡突厥大军的冲击？这番话本来是我想要问郡王的。本帅给你4万新军，5000老兵，郡王能否守住大同城？末将死战。好，现在的关键就看突厥人肯不肯按照我们的安排来走了。届时若是突厥大军直接攻打大同，那么这所有的布局怕是都要落空了，到最后怕是要被迫跟突厥人在大同展开决战了。虽然有这个可能，但是可能性很小，除非说突厥人知道了我们的底细。传令特战府封锁整个大同北面，任何出现在这个区域里的人，不管是什么人，立刻控制起来。诺。修建营岸所需要的物资还要麻烦郡王调配了。这个自然。郑将军，本帅给你5000老兵，15000新兵，你率军赶往此处关隘驻守，临走前带足半月粮食。诺。周将军，本帅给你5000老兵，8000新兵，你率军赶往此处城塞，临走前同样带足半月粮食。诺。赵将军，本帅给你老兵1000，新兵5000，你率军赶往此处，临走前也同样携带半月粮食。你到了此处后，便修建临时的城寨，而且修建的城寨要大，最好看上去能容纳2万人。诺。王将军，你即刻率领2万军士，携带辎重物资，赶往此处平原，在平原上修建中军大营。本帅要求你1日之内将大营修建起来，营寨外面要大量布置巨马。诺。
高将军命令骑兵各府放出斥候，严密监视营寨周围区域，发现任何接近营寨的人，即刻抓捕。诺。这场大雪来的真不是时候，先是连续的战败，又是连续的大雪，草原鹅漂遍野。难道说长生天厌弃了我们突厥人？放你娘的狗屁！长生天永远眷顾着我们草原人。此番大雪，遭灾的不仅是我们突厥人，那大唐国内也同样遭灾了。没错，我们是长生天的儿子，长生天怎么会厌弃我们呢？圣师，您觉得这场大雪会持续多久？风雨雷电雪，此乃长生天的旨意。我等凡人又岂敢揣度长生天的旨意呢？圣师觉得什么时候发兵最好？自然是越早越好。那好，明日清晨，不管这大雪是否停止，都发兵南下。李寻，你说那混小子到了大同吗？定北侯素来行事稳重，之前2次北上，他都完美的完成了陛下给他的命令。此次相信他也能够在规定的时间内赶到大同的。陛下将下郡王的急奏。这小子又给朕带来了一个惊喜啊！咱们这边在担心他10日内是否能够赶到大同，他那边却9日便到了大同。转眼之间便到了腊月30，所有汉人都会在这1日里返回家中，跟家人团圆。而此时的北境，10万将士待在自己的岗位上面，寸步不离。自大唐盛世伊始，突厥频频挑衅，致使我军士气受损，国威不振。这种局面从今以后必须彻底扭转。此战定要昭告天下与突厥，从此以后攻守一行了，彼能犯我，我亦能伐彼，大唐雄风必将重振。传我率令，命令赵成和周弼2部人马依托地势，以弓弩手对突厥大军进行骚扰。骑兵可汗，不远处的山梁上，2、3千穿着甲胄的唐军正在弯弓搭箭，不断的向着我方的部队射击。军师，难道我们的行踪暴露了吗？这大同不过就4万守军，难道说那位大唐的江夏郡王还想拿着这有限的兵力阻拦我方南下吗？若是大同那数万大唐军队赶出来，我们就一口将其吃掉。还是军师神机妙算，传我军令干掉这些唐人。可汗，山梁上的唐军依托着地势，居高临下，不断的向着下方射箭，我军伤亡惨重。可汗，这支唐军根本就不是来找我方大战的，而是单纯骚扰的，不如我们避开他们，直接南下。军师说的有道理，传令让他们撤下来，不要管这些跳骚，快速南下。报，前方发现唐军城塞，那营寨绵延数里，将整个南下的道路都给封死了。只从那规模上看，这城寨足以容纳10万大军。怎么可能？大同怎么会有这么多唐军？军师，眼下我们该怎么办？可汗，这肯定是那李道宗弄的障眼法，这营寨内肯定只有少数部队。军师说的有道理，传令前军1万骑兵攻击前方唐军营寨。弓箭手无间隙射击。骑兵可汗，这种规模的监狱，投入的弓箭手不会少于2万人。前方领将为何人？可汗，那白袍将乃是2次大破我突厥大军的定北侯。定北侯就是那个年仅17岁，掳掠走了王后和许多突厥贵族的定北侯。正是此人。圣师，你说眼下这么多大唐的士兵，我方该怎么办？目前的形势下，唐军完全有能力对我方进行围歼，但是他们却迟迟不肯这么做。定北侯虽然年轻，但是2次大战，他的大局观和战略意识都得到了唐军一众老将的肯定。此番他挂帅出征，也足可见唐王和长安权贵们对他的肯定。我不觉得他是看不清楚目前的局势。或许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唐军，并非像我们认为的那样强大。从长安的探子回报，早在3个月前，唐王便下令全国招募新兵，半月时间，总计招募新兵近10万人。也许我们现在看到的唐军，其中有一部分并非是唐军老兵。此战可以一举歼灭唐军为惨死的突厥士兵报仇。侠人，我若不斩杀你，我誓不为人。传令下去，第一个踏入唐军大营者，赏牛马1000匹，奴隶500。随着协力可汗的这道命令，突厥的20万大军都变得亢奋了起来。特战府听令，直捣黄龙，斩杀突厥可汗。
可汗，唐军这战力太恐怖了，大战才开始，我军就损兵3万，汉王必须马上撤退，否则的话就来不及了。传我军令，鸣金收兵。大帅，突厥人撤军了。向江夏郡王以及2处关隘发信号，全面封堵突厥后路。王爷，中军大营那边狼烟升起来了，传令全军集合，即刻出山道堵截突厥大军。全军出击，斩杀突厥人。这些突厥骑兵想要逃跑，但是唐军根本不给他们机会。只是如今的厮杀已经成为了单方面的屠杀。可汗，快撤！唐军朝着这边追来了，给我挡住这些该死的唐军！大唐定北侯，韩王幸会了。本王这一生从未对某个人如此的仇恨，此时此刻，本王真的想生吞你的血肉，亲自用手中的宝刀将你身上的每一寸肉点点的割下来。本帅也想将你拿下，送到长安去，关在笼子里面，给我大唐的百姓观看。你带给我突厥人的伤痛，所有突厥人都会牢记，那些惨死在你屠刀下的勇士们也会诅咒你，让你死堕入地狱，承受地狱之苦。他们生前都无法伤到本帅一根毫毛，死后更奈何不到本帅，他们注定要堕入地狱，永生永世承受地狱之苦。混蛋，列阵，给我杀！协力可汗已死，逆贼突厥还不赶紧放下武器！将军威武！唐军决战突厥，虽然大破突厥，但打仗注定有人回不来。我方战死的士兵尸体火化后，骨灰送回他们的故乡，让他们落叶归根。特战府送客。此战大破突厥20万大军，夏人骑马回到长安，10万将士俯身跪拜，从一位赘婿翻身成为大唐冠军侯。夏人等这一天实在等了太久。冠军侯夏人接旨，诏令赐冠军侯夏人宫中乘马配枪行走，以示威风。钦此。大同一战，夏人率领10万大唐新兵横扫突厥20万大军，不仅击败了突厥主力大军，还斩杀了协力可汗。臣见过吴王。夏爱卿免礼。臣幸不辱使命，大同一战抵御突厥大军于微山，一战斩首19万5千余，大战已结束，大军凯旋归来，请陛下收回虎符。此番大同一战能够最终取胜，全在于爱卿的运筹帷幄。经此一战，突厥人再无力难犯，爱卿劳苦功高，说说看，你想要让朕赏你点什么？身为军人，上阵杀敌乃是臣的职责。此番大战，功劳全在于将士们拼命，大捷的功劳臣不敢要。有功赏，有过罚。虽然此战的关键是将士们拼命，但若是没有你的运筹帷幄，也不可能取胜，你功不可没。门下天下之本，冠军侯夏人于危难之间率军复命，歼灭强敌数万余，功在社稷。敕令冠军侯夏人官职进一品，镇军大将军，军节荣升2等，为定北王，赏黄金万两。谢陛下隆恩。新军的表现朕很满意，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他们的训练要加紧。这个月的初始开始，西突厥开始秘密调集军队，同时还不断往南边派出斥候，似乎有南下的意思。如今东突厥覆灭在即，西突厥突然出现这么大的动静，其目的很让人值得玩味。夏爱卿先随朕来演武场。是陛下。陛下，臣觉得西突厥此番大军集结，根本就不是为了南下，而是为了东进。完全有这个可能。天祥可汗虽然才能上不如协力可汗，但也是个有头脑的汗王。如今东突厥大败，眼看着就有可能遭遇灭族之灾，定然会生出兔死狐悲的情绪来。若是任凭我大唐灭了东突厥，接下来便会对他们西突厥动手。所以哪怕过去有仇怨，但是在现在这种情况下，西突厥最正确的选择便是驰援东突厥。是啊，只要东突厥不灭，那么他们西突厥便能够安枕无忧。而若是双方兵力集合，是完全可以跟大唐扳手腕的。现在是消灭突厥最好的机会，错过这次机会，怕就再没有机会了。趁他病要他命，若是让突厥人喘过气来，再来消灭他们就难了。那以下爱卿看此战该如何打？陛下，臣觉得可有在2个月内结束这场战争，但是必须在1个月内出兵。此外，还需要7万精锐骑兵，由我来统领。如今东突厥全民皆兵，至阴山王庭，突厥骑兵已经增加到了10万，这场战争不好打呀。爱卿真有把握吗？臣之所以强调1个月内开战，是顾虑情况出现变化。什么变化？
东西突厥虽然彼此之间有矛盾，但终究是出于一家。当初东突厥强大的时候，西突厥或许会选择远远观望，明哲保身。但是随着东突厥大败，西突厥定然不会眼睁睁地看着我大唐消灭东突厥，毕竟唇亡齿寒。你又如何肯定西突厥会驰援东突厥呢？我都说了，这只是我的猜测。这不是可能，而是必然。西突厥汗王并非是昏庸之辈，如今的局势下，他定然明白自己无法置身事外，而最好的选择便是出兵支援东突厥。只要东突厥不灭，那么他们西突厥方才能够安然无恙。东突厥全民皆兵，骑兵10万，若是再加上西突厥的10万骑兵，那么出其不意下，完全可以吃掉我大唐北征的大军。如此一来，双方又回到了同一起跑线。陛下，臣同意定北王的建议，1月之内对东突厥开战。臣附议。臣也附议，臣也赞同1个月内出兵。只是这主帅选择，臣还是觉得需要慎重。虽然东突厥遭遇连续惨败，损兵折将，但是如今全民皆兵，阴山附近已经聚集了超过10万的骑兵。想要用7万骑兵打败东突厥的10万骑兵，这需要一个战场经验丰富，尤其是骑兵经验丰富的老将。那你觉得何人可为主将？在场的诸位，可有人敢做此番北征的主帅，助阵扫平北方草原，彻底解决东突厥这个大患？这一时之间，演武场死一般的安静，没有一个人敢开口。陛下，臣愿往。若朕许你为此番北征主帅，你可愿立下军令状？陛下，臣年岁尚小，担负不起如此重的重担，臣觉得自己还是做副将为好。怎么，对之前那次胜仗后的赏赐有意见？这次便想偷懒吗？朕今日便当着众位卿家的面许诺于你，你若能够再打一场漂亮的胜仗，朕必然给你加官进爵。陛下，这仗臣可以打，不过臣觉得吧，这军令状就不用了吧。臣虽然不敢说有多少获胜把握，不过臣敢保证，纵然是发生意外，也可以让我大唐骑兵全身而退。好，朕便亲命你为此次北征主帅，统领我大唐7万骑兵征伐东突厥。臣定不辜负陛下期许，定大败东突厥，荡平阴山王庭。你若能再次大破阴山王庭，朕许你封狼居胥。谢陛下。我是不是胖了许多，整个人都变丑了？现在的你，全身上下都散发着一种母性的光辉，在我看来是最漂亮迷人的。我方才发现你竟然这般会情话。我说的可都是真心话，也是辛苦你了。你怀着身孕，我却无法陪在你的身边。本来我还打算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留在长安的，可计划不如变化。是父王又委派了你什么任务吗？北方草原出现了一些变故，陛下命我近期率军北征，一举荡平东突厥。为何这般突然？10数万大军北征，光是大军集结都要有1个月的时间，更不要说粮草物资的准备了。此番北征前期只使用骑兵，所以不需要多少时间。有多少胜算？若是别人做主帅，胜负也就5-5之分。可若是由我来做主帅，那么胜算应该有70%以上。这一战若是不出意外，最多1个半月就能够结束。不过收尾是个麻烦的事情，只怕我要在草原待3个月左右。我这里你便不要担心了，身边有这么多人在呢。父王派来的御医看过，说我这一胎位很正，不会有什么事情的。萧响点将鼓，本帅要点将出征。大唐帝王令，命所有遥观大唐骑兵即日起北上，对东突厥人展开剿灭。我等领命。此战要一战定乾坤，要彻底消灭东突厥。在接下来的1个多月里，所有人都必须严格按照我的命令进退。若是有违抗率令者，军法处置。传我率令各位各府骑兵，每人携带1月干粮，半个时辰后开拔。大帅，此番北上为何不走大同一线？突厥人坚信大唐若是北征，大军势必会通过大同而获释德阳，所以在这2处有很多细作。此番我们要出骑兵，一举剿灭他的老巢。可是大帅，如此我们便失去了任何后续物资补给，一旦出征就再也回不去了。谁告诉你我们要回去了？万一我们无法战胜突厥大军？没有万一，我虾仁既然来了，就没打算再回去。传我率令全军加速行进，不荡平突厥，不回长安。这个虾仁从来不报战况，你也不知道他现在究竟到了什么地方。臣的人已经找遍了大同一线，但是并没有找到任何大军的踪迹。这7万大军难道还能人间蒸发了不成？陛下是不是该做些防范措施，让关中的驻军动起来？英国公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你认为定北王有反叛之心吗？这是你自己理解的，我可没有这么说。李记，咱们把话说清楚，你那是什么意思？你这是想防范谁？
行了，都别吵了。英国公，请注意你的言辞。陛下，臣觉得定北王这么做必然是有自己的深意，想来是要避开突厥人的耳目。陛下或许可以派人去瑶关往北查探一下。按照瑶关那边传回来的军报，定北王率军离开的时候，命令所有将士都携带1个月的口粮。臣猜测定北王多半是走了西北。魏国公的意思是说，虾人走了西北线，从西北线走，虽然能够最大程度隐蔽大军的行踪，躲过突厥探子的耳目，但是却绕了个大弯，足足要多走近千里。疯子，他就是个疯子。大同一战，他就拿着10多万将士的性命和整个北境的安危来赌博，而现在又是这样的人，根本就不适合掌军。陛下，臣觉得定北王的战略超乎寻常，不过雷电不会2次击倒同一棵树，眼下应该早做打算。不必，定北王天生富贵，一生未曾有败绩，怎么打都赢。唐人是唐人的骑兵。厮杀就那么突然的降临，顷刻间这个小部落就被唐军荡平。打扫战场，轻装简行，立刻整军出发。大帅，这些缴获怎么办？通通烧掉，不要让这些缴获成了我们的负担。传令下去，全军立刻出发，违令者斩。可是这些俘虏怎么办？你们看着办吧。把这些俘虏都给我射杀了，一个不留。虾人明白，对于敌人的同情便是对自己的残忍，所以他不会去同情那些在厮杀中死去的突厥人，更不会去同情那些恐惧绝望中的突厥女人。大汗从长安传回消息，说是唐国的几位文臣反对出兵草原，因为大唐的国库吃紧。消息可属实？消息属实，因为此事唐国内部的文武大臣们连着吵了好几架，甚至差点打起来。这是好事啊，天大的好事啊！若是唐国国库吃紧，无力北征，那么咱们突厥便有了喘气的机会。若是能熬过这1年，到时候便是大唐再想北征，咱们也无所畏惧了。这会不会是大唐故意散布出来的假消息呢？应该不是假消息，大唐的文臣并非是反对北征，他们也赞同北征，但是他们提出一个条件，北征必须在2个月内结束。痴心妄想，便是我们突厥遭遇了连番挫折，但就他唐国人想要2个月就灭亡我突厥，他们真的是痴心妄想。唐王乃是一世雄主，此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定然不会错过。今年之内，他们定然会北征草原，我们跟他们之间也必然会有一战。那吾是觉得，唐国何时会北征？唐国若是调集军队的话，起码需要1个月的时间，而准备大军出征的粮草，那最少也需要2个月的时间。也就是说，若是唐王执意北征的话，战争会在2个月后打响。不错，最快也要2个月。传令，整个草原位于南方的部落全部北迁，本王要跟他大唐在这阴山王庭来一场大决战，他唐国也休想从草原上得到任何补给。大帅，这是到哪里了？管这么多干什么？你们只需跟着我冲下去，见敌就杀，记住，一定要快。阴山之中必定有着不少的突厥骑兵留守，抓紧时间休整，到时候免不了一场恶战。牛将军，你即刻率领你部1万骑兵从东线迂回，到了东线后，尽可能的弄出大动静来，吸引突厥人的注意力。大帅的意思是要我将突厥人的注意力吸引到东线去。你到了东线后，尽可能弄出大动静，不过不要跟突厥大军正面交锋，一旦发现突厥大军出动，你便立刻跑路。末将领命。报骑兵可汗，东线发现大量唐军，他们行动快捷，轻装简从，一路严杀，锐利无比呀！这是什么战术？闪电般的迅捷。据前方斥候来报，唐军此次打法与以往任何一次打法皆不同，并不以占领土地为目的，也不要后方辎重部队来去如风，似狂飙突击，故而沿途各部均被击破，无人可以阻挡。被一个17岁的唐朝将领在同一地点用同一种方式打趴下2次，要这样的蠢猪还有何用？我看如果东线形势再这样发展下去，丢掉整个突厥一时指日可待。哥舒翰，本王将自己最精锐的2万骑兵交给你，此番你率领骑兵部队东去，若是一旦发现情况不好，就立刻撤回来，切记不要再有大的损失。汉王放心，属下定然不会辜负您的重托，定然大败那可恶的唐国人。就在突厥王庭分兵之际，虾人率领6万大军没有任何的逗留，不加掩饰地向着阴山王庭奔腾而去。抱歉，手滑了。唐军有唐军，可汗，我们中了唐军的调虎离山之计了。
可恶的唐军，英勇的突厥人，给我上！杀光突厥人，焚毁整个王庭！此时的虾人沐浴在这夕阳的余晖下，如同一尊无敌的战神。王庭中，众多的突厥人嘶喊着，哀嚎着：“招了吧！”这一战，我军打杀的突厥士兵足足有近3万人，而我方仅仅损失了3000人。这一战可谓是大获全胜。其实，阴山王庭这10万突厥骑兵就是纸老虎，传我率领全军出发，前往狼居胥山。陛下，北京捷报，5月初8，定北王虾人亲自率领5万大军奇袭阴山王庭，经过大半日厮杀，全歼阴山王庭3万余人，我大唐精锐战死3000余人。哈哈哈！天佑大唐，天佑我大唐啊！这小子总算没有让朕失望，他是我大唐真正的冠军侯。牛达率领1万大军出现在东线上，定北王那边不是还有6万骑兵吗？怎么只有5万呢？若是不出意外，他应该还分出了一些骑兵，横在了东西突厥之间，截断了双方之间的往来。为国公所言极是，定北侯在刚刚进入草原的时候，便让校尉率军进驻狼居胥山下，防备西突厥援军。帅才，天生的帅才，战前未雨绸缪，这等眼力劲，这等大局观，只怕是我等也有所不及。看来我们都老了啊！我大唐与东突厥交战数年，东突厥的骑兵或许无法与我大唐精锐相比，可战斗力绝非软弱之辈。虾人如何能够仅凭借万余人的损失歼灭东突厥8万人呢？那小子现在在什么地方？回陛下，据北方传来的消息，定北王率领大举骑兵前往了狼居胥山的方向，算时间现在应该到了。这小子还真是着急。5. 大唐定北王虾人今代军封禅，仅以至诚，昭告天地神灵，吾率堂之师，为保卫大唐疆土，远诛屡犯边境之贼，名正言顺，鬼服神隐，汉贼不两立。古有名训，华夷须言辩，春秋存义。身为军人，死为军魂。后人视今，亦由今人之世兮，无何坠焉。而今诸贼壮无大唐声威，茫茫草原，那为大唐疆土。来则止步，报上名来。我乃东突厥大将哥舒翰，有事求见天祥可汗。尊贵的天祥可汗，愿长生天的荣光永远照耀在您的身边。唐人的骑兵不是已经冲进了草原吗？为何你会率领部下出现在这里？那狡猾的唐人迷惑了我方大军，趁机突袭了王庭金帐，大汗和战士们都阵亡了。天祥可汗，如今那股唐军还在草原上，若是贵军能够东进，再加上我麾下的2万骑兵，必然能够将那些唐人留在草原上。将军一路奔袭至此，想必很是劳累了，不若先好好休息一番。此事本汗要朝议一番。兵贵神速，那唐军说不准何时就会离开，还请大汗斟酌。大汗，我西突厥与唐国向来井水不犯河水，如今东突厥已灭，又何必再强行树敌？孝桓，唐国那位君王狼子野心，从未停止过想要吞并周边国家的心思。曾经两不相反，是因为有东突厥挡在前面。如今东突厥已经覆灭，唐国那位君王又怎会与我等安然相处？以我看来，此时出兵断他臂膀，实为上策。不知大汗是何想法？唐国地处中原，物资丰饶，而今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拿下东突厥，其国力强横自是不许多说。然而，唐国的君王是有大野心的。长安的暗探传来消息，唐国似乎正在暗中筹备着远征西域。由此可见，我西突厥想要安稳度日，只怕是不可能的。依本汗来看，应该与哥舒翰联合，缓解我西突厥之忧。报禀大汗，属下深入东突厥，奔至阴山脚下，那里已经成了一片废墟，无一生还。这番的途中，发现了似乎有5、6万的唐军骑兵正在离开狼居胥山，向着南方而去。你确认有5、6万唐军骑兵？大汗，属下在阴山王庭前的草原上发现了众多的大坑，偌大的范围内似乎经历了天雷的洗礼。属下暗中查探，从一些牧民口中得知，那一日草原大地震动，惊天的响声久久不绝，就像是天神的震怒。天神的震怒，莫非此次唐军北征乃是天神的旨意？不然的话，那些唐军是如何歼灭东突厥的10万大军呢？哥舒翰将军，本汗经过朝议，我西突厥与唐国向来两不相犯，如今唐军北征乃是受命于天，我西突厥便不参与了。将军请便罢。
尊贵的天祥可汗，唐国北征志在覆灭我东突厥，可是那唐国的君王野心绝非于此。若是错过这次机会，西突厥也必将面临我东突厥同样的局面，还请大汗三思。但汉心意已决，将军无需多言，双方合作，贵在诚信。将军在这一方面还是与贵方大汉有些差距啊。既然大汗心意已决，恕哥恕汉打扰了，告辞。大汗何不趁机将这些东突厥的残兵游勇给歼灭，以此来换取与唐国的和平相处？唐国君王野心颇大，靠这样是无法换来我西突厥永久安宁的。这些东突厥残兵对于唐国仇恨极深，他们存在的意义要远远大于覆灭在我方手中。北方草原上，虾仁在狼居胥山举行了封禅仪式后，率领着浩浩荡荡的骑兵，一路向南回长安。遥想曾经自己躬耕于乡野之间，因一介白身，想要出人头地，又岂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或许在某些人看来，身为后世之人，穿越到这个蛮荒的时代，还不是如鱼得水。可实际上，当他在乡野之间度过16年的光阴后，方才发现每个时代都有着每个时代的特色，每个时代都有着每个时代的规则。李靖的出现让他看到了一丝曙光，哪怕是心中有些不悦，他还是做了李家的赘婿。只可惜洞房花烛夜的晚上，李婉的那番话彻底让他惊醒。一个男人若是没有一番成就，即便是妻子也很可能瞧不起你。公主，好消息，好消息啊！大呼小叫的，成何体统？是何事让你激动成这个样子？公主，城内都传开了，驸马爷大胜东突厥，只怕用不了多久便会回来了。命令下人准备好迎接虾哥哥归来。不，我亲自去吧。当这则消息在长安城中传得沸沸扬扬的时候，魏国公府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大哥，二队三妹。虾仁仅凭一招红莲剑舞就秒杀了突厥士兵，甚至斩杀了他们的可汗。当虾仁大破东突厥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时，魏国公府也因此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想要一探究竟。大哥，二队三妹。大哥这些年是去了哪里？我与洪福也曾派人寻过大哥的踪迹，却始终没有任何消息。当初离开太原，我便只身前往南疆，游历数年之后，便到了海外。这些年一直都在海外生活，海外的事情以后再说吧。我见府中似乎有喜事。是这样，前些日子婉儿刚刚诞下了一名男孩，所以这些日子来有人上门探望。婉儿？对了，婉儿是我和洪福的孩子。那真是一桩喜事，不知是何人能做二弟家的女婿。虽然不好说出口，但是李靖还是将虾仁和李婉的事情说了出来。有敌人潜入府中，便让我看看是何方小贼，敢在孩子满月酒的日子闯到这里来。20-30年过去了，大哥的武力非但没有退步，反而有所精进。我给不了你们什么答案，快速离开，否则我便不客气了。既然如此，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迅速搜查全府。愣着做什么？快速搜查全府。首领得手了，撤。想要孩子，3日内说出三仙岛的下落。婉儿，母亲，孩子被人给抢走了。婉儿，先回屋吧。你现在身子虚弱，经不得这样的寒风，孩子定然会找回来的。三妹，对不起，这件事情是大哥的错，我没有想到这些疯子竟然会追到长安城来，还将主意打到了孩子的头上。大哥，这些都是什么人？那些人就是一群疯子，是来追寻海外的仙岛，每个人都有着不俗的实力。若是报国参军，那绝对是一名军中大将，将来封侯拜爵也未必是不可能的事。可是这些人对于功名利禄却丝毫不感兴趣，反而在追求着那虚无缥缈的长生。大哥，你说这么庞大的组织会不会在朝廷的监视范围内呢？自古以来，皇权至上，可这些人毕竟是世外之人，朝廷知不知道，这我便不得而知了。不过我们不是抓了他们2个人吗？或许这里可以作为突破口，去审问一下这2个人，只要知道他们据点所在，便能够找回孩子了。夫人，我等已经审问了许多遍，也用了刑，这2人还是没有开口，连哼都没有哼一声。有我在这里，没有人能够前来搭救你们。将孩子的去向说出来，你们可以活命。别经久不吃，吃罚酒。我若是出手，你们可就没这么轻松了。大帅，没事，只是做了个噩梦，你们出去吧。是，大帅。此行离开长安已经有近1个半月的时间，明日就回去了。刚才那是一场梦吗？可是为什么总有一种不安的感觉在心中回荡？你是说魏国公调动军方的情报机构，在暗中调查一伙人的信息？回陛下，确实如此。可知道这些人的信息和来历？
根据暗卫描述，这些人似乎与军方暗中监视的审问有关。昨天夜里，魏国公府似乎发生了一些变故，具体是什么事情，属下便不得而知了。或许有可能与这审问有关。陛下，魏国公求见。宣他觐见。是陛下。臣李靖见过陛下。不知爱卿此来所为何事？陛下，昨日夜里，臣府中闯进来一些人。李靖把昨日的事情复盘了一遍。这些隐士组织竟然敢直接来长安城中抢人，待四方抵定，朕定要将他们都给收拾了。臣已经派人去探查了，此番前来便是回禀陛下一声，还请陛下勿怪。你尽可放手而为，这些人既然敢来都城胡作非为，定然要让他们见识到朝廷威严不可犯。臣谢过陛下。裘然客从海外归来，可曾遇到了那些人追寻的仙岛？回陛下，臣问过大哥了，他在海外10多年，从不曾见过那传说中的3座仙岛，想来大哥是不会骗我的。罢了，你先下去吧。臣告退。老爷，查的怎么样了？可是查到那些人的下落？已经安排人去查了，不出意外，很快便会有消息传来。对了，婉儿呢？婉儿怎么样？小姐，你吃一点吧，你刚刚生产不久，需要好好补充才行，再这样下去，身子会垮的。婉儿，身子要紧，饭还是要吃的。爹已经安排人去查了，相信很快就能够将孩子寻回来。乖嘞，爹娘定然会将孩子给找回来的，你要保重自己的身体啊。第二日，长安城外，隆隆的马蹄声自远处传来。臣虾仁见过陛下，此番北征，臣不辱使命，歼灭敌军8万有余，斩杀东突厥韩王，自此北方草原尽归我大唐疆土。好，好，好，尔等都是我大唐的勇士，此次大捷，朕定然不会亏待你们。陛下圣明，谢陛下隆恩。大战已经结束，大军凯旋归来，请陛下收回虎符。此番北征，你小子可是为我大唐立下了奇功，说说看，朕应该赏你点什么？身为军人，上阵杀敌，保家卫国，乃是臣的本分。更何况陛下已经允诺过臣好处了，臣不敢再有什么奢求。只是此番能够大破东突厥王庭，还全靠将士们舍生忘死，将士们的功劳，臣不敢要封赏。狡猾的小子！是啊，这般年纪就知道为以后铺路了，真是不知道他那脑袋瓜子是怎么长的。大唐的名将们都渐渐的年老了，将来手中的权力迟早都是要交出来的。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北境4战已经彻底奠定了他在军中不可动摇的地位。大唐军方未来的接班人定然是他虾仁，不会出现任何的意外。我大唐立国向来赏罚分明，有功赏有过罚，此番北征能够顺利获胜，离不开将士们的拼命，同样离不开你这位主帅的统筹兼顾，运筹帷幄。数十年来，东突厥屡次南侵，使我大唐北方百姓深陷水深火热之中。定北王虾仁率军北征，不负君命，歼灭北方大患东突厥数万人，将其纳为我大唐版图，功在千秋，利在当代。敕令定北王虾仁兼并文官官职，晋升为正3品民部尚书，赏黄金1万两，金银珠宝若干。今日你刚刚回到长安，本来我是不应该耽误你休息的，可是这件事情至关重要，你一定要从实到来。阿母请讲，我一定如实相告。李婉怀孕，前些日子诞生下了一名男孩，我想问的是，这孩子究竟是不是你的？阿母为何如此发问呢？我和他终究是有缘无分，又怎么可能生下一个孩子呢？那孩子满月9的时候，我去了魏国公府，见到那孩子的第一眼就感觉像，便以为和你有关。阿母，你见过那个孩子？我见那孩子的第一眼就感觉和你很像。我推算过，李婉怀孕的时间是去年的8月，那个时候她正随父出征北境，而那个时候你也正好在北境。阿母，我现在也无法确定这件事情，还是要从长计议。这件事情的确是急不得，李靖将那个孩子看得很重，明摆着在告诉大家，这就是他魏国公府未来的继承人。主上，下面传来消息，魏国公府满月9那夜，府中出现了一伙神秘人，将孩子给抢走了，似乎想要用孩子换取什么秘密。第2次率军北征，大军获胜，全军庆贺。我喝醉了酒，那一夜似乎有发丝落在我的胸膛上，随后破天荒的做了一个春梦。难道那是真的？究竟怎么回事？可知道这些人在探查什么秘密？这些并没有探查出来，不过好像与一个名叫裘然客的人有关。裘然客就是那个大唐第1刀客的裘然客。这2日魏国公府可有何动作？这2日，李靖甚至动用了军部的情报机构去探查这伙人的下落。这伙人目前就在永安县的一个村庄里，我们的人一直在暗中盯着。通知府中的护卫，明日清晨出发，将孩子给寻回来。是，主上。老爷，老爷，
慌慌张张的成何体统？老爷，门口有人前来问其姓名，也不肯透露，只是让小弟进来通报。快点，快让他进来！二弟、三妹，那些人抢了孩子，就是为了从我这里换取海外先导的秘密。如今孩子他们已经抢到了，定然是会有所行动的。大哥，你不是不知道海外先导的秘密，这又该如何办？我自有办法。见过魏国公，此番我等如此行事，实在情非得已，还请魏国公勿惯。哼，你们究竟把孩子带到了哪里？他才是个刚刚满月的孩子。夫人放心，孩子很好，我们的目的并不在于孩子，只要他肯将海外先导的秘密说出来，你们马上就可以见到孩子。我虽然在海外待了10多年时间，可真的没有见过什么先导。若是知道，早就告诉你们了，又何至于让那可怜的孩子遭受无妄之灾？今日我来到这里，只是传递一个消息，若是3日之内我们得不到想要的信息，那么你们就再也见不到孩子了。你信不信我让你走不出府中大门？阁下的武力我自然是敬佩的，若是我回不去，孩子你们再也见不到了，你大可试试。希望你好好考虑一番，3日之后我再来叨扰。王爷，你叫什么名字？回王爷，属下霍星，负责长安周边的情报事宜。这几日来，那些人可有什么动静？王爷，自从那些人回到那个村庄后，几日来并没有再出去过，只是昨日有一名男子离开，去往魏国公府走了一遭，随后又回到了这里。何老你说，那裘然客真的知道先导的地方吗？明离，裘然客在海外漂泊了10多年，到了这般年纪还是如此强盛，想必是在海外有些际遇，说不准就是遇到了那传说中的先导。我等向来与大唐朝廷两不相犯，上一次婶子爷闯那大唐新晋的侯爵府，大败而归，只怕已经引起了大唐朝廷的注意。这次再入长安，又抢了李靖的外甥。哎，定北王，又是你？是我。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今日不交出天机碟，休想离开。你已有取死之道。今日老夫一定要让你留在这里。是定北王，那些人或许就是大将军寻找之人。那龟兹果敢公然杀害我大唐使者，不灭此国，周边的诸多小国必然也会蠢蠢欲动。如此一来，我大唐在西域的震慑力将大大的降低，这绝非一件好事。西征大军所用的一行物资是否已经准备妥当？启禀陛下，西征所需物资，这些日子以来已经先后运往了玉门关外，只是有何问题？陛下，近年来我大唐风调雨顺，国力日渐昌盛，可连年征战，国库并不充盈。此番西征路途遥远，需要跋涉近万里的路程，粮草方面的消耗是非常巨大的。如今只是首批的物资运往了玉门关外，后续的臣等还在想办法。粮草的事情，朕自有办法。侯将军西征的事宜可做好了准备？陛下放心，这些日子来，臣已经寻好了熟悉沙漠的向导，带我大唐精锐兵临西域，定叫他龟兹小丑付出血的代价。既然如此，7日后大军便出发吧。大哥呢？大哥一早上便出城了。这件事情也怨不得大哥，或许是我魏国公府当有此一解。老爷，难道朝廷也没有任何办法吗？老爷，外面有人求见，说是军部的人，让他进来。大将军，我等探查到永安县，发现了一伙人的踪迹，似乎就是大将军要寻找之人。你是说找到了？看那些人的身手，应该已是大将军要找的人没错。只是我等发现的时候，定北王正抱着孩子与那伙人大战，也正是这打斗声将我等吸引了过去。你是说虾人的手中还抱着一个孩子？没错。难道这个孩子真是虾人的？带路，我召集军队支援定北王。神子，朝廷的斥候已经发现了这里，快走。虾人，我还会回来的。长安大街上，一支装备整齐的骑兵队伍浩浩荡荡地向着城外而去。你家王爷呢？禀将军，我家王爷带着孩子已经回城了，留下我等将这些疑犯带回去审问。尔等留下，帮忙将这些人带回城。侯爵府，下人抱着孩子回到府中。夫君，这孩子，这是我的孩子啊，这是我和李婉的孩子。老爷，孩子呢？孩子怎么样？孩子没事，我去的时候，虾人已经带着孩子离去了，如今只怕已经被他带回府中了。老爷，不管这孩子是不是虾人的，但他是我李家唯一的血脉延续，一定要带回府中才行。我又何尝不是这样想的，只是当初是我做的有些过了，逼他离开，如今便由我亲自登门吧。只要他肯将孩子还回来，就算是给他道歉又何妨？小姐，小姐，孩子没事，孩子找回来了。孩子在哪里？小姐，刚才老爷回来了，说是孩子已经寻到了，是姑爷带着府中的护卫们找回来的，只是听说孩子被他带回府中了。听命吗？小绿扶我去正厅。
婉儿，你怎么又跑出来了？母亲，我听说孩子被虾人给找回来了。你放心，母亲定然会将孩子要回来的。这孩子是你和虾人所生的？这只是女儿的一厢情愿，她并不知情。许久之后，老夫人和长乐方才消化了这个惊人的消息。那这个孩子呢？你准备如何待他？魏国公府没有子嗣，李婉诞生下这个孩子，他们定然视若珍宝，只怕我就算想要留在府中，他们也会找上门来。你能这样想，便就对了。李靖夫妇对于这个孩子很是看重，孩子在魏国公府是不会受到一点委屈的，而且将来定然还会继承他魏国公的爵位，对于孩子的未来是有好处的。况且，就算在魏国公府长大，也改变不了你们父子的事实。你总是还要为长乐考虑一下。老爷，魏国公夫人来了。虾人第4次出征北境，不仅火烧了突厥王庭，还斩杀了突厥可汗。就在刚刚，突厥余孽要臣服我大唐。东突厥大汗哥舒汉见过大唐陛下，我等此番前来贵国，愿意向贵国表示臣服，希望唐国能撤走北境大军。定北王，你且看看如何？你突厥搞了我大唐这么多年，死伤同胞10几万人，这样吧，你也不用赔我牛羊金银，你挑10几万人还给我，你和你的弟兄都可以来，本王在长安给你找个地安置下来，过个2、300年，你想探亲，我大唐让你们回来。定北王，我们全部落架起来，也不到10万人啊，全部给你了，我们就没人了。定北王这个真不行啊！既然这样，你不肯来，那我们过去，我们在草原部落建立2个城池，再派点兵，运点粮食，以后谁打你就是打我。定北王，这恐怕不妥。如此还不行的话，我大唐大军压境，你突厥弹指间可灭。我突厥愿意接纳定北王的提议，让大唐在北境建立都护府，并且每年朝贡10000匹牛羊，只希望2国再无战争。哈哈哈，好，如此甚好，传朕旨意，设宴款待突厥大汗。此时，西域侯君集在向导的引领之下，5万大军顺利地穿过漠河盐碛，来到了西域腹地。王上，大事不好了！何事如此惊慌？王上，唐国的军队真的跋山涉水，向着我国而来，如今已经过了漠河盐碛沙漠，只怕明日的时间便要抵达我国境内了。你说什么？立刻派遣使者前往高昌，将唐军到来的消息告知高昌王。父王，唐军已经兵行至我西域之地，那唐国君王想要一统西域之心，昭然若揭，何不与龟兹共同对抗唐军？唐国势大，非我等小国可以抵挡。斩杀唐使的是那龟兹，而非我高昌。如今我高昌按兵不动，说不准还可以逃过此劫。回禀王上，属下前往高昌国，并没有见到高昌国王。高昌王宫的人说，高昌王身体不适，暂时无法出兵相助，还望王上体谅。该死！这屈文泰老匹夫分明是知道了唐军到来的消息，故意称兵，想要让本王顶在前面。功臣，推车后方，许多的大唐士兵共同操作这一台抛石车，有人装石，有人发射。许多的唐军推着推车，临近了土城墙。推车上，一个硕大的工程锤锤击着低矮的城墙。王上，唐军攻势太猛，我们的土墙已经顶不住了。屈文泰老匹夫，既然你不仁，那便别怪我不义。伴随着一声猛烈的巨响，那低矮的土城墙被撞开了一道数丈宽的缺口。给我杀！借洗龟兹王臣，捍卫我大唐荣耀。龟兹王杀我唐国使臣的那一刻，可想过今日的下场？成王败寇，本王无话可说。只是这并非是我一国之意。那高昌王子野心，临阵退缩，难道还认为能够逃过这一劫吗？杀无赦，一个不留。龟兹灭国，侯君集的目光再次望向了不远处的高昌。听到下面人不断传来唐军入侵的消息，年迈的高昌王悲怒交加之下病倒了。高昌王，本帅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若是愿意臣服我大唐，打开城门束手投降，否则待本帅攻入城中，定然血洗屠城。将军，对唐国无礼的乃是先王，如今先王已经过世，本王刚刚继位，并无对唐国有不臣之心，还望将军手下留情。这杀意满满的话语，终究是击破了这位新王的心理防线。就这样，西域2国在侯君集的强力杀伐之下，几乎没有费太多的功夫，落入了大唐的掌控之中。另一边，虾人已经出海了，他要赶在西方那位著名的航海家之前深海远行。
阿参，你看那远处的巨船，会不会就是唐国的军队？看这战船的样子，应该不像是唐国的船只。此番我的奉女王之命，前往唐国求援，切记不可节外生枝。阿参，那战船好像朝着我们来了。屋主保佑，希望这些人没有恶意。尔等何人前往大唐，有何贵干？敢问可是唐国将军？我等乃是新罗的使者，此番前往贵国，并没有恶意，乃是奉女王之命前往贵国求援的。我乃大唐定北王，尔等前往我大唐求援，是为何事？大唐定北王就是那个四世北征，屡战屡胜，最终将强悍一时的东突厥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中的定北王。片刻愣神后，新罗使者说起了此番来大唐求援的原因。这一次便是百济攻占了新罗西部40余城后，继而向着新罗的腹地而去。新罗善德女王派使者前往高句丽求援，却被高句丽要求先要割让北部与高句丽接壤的数座城池，方才能够出兵相助。事情发展到这里，这位女王也看出来了，此番百济进攻，高句丽没有直接参与，恐怕也是幕后黑手。无奈之下，只得一面派兵严防百济的进攻，另一方面派使者向大唐告急。 수령, 신라적사 자제나리, 가시대면 유소흔 대적선, 이등하인, 저시아량 국직한적사정, 본관본권리, 최호부호삽수。 说的什么鸟语？火炮营干掉他们！开炮！我正要回大唐，尔等便随我一同回去吧。启禀陛下，西边有情报传来。哼，休斯小儿敢对我大唐使者动手，是有高昌在后面撑腰。此等忘恩负义的贼子，理应当诛。侯君集传来捷报，高昌和秋瓷都已臣服我大唐。陛下，如今秋瓷和高昌已成为我大唐的领土，日后定要对这里加强管制，让我大唐的威严震慑四方。此前便是我大唐对这些小国太过宽容，方才发生这样的惨剧，前车之鉴，还望陛下明鉴。 陛下，依臣看来，应当效仿当初定北侯处置东突厥的方式，在西域建立都护府，如此一来，便能够将西域牢牢地掌控住。臣附议。哈哈哈！既然如此，便按诸位爱卿所言吧。你这混小子，这些日子又跑到哪里去了？陛下将海陆经营权交给了臣，臣不敢辜负陛下一番心意。此次前往沿海，便是打算将海上的贸易开展开来。 你小子，别人都是努力的在官场上钻，你倒好天天就知道古道商业上的事。陛下，臣可不只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我大唐啊！要知道，这里面的收入有30%都是要上缴国库的。哈哈哈！你小子真有你的！陛下心情如此大好，想必陆国公西征极为顺利吧？侯君集在西域大胜秋瓷和高昌，如今这两国已经归入我大唐的疆土。 恭喜陛下！陛下，臣在山东的时候遇到了新罗的使者，正向着我大唐而来，询问了一番，方知是向我大唐来请求援兵的，便把他们顺路带回了长安。新罗发生了何事？随后，虾仁将新罗使者金志上说出来的事情全部转述给了唐王。你将这新罗的使者带回来，想必心中已经有了想法了吧？ 陛下，这些年来，高句丽虽然没有出现过大的举动，但是始终是我大唐的一方威胁。为此，我大唐更是常年在那里驻扎了数万军队。此番若是让他们将新罗给瓜分，高句丽的国力必将会上升一个档次，这对于我大唐来说是无益的。那依你看来，我大唐应该出兵帮助新罗人。陛下，我大唐若是能够派兵驰援新罗，让他们免于覆灭之灾，新罗必将会更加依附我大唐。 届时，新罗就像是我大唐安插在高句丽身旁的一颗钉子，关键时刻会有奇效。好，朕便命你为此次援军主帅，统领我大唐3万军队，驰援新罗，征伐百济。是，陛下。乡人，我今日登门的目的，想必你也清楚，当初都是我的错，方才让你和婉儿走到这一步，我在这里向你道歉。但是这个孩子对于我李家的重要性，你也应该知道，还请你让我将孩子带回去。 李夫人，想必你也应该知道啊，这孩子不只是婉儿的孩子，同时也是夏儿的孩子。这一点不管怎么说，都是改变不了的事实。婉儿作为孩子的母亲，孩子回魏国公府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不过孩子遭遇此番大难，我等也颇为担心。孩子的体内终究流淌着我越国公府的血脉，我越国公府总是不能置之不理的。这里有2个身手不凡的侍女，日后就留在婉儿的身边，保护孩子的安全吧。 多谢老夫人。吴阙公公，不知陛下此番是有何事呢？定北王，陛下心情可能有些不好，到时候记得小心些。臣见过陛下。李婉的孩子也是你的吧？回陛下，是的，不过这件事情是个意外。是吗？朝廷都没有发现那伙人的踪迹，倒是被你给发现了，你倒是挺上心的嘛。
陛下，那日正好有府中的家将从城外攻防回来，恰巧注意到这伙人。这些人敢在长安夜闯国公府抢人，背后定然有着恐怖的势力，也不知道大理寺可审出些什么。这些年来，朝廷一直都在暗中盯着他们，他们也一向安分，朕便懒得收拾他们。这一次，他们既然敢如此做，那就休怪朕不客气了。永安县那处村子，应该便是他们收集消息的据点。如今你一举端掉了这个据点，还杀了他们不少人，日后行事还是要格外小心一些。陛下放心，臣定然会谨慎小心的。对于西征这件事情，你怎么看？那龟兹国敢公然杀害我大唐使者，不灭此国，周边的诸多小国必然也会蠢蠢欲动。如此一来，我大唐在西域的震慑力将大大的降低，这绝非一件好事。陛下不是已经决定由陆国公率军前往西域了吗？难道说西征的事情还有什么问题？这些年来，我大唐也算是国泰民安，可历年的征战，国库中一直都不充盈。你此番北征，文臣们的反对你也都看在眼里，想必也明白此番西征路途遥远，将士们万里跋涉，需要的粮草定然不是一个小的数目。如今只是第一批的粮草运了出去，后续的暂时还没有着落。你作为民部尚书，眼下理当如何呢？陛下，此番西征乃是国之大计，粮草方面，臣愿意出资3万贯。不过臣也有一个请求。哦，不知道你有何请求？陛下知道，臣旗下有着诸多的生意，如今臣想要陛下将我大唐海路的经营权交给臣，作为回报，海上经营所获得的财物，臣愿意拿出30%上缴国库。你打算将生意发展到海外？臣下面工坊产出的茶叶、酒水、琉璃、软脂等物品，四方各国需求量是非常大的，而海外诸国也有许多我大唐没有的东西。若是能够展开贸易往来，对双方都是有好处的，而且我大唐能够获得的好处会更大。你小子真是掉进钱眼里了，好吧，朕允了。谢陛下。你也别把心思都放在这些商家的事情上面，这2日把兵练好。是陛下。第2日，南大营内，新兵们的训练照常进行着，没有丝毫的混乱。尔等能够从数万新军中脱颖而出，进入特种府，想必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但是本帅为何要成立特种府？特种府所在的意义是什么？你们知道吗？洪亮的声音在特种府所在的场地响起，灌入每个人的双耳中。许多的人眉头微动，思考着。特种府顾名思义，你们将来要执行的是最为特殊，同时也是最为危险的任务，随时都有可能为之丧命。当然了，这些特殊危险的任务，往往也决定着战争的胜负，这便是特种府存在的意义。今日本将就给你们讲述何为特种兵，何为特种作战。特种兵便是兵种上执行特殊任务的兵种。每一个特种兵除了要掌握强大的作战本领外，还必须掌握生存本领，能够独自在野外生存，能够深入敌后探查、袭扰破坏、窃取情报。那小子今天去军营了。定北王一大早便前往了南大营，听下面人汇报，说是要给那特种府的人讲解特种作战。真不知道这小子哪来那么多点子。不过他当初说的那个兵王，朕倒是挺感兴趣的，且看他能搞出个什么样子吧。对了，西征的大军现在到哪里了？陆国公率军的5万军队已经出了玉门关，如今应该到了800里漠河延气沙漠了。此番西征，朕不担心那丘兹小国，最担心的还是这沙漠行军。据说这漠河延气，目无飞鸟，下无走兽，环境极其恶劣，这对于侯军级来说是极大的考验啊。陆国公常年都在西陲征战，此番行军又找了数名沙漠向导，应该是能够安然通过的。特种作战主要包括运动战、麻雀战、心理战等一切非常规作战，还有收集情报、扰乱后方、破坏设施、进行突然袭击等等。大将军，何为麻雀战？麻雀战是一种非常规的作战方式。你看麻雀在觅食的时候，从来不成群结队，多半是1、2只、3、5只、10几只，忽东忽西，忽聚忽散，目标小，飞速快，行动灵活。这种作战方式便是根据麻雀觅食的方法创造出来的。至于心理战，想必你们应该能够理解，战争不只是身体上的对抗，更是心理上的对抗。古人有云：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便是一种心理的变化。心理战便是从心理上打击敌人，通过攻彼之短，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诱使对方麻痹大意，向对方施加精神压力，形成心理负担，从而达到不战而胜或者战而胜之的目的。定北王，陛下召你入宫。陛下，依臣看来，东突厥愿意向我大唐称臣，并且世代朝贡，我大唐理应展现出大国胸怀，海纳百川。只是北方游牧民族向来不是那种言而有信之人，能够控制好他们是其中的关键。
陛下，北方游牧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中原地区的严重边患，如今好不容易将其覆灭，绝不可放任其再次成长起来。以臣看，应该让他们全部迁徙到黄河以南的地方，打乱他们原来的部落组织和结构，这样这个桀骜不驯的游牧民族就会变成易于制服的内地居民，北方也将再无祸患。长孙老匹夫，沙场征战的不是你家儿郎是吧？你可知道我大唐男儿有多少埋骨在北方边境？如今好不容易将东突厥覆灭，以我看，应该将他们驱赶到茫茫草原之外，自生自灭，以绝后患。程咬金，你什么意思？若是国家需要，我长孙家的孩儿随时可以奔往战场。够了，夏爱卿，这东突厥是你打下来的，此番东突厥使者前来臣服称臣，你如何看？陛下，此番东突厥臣服称臣，依臣看来，对我大唐来说，完全堪称一件好事。陛下又何须犹豫呢？哦，此话怎么说？我大唐作为中原大国，陛下又是一国君王，自然该有宽大的胸怀。如今东突厥正是穷困潦倒之时，陛下若是能够接纳他们，只说草原上那些牧民，便是会对陛下感恩戴德，更是让周边诸国看到陛下宽容的一面，届时不用大军征战，他们自会臣服。反之，若是将东突厥赶尽杀绝，周边诸国也定会感到忌惮，彼此联合，对于我大唐来说是没有任何好处的。而且将东突厥给安抚好了，到时候西突厥若是图谋不轨，北方草原也将是最稳固的防线。诸位爱卿，可还有何异议？陛下，定北王一番言语深有道理，臣赞同东突厥称臣朝贡的事情，臣等不异议。既然如此，召东突厥使者觐见。出发。大唐此番驰援新罗，其一是为了让新罗免于覆灭之灾，更加依附大唐；其二则是为了震慑高句丽，让他们不敢对我大唐有任何想法。那混小子已经率军离开了吧？陛下圣明，定北王已经率军出海，如今已经在前往百济的路上了。李寻立即向兵部传令，让东北地方的守将做好备战准备。高句丽一有动静，随时出战，不能让他们支援百济。是，陛下。吴阙，你说这小子这次能打胜归来吗？陛下放心，定北王虽然年纪尚轻，但是在战场上已经完全不逊色其他老将，此番东去只怕很快的时间便能够大胜而归。第二日下午时分，下人站在船头上，手持望远镜，向着远方望去。这世上竟然还有这么神奇的物品，只是透过几个小小的镜片，竟然能够将远方的事物尽收眼底，简直是闻所未闻。此时透过望远镜，下人看到在那沿海的地方，密密麻麻的人影出现。看来百济人早已经做好了准备，屯兵据守，便是为了防止我大唐的军队到来。全军听令，准备战斗，弓箭手齐射，无间隙放箭。传令，让这里大军向着中央靠拢，给我拦住这些该死的唐军。将军，唐军强大，已非我等可以力敌，不若先行撤离，待与我方大军会合之后再做谋划。吩咐下前，全军撤退。报！启禀皇上，唐军漂洋过海打过来了，我军溃不成军。沙勇呢？沙勇在哪里？陛下，沙将军正带领麾下的士兵向着王城而来。哼，他还有脸回来？本王定要治他的带军之罪。陛下，当务之急还是要设法护卫王城才是。依属下看，还是尽快通知前方，让大军回防，另外让高句丽来援。使者，唐军已经踏上了我百济国土，如今应该与百济儿郎作战，还烦请使者转告摄政王，请他履行承诺。陛下请放心，你我双方既然达成一致，自当守望相助。我这就返回高句丽，请兵来战。皇上，近日来边境上唐国的驻军跃跃欲动，似乎有所图谋。唐国这一年来征战不断，先是覆灭了东突厥，后又平了龟兹和高昌，如今这是要与我方开战吗？唐国此举看来是在敲山震虎，看样子新罗是请来救兵了。百济那边可有消息传来？皇上，如今还没有消息传来，可是从唐军的动作来看，想必援军应该快要到来了。唐国国力强盛，可连年征战，消耗颇大。如今西征的大军都还没有归来，就想染指新罗，简直是痴人说梦。皇上，唐国地处中原，物资丰饶，其实力不可小觑，还是要谨慎为好。本王心中自有计划。陛下，唐国的援军到了。密切注意百济动向，继续做好防备工作，谨防百济人偷袭。另外，立刻遣人前往百济境内查探情况。诺。陛下，若是唐军到来，也不知会是哪位将领到来。不管是谁，我新罗有救了。
大唐定北王会是你吗？微弱的声音并没有引起女王的注意。作为新罗王族善德女王的堂妹，她的心中却是非常倾慕大唐文化的。她没有去过大唐，可对于这个名字耳熟能详。这些年纪轻轻便闯下赫赫战功的男子，虽然素未谋面，却深深地烙在她的心中。陛下，臣请出战。燕将军唐国势大，贸然出军绝非上策，不如固守城墙，将唐军阻击在外，也可保我王城安危。匹夫之言，长他国志气，灭自己威风。臣附议，唐军虽然厉害，可毕竟人数不多，我百骑军士未尝不可一战。沙将军，你曾率军与唐军作战过，你觉得我百骑军士能否与唐军一战？陛下，那唐军人数只有2-3万人，可个个凶猛无比。依臣看来，还是据守城墙，等待高句丽大军到来为好。沙将军莫不是在为自己的失败寻找借口？同样都是2个肩膀扛着一个脑袋，那唐军莫非有3头6臂不成？燕将军，我所言句句属实，若是燕将军不信，自可亲自去试试。陛下，臣恳请出战，并将那唐军主将的头颅带回来，献给陛下。好，来人温酒，我要给燕将军壮行。不必，待我将唐军首级斩首，再喝不迟。高句丽的使者已经带着消息折返了回去，相信不久高句丽的援军便会到来。在这之前，他还是想试一试，胜了，他这位君王必将声势大涨；新罗还是囊中之物，败了，待高句丽的大军到来，依旧有翻盘的机会。汝是何人？淹没的大刀，不斩无名之辈。吾乃大唐定北王虾仁。大唐定北王，今日本将便要见识一番，你这大唐定北王究竟有几分本事？燕将军，你回去吧，你太老了。我虾某的长枪不自老幼，我怕一会打的你叫爸爸。狂徒，你真以为我杀不了你吗？万千军中只举敌将首级，没想到世间竟真有如此强者，不愧是定北王。你也不赖，能与我互相搏斗，你还是第一人。年轻人，老夫还真是小看你了。听闻你能万军从中取敌将首级，老夫就更留你不得了。老东西，若是此时你束手投降，本帅还可饶你一命。狂徒，我燕赤霞既在1日就无外族入侵之时，这一战，老夫要将你等全部埋于此处。各种府在。此战若胜，便可直取百济，百济将会归入我大唐版图；若败，我等又有何颜面见我大唐百姓？见朕之志，有死无生。主将被斩，大军损失惨重，那完全就是一场屠杀。此时，这些百济的军士恨不得自己长了4条腿，能够快速的奔回王城之中。快开城门！燕将军被唐军斩杀了。不得开门！你等既不为国家开疆拓土、攻城略地，现如今还不战而逃，你们不配做我百济的勇士。弓箭手齐射。陛下，燕将军大败，全军覆没。而今唐军兵临城下，正准备攻城。高句丽的援军呢？高句丽的援军在哪里？陛下，北方还没有消息传来。渊盖苏文这老匹夫，莫非是想渔翁得利？陛下，这才数日的时间，定北王已经率军打到了百济王城。若是一举将百济给打下来，那对于我大唐来说，可是有了巨大的好处。高句丽那边可有何动静？陛下，探子来报，高句丽已经向辽东城增兵，看样子应该是在防备我大唐出兵。这等时刻，应该无暇顾及百济这边吧？陛下，西边有消息传来，朕不是安排顾孝恪前往西域任安西都护府都护了吗？如今龟兹和高昌已纳入我大唐领土，还能有何事？便是郭都护传来的密信，弹劾陆国公将龟兹和高昌的宝物私自据为己有，并且将2国的俘虏私自发配。这情报确认过了吗？臣已经让西域的密探查过此事，送回的密报与郭都护的情报相差无几。此事便交由你处理吧。百济那边情况如何？如今唐军已经兵临百济王城，估计很快便要开始攻城了。传令大军即刻出发，驰援百济。王上，北方的唐军距离辽东城还有数十里的距离，若是大军南下，唐军一旦攻城，辽东城形势堪忧啊！哼，这等伎俩岂能吓住本王？张将军，你率5万大军立刻出发驰援百济。末将领命。陛下，请放心，唐军若是强行攻城，臣定然不负君恩，将他们歼灭于此。
沙将军，本王悔不听你之言，此次有劳沙将军了。陛下，我百济地势险峻，只要避战不出，等高句丽援军到来，我军再杀出，形成合围之势，唐军必被歼之。好，沙将军听令，末将在。朕命你为此次守城主将，有先斩后奏之权，务必守着百济。臣领命，必竭尽全力守住百济。全军攻城。弓箭手齐射。百济城地势险峻，攻城只有正面，一次冲阵唐军不过数千人，但对于守城的百济士兵来说，万人的弓箭手齐射根本不需要瞄准，箭雨落下便是一片惨叫。3轮的齐射下来，唐军的焚余始终无法靠近城门。大帅，敌军固守不出，我军攻不进去。传我军令，停止进攻。程处亮呢？到。你他娘的火炮营呢？给我拉出来！程处亮，我倒要看你打的准不准，给我瞄准了，轰他娘的！开炮！拦住他们！快拦住他们！陛下快撤，唐军破城了！上天要亡我百济啊！你到底是何人？大唐定北王虾仁。竟然是大唐定北王亲历，这便是我百济的宿命吗？报！启禀将军，前方此后传回来消息，百济王城不但被唐军攻破了，城内的百济军士更是被屠戮一空。这怎么可能？如今短暂的时间，只是2-3万步军，没有攻城器械，是如何攻破有重兵把守的城池呢？将军，这是百济的王城，这里的军士都是百济国的精锐。唐军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攻破这座城池，并且将城内的百济人打杀一空，必须损兵折将。我们如今赶去，时机正好。军师说的有道理，传我将令，全军出击。唐军经历过这番严酷的大战，必定损失惨重，将其消灭。这偌大的土地就是属于我们的了。陛下，唐军攻破百济王城，百济军队被屠戮一空，百济国王自刎于王宫之中。如今大唐定北王正率领着麾下的唐军向着我新罗而来。传朕旨意，沿途城直接打开城门，让唐军进城。是，陛下。将军，后方发现大军追来。有多少人？预计有5万人左右。5万人，那便不可能是百济的残军。至于新罗的军队，更是不可能出现在我们后方。那么唯一的可能就是高句丽的军队出现了。大唐的友军快进城，我等奉女王之命再次迎接定北王。传我军令，火速进城。见过大唐定北王，定北王为我新罗安危不远千里而来，女王陛下特命老臣带来诚挚的谢意。老将军免礼。定北王莫怪，经过先前的大战，我新罗损失惨重，只余下王城中的守军守护着王城的安危，此番只能带来一些粮草物资，还有军备器械，希望能够帮上忙。新罗既然甘愿向我大唐称臣，我大唐义不容辞。我虾仁在这里谢过女王陛下。定北王前方高句丽大军即将到来，对于此战可有把握？高句丽谋而后动，如今5万大军来袭，定然是做了充足的准备，想要将其完全歼灭，难，很难。不过他们若想攻破这里，也绝非易事。本将军奉我王之命前来驰援新罗，那么新罗就断无覆灭之忧。2万敌5万，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放眼天下，非你定北王莫属。既然如此，那小女子便恭候定北王大捷的消息了。高句丽的5万大军蔓延数里，黑压压一片。在这5万高句丽大军前面，有一支1万人的队伍，这正是虾仁的特种兵，他们携带一种悍不畏死的精神。大帅，敌军的兵力是我军的5倍，我们固守城池还有胜算，这般冲锋已经陷入高句丽的包围之中了。不急，我们直接拿下高句丽主将，到时候敌军必将成为一盘散沙。给我上，干掉这些该死的唐人！将军，唐军不过区1万兵力，竟然还敢出城迎战。如今我5万大军包围，这唐军必被歼灭不可。小小唐军在本将面前弹指可灭，传令下去，杀唐军1人者，官职连升3级。虾仁一马当先，那恐怖的战脸，千人易毙，非万人不可破。所到之处，寸草不生，散发出的杀气震退敌军数万人。冲阵、撼山2种强大的团战光环同时激活，
唐军的战力宛如杀神附体，所到之处寸草不生，一具具高句丽士兵的尸体倒在他们的马下。短短1个时辰，3万高句丽大军就死在唐军的马下。杀敌之快！那白袍战将是何人？竟然如此神勇！军中战将报上姓名。一片是胆，平乱世，江山，大风起兮，飞翔。吾乃大唐定北王，尔等逆贼还不快快投降！大将军，此人就是4次打破突厥的定北王虾仁，此人之恐怖，我高句丽无人可挡。给我杀了他！这虾仁不灭，我高句丽永远无法安宁。不好，将军，这下人冲我们来了，赶紧撤！据说他有万军从中，取敌将首级的本领。列阵，给我拦住，拦住他！杀！尔等贼子，主将已死，还不缴械投降？万军从中直取敌将首级。见此情形，本来准备围上来的高句丽大军瞬间胆怯了起来，争先恐后缴械投降。老夫知道，诸位也有耳目关注着前线，高句丽攻不过来了，如今那计划也该实施了。上大等，如今唐军和高句丽人还在征战，要在这个时候起事吗？金德曼不能擅离，新罗在他的手中日渐衰败，就算臣服了唐国，长久下去也定会沦为唐国的附庸，哪里还有自立之日？如今唐军还没有抵达王城，我们起事，到时候就算唐军到来，一切已经尘埃落定，唐国要的只是我新罗的臣服，谁来当王，只怕他们并不关心。哼，那张骞在做什么？为何会有5万高句丽大军出现？李靖、程咬金、秦琼等一干武将站在那里，脸色似阴沉了下来。对于虾仁出其不意的进攻百济，更是将百济一举拿下的时候，他们的心中除了震撼，还有着无尽的欣慰。可现在这突然之间的变故，他们是始料未及的。朕不是下旨，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拖住高句丽的大军吗？为何还会出现这样的事情？陛下，臣觉得眼下的局面的确对于我大唐十分不利。可定北王并非军中新人，他在战场上的运筹帷幄都是有目共睹的，说不准能够从这绝境中寻到一线生机。眼下这等局面，魏国公认为那混小子还有破解的可能吗？虽然说局面对于我大唐来说的确十分不利，但是放眼定北王数次大战，又有哪一次不是险中求生？相信这一次定北王自有决断，能够化险为夷，带领我大唐将士归来。将军，此一战我军斩杀4万高句丽大军，可谓是大胜。我军损失如何？我军阵亡801人，受伤200人。传我军令，我方阵亡的士兵尸体火化后送回他们的故乡，让他们落叶归根。另外，本王亲写一封战报，传回大唐，告知我们平安的消息。是，将军。王爷，新罗那边有人来了，似乎有什么大事发生。将人带进来。定北王亲启。定北王，如今我王城被叛军包围，只要你愿意帮助我新罗王族平叛，我新罗愿意永远臣服于大唐，做大唐最忠实的臣子。新罗金圣曼，钦别。你们的主子是谁？定北王前些日子见过的。你说上次那名女将就是金圣曼？定北王想的没错，主上是女王的堂妹，这一次便是希望定北王能够伸出援助之手，帮助我们平定这次叛乱。虾仁闻言没有马上开口，目光微转，沉思着。他可以选择出手相助，也可以袖手旁观。不管新罗的政权掌握在谁的手中，这个国家总归是不可能逃离臣服大唐的命运。不然的话，那北边的高句丽便是他们不能抗衡的。金德曼，我新罗曾经是何等的强盛，如今落到如今这等地步，皆是你无能所致。让出王位，我新罗需要一位贤能的明君做主。这贤能的明君是在说你自己吗？哼，既然你如此顽固，那便休怪老夫了。此时，新罗王城外数十里的地方，虾仁一行人快速的前进着。尔等如此作为，迟早会将我新罗带向灭亡之路。哼，卑躬屈膝，臣服唐国，沦为唐国的附庸吗？金德曼，新罗不会只做他国的臣子，定然会恢复曾经的昌盛，只是你注定看不到了。主上，唐军来了。上大等，唐军强悍，非我军可以力敌，如今该怎么办呢？要不撤军吧？撤军就能够安然无事吗？前来的唐军有多少人？约莫有2000人左右。杀！你疯了吧？唐国不是我等可以抵抗的。走上这条路，还有退路可退吗？剑还有生还的可能，撤退只有死路一条。死人是不会说话的。歼灭唐军，到时候大可以再做解释。你们如此作为，只会为新罗引来灭顶之灾。唐军是折损在王族亲卫军的手中，唐国又如何怪罪我等呢？快速备战，斩杀唐军，绝不可放走一人。抱歉，手又滑了。
定北王不远千里来驰援我新罗，老夫心里是非常感激的。可是这是我新罗内部的事情，你为何要趟进来呢？尔等如此行径，不怕引来我大唐的报复吗？唐国自然不是我新罗可以匹敌的，但是定北王认为你们还有离开这里的希望吗？哦，是吗？本将不欺负弱小，全军听令，你们都别动，我一人对付他们足矣。主上，我等先带你先行撤离吧，王宫已经不安全了。大唐的援军呢？我等来时，关中守卫已经尽数阵亡，唐军只有2000人，而叛军还足有上万人，只怕难以回天。陛下呢？可曾见到陛下？未曾看见。主上还是先行撤离吧。此番唐军由谁率军而来？是那唐国定北王亲自率军前来，但是他们已经落入了叛军的包围中，只怕坚持不了多久的时间。不必撤离，我相信他。狂妄的年轻人，给我上，干掉他！面对四周逐步逼近的叛军，虾人没有多余的动作，战便是了。大开大合之间，收割着新罗叛逆的性命。主上且慢，外面形势不明，属下先出去查探一番。定北王可在？金圣曼，定北王大恩，小女子万分感激。免礼，叛军已灭，剩下的你们自己处理吧。他们实在无法想象这2000唐军是如何战胜那万余名叛军的。对于这位大唐的定北王，大家充满了深深的好奇。先王并天，老臣心痛万分。如今内忧外患已除，百废待兴，国不可一日无主。然而君王没有留下遗诏身亡，又没有王位继承人，老臣建议推举金圣曼为王。吾王万岁万岁万岁！我新罗内忧外患之际，唐国不吝援手，这铭记于心。先王既然答应了归顺唐国，朕自当秉承先王遗愿。哈哈哈，这消息属实吗？启禀陛下，东北方面同样有情报传来，证实了高句丽大败而归。贞观7月12，定北王率军2万，大破高句丽5万大军，斩杀4万有余。高句丽大将也被定北王斩杀。贞观7月14，新罗政变，上万叛军攻占了新罗王宫，定北王率领2000唐军杀入重围，助新罗平定叛乱。这有点太匪夷所思了吧？哈哈，这混小子，情报上可有说那混小子现在在什么地方？据情报上说，新罗善德女王在叛乱中身亡，定北王扶持新王登基，国丧期间怕是耽搁些日子。经过这番战乱，只怕你有的要忙了。这些日子来，各地告急，宫中的奏折都已经堆满了。当务之急，还是要尽快建立起一支专属于自己的力量。百济那边还是要早些派兵过去，时间长了恐生变化。先前叛乱，许多官员都牵扯其中，如今多处的官位都有了缺失，我也有些头疼呢。非常时期当行非常事，大可效仿我大唐的科举制，先选出一些有才能的人，将空缺补充起来，再一步步完善。新罗若是能够有定北王这样的人，或许我便能轻松些了。此番东来，新罗已经脱离险境，我也该回朝复命了。何时启程呢？明日清晨。定北王此番东来，救我新罗于危难之中。先前忙于先王的丧事，多有怠慢。今日我已经命令下人准备了酒菜，就当为定北王送行吧。虾人闻言，没有再好意思开口拒绝，点了点头。我先敬定北王一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这小小的新罗，终归不是你理想所在。不对，有问题。这种低浓度的酒水，自己就算干上一壶，也不会有太多的感觉。如今怎么会喝多呢？哎，这都是我自愿的，你莫要多想。我只是希望你在唐国的时候，能够偶尔想起，在这里有一个女子就足够了。你若是有什么困难，自可让人来大唐寻我。高句丽那边，你不需要有任何的担忧。我知道你贵为大唐的定北王，声名显赫，但是不管来日你是何处境，新罗永远站在你的身后。王爷，大军已经集结完毕，是否出发？出发！大军缓缓地开拔。虾人扭过头，望着身后的王城，心中感慨万分。蒙战见过唐王陛下。蒙战，岭南人，控制着岭南9区18寨，是一名真正意义上的土王。此番蒙战带领着9区18塞的首领，是来向大唐臣服称臣的。免礼，此番前来带来了我岭南地区的特产，特此献给唐王陛下。这是何物？此物名忘忧，放在嘴里嚼了，会让人忘记一切忧愁。听闻唐王陛下患有风疾，忘忧乃是解除痛苦的无双良药。你这手艺愈发的精进了。公子既然喜欢，何不多吃2口？美食太容易让人懈怠，复仇未报，我就沉迷于口腹之乐，将来如何面对9泉之下的父亲？公子置身若海，这次定然能够成功。那个无情的刽子手，一旦沉迷于忘忧，定然会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但愿这一次能够成功吧。公子多虑了，那些岭南人身处穷乡僻壤，都是些愚蠢之人。公子略施小计，便让他们自入过中。忘忧来自遥远的大石，这中原大地还未曾出现过。老奴不信，这长安城内有谁会知道它的真正作用？一定要让李世民血债血偿。8月初5，虾仁率领着1万余名大唐军队抵达了长安城下。虾仁仅凭一招幻影剑舞就秒杀了新罗叛逆，然后扶持金圣曼成为新王，至此新罗彻底归附大唐。虾仁骑马回到长安，30万大军俯身跪拜。定北王虾仁接旨，定北王为大唐社稷，赶赴危难之间，歼灭强敌数万有余，诏令赐定北王虾仁官职晋升正一品，宫中无需向任何人行礼，10亿万户，赏黄金万两。臣谢过陛下。定北王无需多礼，陛下有请。虾仁没有耽误，一路上方才了解到岭南土王率领麾下9去18寨的首领，还有部落中的勇士前来向大唐投诚，而且进献了许多的奇珍异宝。虾仁见过陛下。定北王不必多礼，此番大胜，辛苦爱卿了。陛下言重了，这是臣的分内之事。听说岭南土王给陛下献了一味神药，名曰忘忧。陛下，你不会信了，这是神药吧？混小子，你真当朕老眼昏花了不成？这要若是你献上来的，朕只要头痛风疾发作，必然会将其使用。但是一个摸不着的岭南土王，朕又岂会随意妄加信任？陛下圣明。你小子可认得这是何物？按照历史记载，鸦片传入中原至少还有几十年的时间，而且刚刚传入的时候还是被当作观赏的花卉，被人栽种在院子。可现在这东西竟然出现在岭南人手中，并且还作为贡品送到了唐王李二面前，这属实奇怪。混小子，这忘忧到底是何物？别给朕吊胃口。陛下，这忘忧的确有抑制头疼的功效，这一点岭南王倒是没有说谎。不过什么？臣在乡下的时候，听村中的老先生提起过这种药物，说这忘忧是来自地狱的毒药，抑制疼痛，只是它一个捎带的作用，它真正的作用能够让人沉沦其中，无法自拔，最终疯狂而亡。若是这东西在大唐流传开来，大唐的子民都会被其腐化，不要说男耕女织，上阵杀敌，便是没有任何外敌，只是这忘忧就足以使其自毁消亡。这忘忧当真有你说的那么可怕？臣所言句句属实，陛下若是不信，自可找人试验一番，到时候自有分晓。朕自然是相信你的。对了，此番出征，新兵表现如何？这支新军完全可以独当一面。此话当真？陛下请放心，这支新军是臣训练出来的，臣自然不会拿他们的性命开玩笑。不知陛下有何打算？你觉得我大唐跟高句丽开战，胜败如何？陛下，新罗朝局刚刚稳定下来，以臣看来，若是要对高句丽开战，最好的时机是待新罗彻底掌控了整个南部区域，到时候双方南北夹击，视为上策。眼下秋收在即，朕自是不会再大动刀兵，一切等到秋收之后再说吧。秋收以后，大唐还没有对高句丽用兵，反而高句丽10万大军进攻大唐。可恶，朕还没有对他们出兵，他们竟敢犯我大唐！陛下，虽然说定北王先前斩杀高句丽4万人，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蛰伏，高句丽定然有着自己的依仗，万万不可小觑。诸位爱卿，对于此事有何看法？陛下，高句丽和薛延陀趁这个空档期来访我大唐，显然是有所准备。若是要出兵，定然要有完善的计划，不能盲目行事。陛下，以臣看来，高句丽和薛延陀敢对我大唐出兵，我大唐定然要快速做出反击，不然的话，这有可能会崩塌。到时候，若是西域方面和西突厥在蠢蠢欲动，形势堪忧。陛下，臣同意为国公的话，应当立即出兵北上。诸位爱卿，可有谁愿领军北上，助朕扫灭高句丽和薛延陀的大军？陛下，臣愿率军东征，犯我大唐者，虽远必诛。高句丽既然引颈受首，臣定然当他们有来无回。犯我大唐者，虽远必诛。好。陛下，末将请战。他娘的，高句丽竟敢犯我大唐，杀我子民，臣定然要让他们血债血偿。陛下，末将请战。就在这刹那时间，一个个武将站了出来，每个人的心头气血翻涌，仿佛回到了当初肆意纵横沙场的时候。下面此番出战，你有何想法？陛下，高句丽和薛延陀共同对我大唐出兵，以臣看来，威胁主要还是在高句丽这边。新罗一战，高句丽计划被破坏，还损失数十万大军，并且与我大唐彼此相安无事的局面被打破。高句丽摄政王渊盖苏文是个有能力的君王，自是知道我大唐和高句丽必定会有一战，如此倒不如趁着这个机会先下手为强。至于薛延陀，虽然地域宽广，可漠北贫瘠，兵力也不是很多，他们南下无非是想趁机占据草原，与我大唐分庭抗礼。你的意思是，只要将高句丽给击退，薛延陀将会不战自溃？
正是这个道理。不过东突厥总归是臣服于我大唐，草原方面还是要出兵相助的，不然的话可以显示我大唐的博大胸怀。臣愿意率军东征高句丽，至于北边草原，还需陛下再做安排。陛下，臣愿意出战草原，让薛延陀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好，英国公既有此心，朕在此等候两位爱卿凯旋归来，届时朕亲自为两位爱卿庆功。陛下，此番同时出兵，兵力方面又该如何调配呢？陛下，随着西域平定，东突厥被灭，如今关中的驻军有20余万人，抛开镇守关中的军队，有12万人可以调动。下人作为东征主将，你需要多少兵马？陛下，既然是双线同时出兵，给臣3000兵马即可。下人，你确定只带3000兵马？你不是在开玩笑吧？陛下，3000兵马足矣。英国公出征，多给他调配点人马，横扫薛延陀大军。父皇，儿臣请战。儿臣身为大唐太子，如今国家有难，儿臣理当身先士卒，保家卫国。难得前儿有如此勇气，那么朕便命你为北征副将，跟随英国公征讨薛延陀。大唐天威不可犯，朕希望你们齐心协力，打出我大唐的威风来。儿臣定不负父皇所托，击败薛延陀，扬我大唐威名。你怎么那般逞能呢？我知道你与高句丽交战过，但是若只是那一次，你就轻视这个国家，会吃大亏的。前朝发生的事情，我自是知道的。高句丽偏安一隅，可国力方面必定有着丰厚的底蕴，不然的话，数十年的蛰伏不会贸然对我大唐发兵的。你既然知道，那还如此拖大？高句丽足有10万大军来袭，你只率领3000军队，这巨大的差距如何弥补？此次东征，我虽然只选择了3000兵马，但是我有自己的办法，保证不会失败。胜算有多少？只说高句丽这边，至少80%。你应该知道宫中的情况吧？太子和魏王争得厉害，太子上战场会不会对战局有什么影响？只怕太子立功心切，李继这位主帅也压不住啊。有10万北征大军，再加上草原上的骑兵，只要大军不攻入漠北地区，应该不会发生太大的变故。李世民怎么也没想到，虾仁要用3000唐军出战高句丽10万大军，并且他还说此战必胜。想不到不知不觉中，这小子已经将新军训练到了这等地步。定北王在练兵上有着独到的天赋，他创作出的那本大唐练兵册已经被各位的将领们奉为练兵至宝。别说是训练新军，就是拿来训练老兵都没问题。希望他们都能凯旋而归。定北王运筹帷幄，虽然只选择了3000军队，自有他的取胜之道。至于英国公，我大唐10万精锐，还有草原上的骑兵，收拾一个薛延陀应该不成什么问题。高旅行距离平州还有多远？最快需要10日。大帅，高句丽大军此时恐怕已经攻破营州，下一步就是进攻平州。你先率500精兵火速赶到营州。到了营州，你们要做的就是探查高句丽人的动向，采用游击战干扰敌军，一定要让我军在高句丽大军攻占平州之前抵达。属下明白。营州这座大唐东北边境的城池，如今已被高句丽的铁蹄践踏，街道上尸横遍野，鲜血染红了石板路。一群高句丽士兵正在掠夺财物。高句丽狗，有本事冲老子来，别动女人和孩子！一个贱民也敢大放厥词！胡子，带着你娘快走！爹，快走！胡子，爹对不起你。高句丽狗，汉家领土，岂容你等放肆？一群蝼蚁，再怎么棒的也是蝼蚁。父亲，这唐国也没有那么强大。那温成率领5万大军南下，竟然被唐国斩杀了4万，真是个蠢货。不过是唐国那些老将的狡猾罢了。不过这群蝼蚁的抵抗倒是有些意思。今日血债，尔等必将血偿。我大唐男儿宁死不屈，终有一日，大唐的精锐将再次崛起，将战旗插遍高句丽的每一寸领土。营州城这座曾经繁华的城池，如今只剩下了废墟和死亡。一群蝼蚁，再怎么棒的也是蝼蚁。父亲，这唐国也没有那么强大。那温成率领5万大军南下，竟然被唐国斩杀了4万，真是个蠢货。不过是唐国那些老将的狡猾罢了。不过这群蝼蚁的抵抗倒是有些意思。今日血债，尔等必将血偿。我大唐男儿宁死不屈，终有一日，大唐的精锐将再次崛起，将战旗插遍高句丽的每一寸领土。大帅，营州已经陷落，高句丽大军正向着平州而来。这些日子，我率领特种府的战士后方袭扰，拖住了他们一些时间。不过他们距离平州已经不远了。大军急行军多日，已经很是疲惫，需要休息。尔等继续探查高句丽人的动向，随时向我禀报。是，大帅。
启禀大帅，我军后方遭到一股小型大唐骑兵的干扰，人数500左右。此次作战的唐军和瀛州的有所不同，他们有组织有纪律，我们走他们追，我们追他们退，我军伤亡惨重。那支骑兵部队究竟是从哪里来的？给我查。父亲，这支骑兵会不会是唐国的援军来了？不可能，长安距离这里足足有着数千里的距离，唐军的援军不可能这么快的时间到达。莫非这是唐国援军的先头部队，故意来拖住我军的？没错，一定是这样。传令全军明日进攻平州城，一支500人的骑兵队伍也翻不起什么浪花来。是，大帅。陛下，这一次高句丽突然发兵，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瀛州被破，许多子民被屠戮。该死的高句丽人，竟敢如此屠戮我大唐子民！不灭高句丽，朕誓不罢休！虾仁率领的东征军到哪里了？陛下，定北王于5日前抵达晋阳，按时间算来，抵达前线应该还需要2日的时间。希望这小子不要让朕失望。定北王虽然在兵力上与高句丽大军有些差距，但是他既然敢如此做，想必有办法拦下高句丽人。眼下只待英国公和太子解决了北方的薛延陀，双方大军合璧，便可以对高句丽展开反攻。魏国公，火速派骑兵传令，让英国公和太子务必以最快的速度平定薛延陀，支援定北王。是，陛下。此时平州城外，高句丽10万大军集结准备攻城。软弱的唐人就这点兵力不堪一击，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看见他们哭爹喊娘、无助绝望的眼神了。这中原大地何该是我高句丽所有？大帅，前方就是高句丽10万大军，领军主帅是高延寿。来者何人？本帅不斩无名之辈。大唐定北王虾仁。久闻大唐出了一名名将，可敢与我一战？此人悍勇，吾儿小心。父亲放心，我必取他首级。虾仁，我乃高句丽第1战将，可敢与我一战？垃圾就该待在垃圾桶里。士可杀不可辱，虾仁，我要你的命。慧真，你虽然勇猛，但是过于急躁。这个虾仁看起来并不好对，切勿冲动。父亲，此战我必取他将上人头，这是我作为高句丽第1战将必须经历的挑战。李世民做梦也没想到，虾仁要用3000唐军出战高句丽10万大军，并且他还说此战必胜。此时平州城外，虾仁仅用1个回合就把高句丽第1猛将斩于马下。慧真，我的孩子！虾仁，你竟敢杀我爱子！今日我必斩杀尔等，以为我儿在天之灵。尔等蛮夷，敢染指我大唐国土，屠杀我大唐子民，今日便是尔等末日！全军听令，唐军寡弱，只有3000人，干掉他们，拿下平州，迎接我们的便是无尽的财宝和女人。大帅，敌军10万大军发起进攻了，我军只有3000，无法抵挡啊！10万大军，纵使10万大军，那又如何？今日我便以身入局，也要破了这10万大军。高延寿，你的死期到了！快拦下他！10万大军就这么没了吗？贺总府听令，在全军出击，追杀逃跑的高句丽士兵，一个都不要放过！杀！主将被斩，剩下的高句丽大军慌忙逃窜。就这样，高句丽10万大军就此覆灭。此时大唐北境，太子李承乾骑在战马上，望着疯狂逃命、消失在地平线上的薛延陀大军，豪气顿生。哈哈，如此小巧，还敢犯我大唐疆土，真是不知死活！李将军，如今我军大胜，薛延陀狼狈逃窜，何不趁胜追击，一举攻占薛延陀，为我大唐开疆拓土？到时候父皇定会十分欣喜。然而，随着他的提议落下，李绩却没有任何反应，而是皱起了眉头。他可不是李承乾这种愣头青。我亲爱的弟弟，到时候看你拿什么和我争！诸位将军，我大唐的儿郎们，难道你们就不想攻打薛延陀，为我大唐建功立业吗？太子殿下，我等身为武将，自然是做好埋骨疆场、为大唐开疆拓土的准备，但是也要量力而行才是。殿下可知道薛延陀国内有多少兵马？他们兵力分布如何？只凭借我们这些人，能否将薛延陀给拿下？这些因素都是要考虑的。贪功冒进乃是兵家大忌，若是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没有人能够担负起这样的责任。李将军，我看你就是怕了。我大唐将士勇猛无敌，传令下去，愿意随孤进攻薛延陀的，孤必铭记于心。若是出了什么问题，父皇那里孤一并担着。太子殿下，万万不能如此。孤说了，若是有任何闪失，父皇那里孤一律担着。全军跟上，保护太子安危。此时虾仁已经杀到瀛州，今日他便要用这近万高句丽人的头颅祭奠那些死去的瀛州百姓。
太子殿下，敌方正在伺机包围我军，此时不能再缠斗下去，必须突围，否则的话，我军会有全军覆没的危险。英国公，本王觉得此战我唐军未必没有胜算。兵法有云：置之死地而后生。昔日霸王项羽破釜沉舟，方才能打败强秦，成就西楚霸王之名。太子殿下，此番孤军深入，恐生变化。况且这几年来，我大唐跟草原部落交手，何曾说过我大唐的铁骑战无不胜？纵然以少打多，本王觉得照样可以战而胜之。太子，我们所率领的是大唐最精锐的骑兵部队，若是折损在这里，后果不堪设想啊！我乃楚军，是父王钦点的监军太子，此战必须打。若是此时撤军，丢了阴山战场，这个锅又该由谁承担？面对李承前的质问，李绩不由得沉默了。大唐的将士们为了大唐，为了大唐军队的荣耀，杀！混账！他既然知道太子急攻，为何不提前告知朕，却偏偏是过了阴山，方才让人秘密送来这封书信呢？他身为主帅，却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来统帅大军，反而处处被太子所掣肘，要处处听太子的。如今局势不对，他便匆忙送来书信，想要推脱责任。朕要他这个主帅做什么？陛下息怒，此时不是动怒的时候。现在我们需要做的事是想想如何应对接下来可能出现的一系列危机。漠北局势一旦糜烂，太子和英国公所率的这6万骑兵，怕是要陷在草原上，可定北王那边还等着他们驰援跟高句丽人决战呢。都说说看，接下来该怎么办？现在已经有些晚了，定北王那边怕是已经跟高句丽人接触到了。这个时候，哪怕再给他传信让他撤军，也很难再撤出来。就算此时能够撤军，只怕整个辽东都得拱手让给高句丽人了。难道真的没有一点办法了吗？就在此时，大殿外面一阵钟鼓声传来。这钟鼓声只有捷报传来的时候才会响起。快，赵斥候进来！陛下大喜，大喜！辽东大捷，辽东大捷！辽东怎么可能大捷呢？此番虾人带去的不过就是3000唐军，面对10万高句丽精锐，能不败就已经不错了，怎么可能取得胜利呢？陛下是真的，辽东大捷。7月初6，定北王率部与高句丽主力决战于平州城北，最终我唐军大胜，全歼高句丽10万大军，斩杀高句丽主帅。7月初7，定北王亲率特战府1000军士于夜色下奔袭瀛州城，以40-50伤的代价全歼瀛州城高句丽驻军9000余人。哈哈哈！天佑我大唐，天佑我大唐！辽东大捷，如此一来，纵然是草原那边有大变故，我们也有了回旋的余地。是啊，草原那边出变故，总是可以退一步来处理。可辽东不同，辽东若是丢了，再想拿回来，便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不得不说，定北王真是我大唐的福将。定北王真是恐怖如斯啊！3000人歼灭10万人，这简直就是奇迹。目前定北王在哪里？末将离开辽东时候，大帅已经带着麾下2000余骑兵离开瀛州城，赶往草原了。定北王善于骑兵的长途奔袭，算时间的话，这个时候应该快到阴山了。既然他到了阴山，纵然北方有大变故，他也足以稳定住局势。此战后，我老成是佩服的5只头地，只说这大局观，这战场的预判，放眼大唐，怕是也没谁比得过他。话虽如此，可他终究不是神仙，他在前面拼杀，给大唐解决了所有的麻烦，咱们总不能在后面看热闹，什么也不做吧？上阵亲兄弟，该是让罗通动一动了，让他尽快抽调所有可抽调的骑兵，赶往阴山吧。我若是猜测不错，定北王定然会赶往阴山，在那里驻营。魏国公说的没错，辅机用最快的途径传信罗通，让他驰援阴山。是，陛下。李世民怎么也想不到，唐军率10万大军征讨薛延陀，太子李承乾一意孤行，却让大军陷入重围。大硕，最多不过半日，突厥就将领军追至。到了那时，以我军的势态，再难突围，怕是要全军覆没。大帅，不若让末将率领一部留下阻挡联军，你带一部保护太子撤退突围。就算留下一部也难阻挡突厥大军，我军也难突围，是我李绩对不住你们。今日之战将会天崩地裂，传令大军急行军撤回阴山。薛延陀和高句丽合纵进攻大唐，虾仁和李绩分别领军出战。李绩一军因李承乾一意孤行，中敌军诱敌之计，赴死突围之下，只一战10万大军便损兵8万。眼看着阴山近在咫尺，仅有半日的行程，可突厥多日的围追堵截，早已让唐军到了崩溃的边缘，兵疲马乏，无力向前。唐军一个接一个的倒下，便再也站不起来。也罢，停下来吧，出不去了。大硕，若不助阵，这余下2万将士将会全数埋骨于此的。我李绩既为主帅，当时不能独自撤走。赵光，你带太子先行入阴山。李将军，孤要留下来，当与将士们死战。
糊涂！太子，你是我大唐储君，关系整个大唐的国运。若是埋骨于此，我等又有何颜面面对陛下和大唐百姓？赵光，带上太子，快走！韩王，此战若是能够吃掉这最后的2万余唐军骑兵，那么唐国在未来许多年里将不可能再组建起这种规模的骑兵了，而这草原便又重新归于我草原人了。此番多亏了先生的运筹帷幄，若非是先生，怕是很难吃下这10万唐国骑兵。大汗谬赞了，我定要让李二血债血偿。现在最多1-2个时辰，我们便可以攻破唐军的防线，将最后的这些唐军骑兵吃掉。到时候，这草原便属于我们2家了。被东突厥压了这么多年，如今终于不用再躲在漠北那荒凉之地了。按照之前商议的结果，阴山草原可以给你们，但是阴山往西这一片草原归我们西突厥部，想来可汗不会有意见吧？自然。只可惜此番带兵的不是唐国的那位定北王，若是那虾人的话，咱们便能除去一个大患了。是啊，若是此次领兵的不是英国公里计，而是定北王虾人的话，那么便能够除去一个大祸患。可是若是领兵的主将是虾人，唐军是否还会如现在这般轻易的步入我方布置下的陷阱中呢？无妨，从我得到的情报看，那家人已经只率领了3000新兵奔赴辽东了，而他所要面对的是10万高句丽精锐，没有李绩的驰援，他便是有通天的本事，也不可能靠着3000新兵打败10万高句丽精锐。若是高句丽一旦打败了那家人，占据了整个辽东，而我们这边又歼灭了唐军10万精锐骑兵，占据了北方草原，如此以来，我们3方夹击唐国，长安城内的那个皇帝怕是要头疼了。大汗快看，是唐军！李将军快看！正值李绩绝望之际，一白袍领将手持杖长重器，面带利兽之铠，身后是千余黑骑，出阴山踏马而来。没人敢信这个时候怎么会有兵来援，但事实却是如此。目标薛延陀部骑兵。就在这一刻里，虾人将自己所有的光环和战绩激活，伴随着票骑光环以及冲阵等战绩的激活，跟在他身后的骑兵们瞬间打满了鸡血，只片刻，突厥就被斩杀5万。这一刻里，杨贤和薛延陀都慌了神。韩王快撤，敌方胜势有10万大军啊！哪来的10万大军？10万大军！再不撤，就真的来不及了。传令全军撤，快撤！杀过去，将薛延陀的尸体抢回来。薛延陀死了，薛延陀死了。定北王率援军来了，大唐的将士们随我杀回去，为死去的兄弟们报仇。杀！定北王，你不是应该在辽东吗？怎么会突然来草原了？我想燕国公离开长安前，对此番北征漠北，心里头便有所猜测了吧？便是朝中也会有几位有远见的前辈都有所担心吧？这一刻里，李绩的心中百种滋味。直到此时此刻，他方才不得不承认，眼前这个年轻人，你的确不能将他当着年轻人来对待。定北王，你亲率骑兵驰援辽东那边呢？高句丽10万大军虎视眈眈，你如今驰援，岂不是说整个辽东都要糜烂了？英国公，辽东那边大军已定，10万高句丽大军已经全部歼灭，瀛州城也已经收复。辽东战事已经结束了，3000唐军全歼10万高句丽大军，这怎么可能？辽东局势的确已经平定，10万高句丽精锐，包括其主帅，全部伏诛。否则的话，我也不敢在这个时候冒着辽东糜烂的风险驰援燕国公了。此番定北王让本将彻底服了，若不是你来援，我大军定是要埋骨于此了。好了，闲话回去再说。高旅行传令大军打扫战场，另外派出斥候回大唐告诉陛下我军大胜的消息。是，大帅。正当虾人打扫战场的时候，一支唐军正在急速向着北面奔驰。一将无能，祸害前军。李绩和李承乾不仅葬送了大好的局面，连带着还害死了这数万唐军将士。而现在，我二弟还不得不去给他们擦屁股，收拾残局。传我军令，急行军务必2个时辰赶到阴山。大帅，前方好像是阴山来的斥候。大帅，阴山大捷！阴山大捷！定北王在阴山大破薛延陀部，全歼其5万骑兵。牛党，你不说是一直在研究我二弟吗？到现在他在战场上干掉的敌人有多少了？灭百骑的时候，定北王的杀敌数已经超过了25万，现在再加上高句丽的10万，以及薛延陀部的10万，前后加起来已经超过了50万人了。大帅，定北王这一路走来，完全就是采招数10万人的尸骨，踏上那神坛的，怕是有伤天和啊！您最好还是劝劝他为好。劝如何劝？哪怕自家二弟不想上战场，但只怕陛下和朝臣们也会逼着他上战场吧。走，去迎接我家二弟。
虾仁一招万剑归宗就斩杀了10万高句丽大军，更是不远千里驰援李绩，又斩杀敌军5万。二弟，恭喜你，再立不世之功，此战又是斩敌15万。这样的不世之功，以后还是尽量少点为好，不然的话，陛下和朝臣们都会头疼的。对了，太子如今已经撤回大同了吗？没错，想必如今已经到大同了。此番漠北之战可谓是大唐所遇到的最大败绩，而这场战争的失败，险些葬送了大唐10万最精锐的骑兵。不管是身为主帅的李绩，还是身为监军的太子李承乾，都难辞其咎。殿下，北面有捷报传来。可是虾仁打跑了那些草原蛮子，就出了英国宫。数日前，定北王于阴山下跟薛延陀部和西突厥联军发生决战，此战定北王全歼薛延陀部，西突厥联军5万大军，那薛延陀也被定北王斩杀。终究赢了。从心底里来说，他是不愿意再看到虾仁立战功，但是此番之战，虾仁胜了，那么回到长安后，他受到的斥责就少了许多，那些与他交好的朝臣们也会全力维护他。都说说看吧，此番的混小子又立下了这2桩不世之功，该如何封赏呢？这个问题很棘手，哪怕阴山大捷的捷报已经送回长安许多日了，但是到目前为止，他们都没有想到一个合理的封赏办法。定北王封无可封，赏无可赏，如今已经是王了，若强行封赏，怕是要乱了朝堂天下。臣倒是觉得，既然封无可封，不如不封本人，封其父母其儿，如此两全其美也。虾仁能够安心在前线奔波厮杀，也是因为长乐在家中操持，让他不必为家中事务所烦心。于此来说，前方的大捷他也是有功劳的。虾仁既如今已经是定北王，朕今日便给他一个诰令夫人、高公爵的极品适合。陛下既然提到了虾仁的爵位，又说他夫人也是有功之臣，臣觉得当属一品诰命夫人之手。好，等着臭小子回来，就这么办。现在虾仁他们到哪了？已经到了大同，如今正在等着陛下的旨意。据大同那边的人回报，虾仁在入城前曾对将士们有过一番讲话，颇为经典。是吗？说来朕听听。凡敢对我大唐动刀兵者，灭其国，毁其斗；凡敢伤我唐人者，纵是他国君王，亦不容赦。好，不愧是朕的战神，我大唐便该如此。我大唐儿郎也应该将这句话牢牢记在心里头，烙印在骨子里面。传朕旨意，定北王率本部人马即日返回长安。是陛下。7月30日。虾仁率领本部骑兵护送着李绩和李承乾，终于踏入关中，接近了长安。臣不负使命，得胜归来，浩浩皇天，庇佑大唐。哈哈哈！吾确宣圣旨。今日的长安定然很热闹吧？此番定北王携2场大捷的功劳回京，受万千人的瞩目歌颂，定然非常的风光吧？今日入城，队伍里面并不曾见到定北王本人，直到队伍到了大明宫前，定北王方才现身。他倒是个绝顶聪明的人，知道过犹不及的道理。如此风光，如此荣耀，都能够看淡。只说这份眼界，这份心境，便已经不是寻常人所能够比的了。只可惜我被云天罡那老东西困在了这大明宫中，不然的话，定是要找机会见一见这个定北王。此次征战，你再立不世之功，但你如今爵位官职勋级已无可再封，可有功不赏，又会寒了将士们的心。朕以你下旨意，封长乐为一品诰命夫人，你的子嗣世代为王。爱卿以为如何？臣待我妻儿谢过陛下，与我儿之爵位封赏，臣想说2句。爱卿请讲。臣自小生长于乡野之间，于道理之间或有欠缺。凡我子嗣者，未来之路皆有个人定断。子孙若如我，留钱财爵位做什么？贤而多财，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财爵位做什么？愚而多财，亦增其过。爱卿这话说的何其透辟，又何其超脱。那这封赏便暂时搁置，待到来日你自己定夺。谢陛下。虽然此番打了胜仗，但是李承乾被晾在了东宫内，无比煎熬。如今太子之位怕是不保了。贞观16年8月初5，侯君集被押解回京。侯君集终究还是犯下了大错，难道那场政变真的要上演吗？老鬼，你觉得我该如何选择？属下也不知道该如何说，此事还是得主上自己来决断。也罢，这些日子里盯紧了长安各处，特别是张亮和东宫那边。是，主上。第2日清晨，天还未亮，虾仁便早早的起床，赶往了大明宫。听到消息了吧？昨日我想了一整日，也没有想出个头绪来，正在为此烦恼中。高公可否为晚辈除去这烦恼？此事我等也是心中烦恼，不知如何决断，也无法帮你解惑。今日朝会，怕是会因此而争吵，到时候你且记住，少说话，最好不要说话，就当个看热闹的最好。晚辈倒是想独善其身，只希望陛下和那些人忘了我的存在。入了宣政殿，虾仁倒是有些头疼起来，自己这究竟是该站在哪边呢？定北王，要不你干脆就站在中间得了。定北王既是民部尚书，自然便算是文官，他该是要的在文官行列中的。
老杜，你这话我可不爱听了。定北王怎么就成了你们文官的人了？他可是靠着武功起家的，就算是说到天上去，那他也是我们武将行列的人。这一时之间，大殿内的文武双方又因为虾仁该是文臣还是武将，再次吵了起来。虾仁站在那里看着两方隔着中间道，指着对方鼻子喷口水的老臣们，好一阵无语。混小子，你小子在那里发什么愣？陛下，您说我究竟该是待在文臣队列里面，还是武将队列里面呢？臣在为此头疼，列位臣工也都在为此争论。这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那你是想站在文官行列，还是在武将行列呢？臣现在只盼着天下彻底太平，四方底定，到时候我便也就可以带着妻儿去外面走走，看看外界世界。臣听说在那海外有许多大岛，还有其他的大陆，那里也有着繁华的城市。臣便想着有朝一日能去领略一番异域风情。辽东战事虽然已经结束，但此番你却是从辽东驰援的漠北，到目前为止，你兵权尚在身。既然兵权在身，那你就该站在武将行列里面。今日朝会只说一件事情，关于侯君集的事情，都说说看吧。正所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侯君集在高昌强占高昌王的奇珍异宝，甚至还将高昌王圈养的几个美婢占为己有。且不说他纵兵屠城之事，只说这2条，便该将他革职正法。侯君集恃功而骄，若是不正国法，势必会在军中产生恶劣的影响。往后我大唐军队四方征战，为将帅者若都效仿侯君集，那我大唐军威何在？我大唐雄师又跟前朝之军有何区别？没错，定北王为国征战，灭东突厥，2次大破阴山王庭，后又灭百济，可曾见他拿过任何东西？为帅者若不能以身作则，又如何统领千军？又如何能够打胜仗？定北王说说看，你如何看待侯君集的事情？臣还未加冠，在陛下和诸位前辈面前，不过还是个刚刚学步的孩子。陆国公乃是国之忠臣，臣岂敢轻言？若万一说错了话，误了国事，臣背上个祸主的罪名，臣倒是不怕，但误了国事，那臣便担不起了。你还是学步的孩子，这世界上有比你还聪明的孩子吗？但说无妨，你觉得该如何处置侯君集？雷霆雨露皆为君恩，如何处置陆国公，皆看陛下的意思。做臣子的断然不敢轻言。也罢，今天就到这里吧。退朝，定北王留下，朕有事情问你。李世民怎么也想不到，百官都要弹劾侯君集，只有虾仁要保他。朕想知道你为何要保侯君集。纵然今日臣不说，来日还是会有人站出来劝解陛下，最后的结果还是陆国公被赦免。既然如此，还不如省去许多麻烦，由臣开口，提前将这件事情完结了。也就你有心了，如此也好，的确省去了许多争吵。朕打算入秋的时候征讨高句丽，你如何看？臣觉得从去年到现在，我大唐战事不断，尤其是此番漠北之战，损失不小。年前并不合适对高句丽用兵，当前还是要稳定国内，休养生息，等到年后再对高句丽用兵不迟。爱卿言之有理。如今登州那边如何了？第一批海船已经修建大半，最多5日便可以下水。到时候这些海船可以出行四海，将各国的奇珍异宝带回我大唐来。朕倒是好奇，你所建造的海船跟我大唐的有什么不同的？登州所建造的海船都是数千担的大海船，有3个桅杆，不靠人力，而是依靠海风的力量行驶，要比我大唐的那些大船更安全，速度也更快。哦，是吗？若是有时间，朕倒是想去登州看一看，顺道再去泰山走一遭。夏爱卿，朕还有一事想问问你的意见。陛下请讲。你觉得此番前儿犯下如此大过，朕应该怎么处置他？陛下，太子乃国家之根本，应当谨慎处理。然而法不容情，过错亦须承担。臣建议可令太子闭门思过，同时加派良师辅导，以期其能改过自新，重振国威。也罢，这个过错暂时给他记下，若是再犯，朕也保不住他。陛下，臣这几日去登州那边再看看，顺便陪陪长乐，就不来上朝了。朕也有此意，你常年在外征战，是该多陪陪长乐，以后你就不用来上朝了。若有重要的事情，朕再来找你。臣谢陛下。禁足3日后，唐王李二终究还是对太子李承乾寄予厚望，便下令解除了对他的限制。乾儿，你身为储君，行事切记不可莽撞，这一点你要跟清阙多学学。儿臣谨记父皇教导。朕累了，你们先下去吧。儿臣告退。大哥，我们兄弟许久没有在一起坐坐了，不如好好聊聊。不必了，我那宫中还有诸多事宜。殿下，这些日子来，私下有不少传闻。哦，有何传闻？不少大人私下有议，说殿下莽撞，不足以担当大任，魏王德才兼备。哼，我才是太子，是未来的储君，何人胆敢如此议论？殿下，陛下虽然解除了您的禁足，但诸多事务还是魏王在处理，并没有交还到您的手上，我们不得不防啊。那你觉得该如何做？殿下，事已至此，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不如
殿下，此事万万不可犹豫啊！当年宣武门事件，殿下也是清楚的。若非陛下当机立断，何来现在的大唐？他日殿下上位后，只要励精图治，大唐愈发的强盛，又有人会说什么呢？刺杀皇子乃是大罪，若是被父皇发现，便没有回旋的余地了。殿下放心，此事定然不能在长安行事，还需好好谋划一番。一旦事成，殿下太子之位便再也没有后顾之忧。那好，此事定要计划周密，万万不可出现差错。属下明白。夫君，这茫茫大海，也不知去往何处。傻丫头，在那大海的另一边，还有如同我们大唐一样的国家，在那里有着不一样的风土人情。身居长安，我知道西方的大食商人、北方的胡人，以及大唐周边的诸多民族，却不知道这个世界比我想象中的要精彩。放心吧，只要你愿意，夫君会带你踏遍天涯海角。王爷，有2艘大型海船向着我方靠来，看样子并非是朝廷的船只。登州港距离蓬莱岛虽说有近2日的距离，但还属于近海范围。往常便是有船只出现，也都是大唐的水师。现如今会是什么人呢？王爷，要不要改变方向甩开他们？不必，迎上去看看。时间不长，3艘船只渐渐交汇。我家主上有请定北王一叙，不知你家主上是何人？定北王见了我家主上，自然便知道了。我家王爷岂是说见就见的？想要见，便拿出点诚意来，自可上来一叙。此番冒昧打扰定北王，还望见谅。不知足下如何称呼？区名讳，不足挂齿。此番前来寻定北王，实有一事相求，还望定北王不吝赐教。呵呵，千年的墨家，如今连名字也不敢透露了吗？老夫是一个世外之人，名字只是一个符号，说与不说又有什么区别呢？既然定北王已经猜到了老夫的身份，老夫也就不绕弯子了。你可认得这个？这是商朝时期出现的甲骨文，这3个字是白玉京。看来外界所传不虚，定北王果然是知道白玉京的。定北王只要将白玉京在何方告诉老夫，从此之后你我双方恩怨两清。你们这群疯子！我墨家的势力不是你可以想象的，我们无意与你为敌，只是想知道白玉京的位置，还望定北王不吝赐教。先生清楚，你我双方恩怨已久，贵门至宝天机蝶还在我的手中，难道先生不想取走？定北王果然才学渊源，短短时间便知道了天机蝶这件宝物，看来我们此番没有白来。天机蝶是我墨家传承至宝不假，不过1000年来并没有人能够破解其中的秘密，只要你告诉老夫白玉京在何方，天机蝶便是送给你，又有何妨？先生大意，不过白玉京并非是片善地，很有可能你走不到那里便会埋骨半路。我一直没有将这个秘密说出来，就是不希望有人为此白白送命，还请先生三思。仙道门槛若是那么好进，我墨家又何许1000年的追逐？别人知道白玉京的消息或许有害而无利，但老夫不一样。老夫今年80有余，多年来一直困在仙门前不得入门。老夫实在想去看看仙人之地，还望定北王成全。先生一定要问，那我便相告。不过我希望先生记住自己的承诺，自此之后恩怨两清，还有路途艰险，还望先生做好准备。定北王大恩，老夫没齿难忘。我给先生赋诗一首吧。定北王才华横溢，名动长安，请。我思仙人，乃在碧海之东隅，海涵多天风，白波连山到澎湖，长鲸喷涌不可涉，抚心茫茫泪如珠。西来青鸟东飞去，愿寄一书谢麻姑。一首诗落下，老者沉入沉思中，时而眉头紧皱，时而舒展开来，似乎心有所得。老夫多谢定北王赐教。先生，那地半载白昼，半载黑夜，常人难存，先生切记。既是仙人之地，自然常人难存。他日归来，老夫定重谢定北王今日之恩，告辞。白玉京固然是我们心中的至高追求，但是天机蝶也要夺回来。有敌人潜入府中，拦住他们！我去寻天机蝶。擅闯定北王府，杀无赦。王爷，你回来了。这些日子可有什么事发生？昨日府中来了一伙黑衣人，好像要寻找什么至宝，现在已经被燕云18旗拿下了。好一个墨家，一边前来示好求白玉京的消息，另一边派人来府中寻天机蝶。最近山东世家何时来的长安？已经有6、7天时间了。听闻世家子弟在国子监与京中学子进行了一场学术交流，在那之后，陛下颇为恼怒。听说那混小子回来了。回陛下，定北王下午回城，直接回了府中，想来舟车劳顿，有些疲累了。
他倒是懂得享受，明日早朝过后叫那小子过来见朕。是陛下。第二日，虾仁刚刚在府中吃过早饭，吴却便过来了。看来定北王已经知道陛下要召见你了。陛下的脾气我还是知道的，却不知此次是有何事。陛下这几日正在为山东世家的事生气呢，陛下应该是要找你商量此事。既然如此，那便入宫吧。朕得定北王可是悠闲的紧啊，朕还以为你待在山东不回来了。回陛下，海上贸易正在扩展，这事关朝廷国库收入，臣自是要多盯着点。哼，就你鬼点子多，看来当初向朕索要海陆经营权的时候，你便算到了今日吧。朕自上位之后，大力革新科举制度，想要从民间选拔人才，但是世家数百年的传承怎会妥协？所以朕想削弱世家手中的权力，朕想看看你的想法。陛下所言亦是臣心中所想，世家之患看似无碍，可实则不然，对于大唐的发展更是成为一种掣肘。陛下圣心慧眼，实乃大唐百姓之福。真是难得，你小子口中还能说出这样的话。不过你说百姓之福，朕有些不得其解。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陛下自古以来能够影响皇权者，从来不是世家权贵，更非是一方诸侯，而是天下芸芸众生，无数底层的百姓。陛下大力革新，推行科举制度，虽说是为了削弱世家的影响力，给天下寒门一个晋升的途径，可实则效果如何，想必陛下已经了然。世家之患在于他们为了维持自己的光耀门楣，依靠自身底蕴，挡住了陛下给无数寒门学子打开的一扇门。若是长此以往，陛下的一片苦心白费不说，天下无数有志之士更是会心灰意冷。试问，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唐又如何能够发展得更加强大？夏爱卿说的正合朕意，那你认为应当如何呢？陛下，教育乃国之根本，也是国家得以向前发展的前提，这也是世家何以能够经久不衰的原因所在。天下百姓并非生来就比世家弟子要低上一等，也并非寒门弟子生来愚笨，他们只是缺少一个机会。若天下人人有书可读，有学可上，人人如龙，又岂是几个世家能够阻挡的？大唐又何愁不兴？今日这番话，你早应该想过了吧？臣身为唐人，身为大唐臣子，自当心系万民，为君分忧。如今大唐四方安稳，国泰民安，臣心中亦有大宏愿，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说得太好了，朕虽是一国之主，但你也知道，朝堂上朕并不能一意孤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文武大臣那里总得有个交代。臣倒是有个办法。你小子打算如何做？臣打算先在长安建一座学院，广传学问，以此循序渐进，终有一日，我大唐孩童生来有书可读，有学可上。你大可放手而为，必要时朕会出手相助。臣定然不负陛下厚望。你怎么这般冒失呢？你这是在玩火。叔父，你先莫要生气，有什么事情咱们坐下来慢慢说。我知道你不是那种莽撞之人，这件事你究竟是怎么想的？识君之路，为君分忧，陛下削弱世家之心早已有之，我不过是顺手而为罢了。这2年你南征北战，功勋卓著，可你对那些世家了解多少？就敢这样贸然行事？你可知前隋灭亡的真正原因？世家萌生于东汉中期，魏晋南北朝时期，世人讲求门第出生，将世家的地位推向一个高峰，而后朝代的更迭，总有世家影子夹杂其中。时至今日，世家的底蕴和根基已然十分稳固。隋炀帝为了摆脱世家对于朝廷的掣肘，从长安迁都洛阳，这个做法首先便引得世家不满，而后开科举制度，想要打破世家对于人才的垄断，触碰了世家本身的利益，最后开凿大运河、甲川南北，打破了粮食等战略物资受制于世家的情况，是以在想要通过征战高句丽削弱世家实力的时候，引得世家在后方捣乱，前隋彻底走上溃败之路。你既然知道，为何还要冒这般风险做这些事？那你要小心些，他们传承千百年，什么样的大风大浪没经历过，绝不会就这样束手待毙。自古以来，但凡历史上的大动乱，都是由无数的底层民众引起的。前隋之所以灭亡，世家的原因固然重要，但他横征暴敛、穷兵黩武，引得百姓民不聊生，更是一方面原因。如今的大唐，百姓富庶，吃穿不愁，书院建立的消息刚刚传出，便引得无数人争先恐后前来相助，此乃民心所向。试问又有谁能够抵挡万民一心？只要大唐稳固，百姓富足，便是世家心有不满，也挑不起多大的事端。叔父还请放心。不过，我管你这书院建起来没问题，但想要达到你说的那样，又岂是件容易的事？世家定然会阻拦，你到时候拿什么教导学生？此事我已有安排，你就放心吧。殿下，魏王离开了长安，前往了桃山方向。他还真是迫不及待，朝堂上风向刚刚转变，就忍不住去寻虾仁了。殿下，以虾仁在军中和朝中的声望，若是他支持魏王这边，那恐怕
行了，我知道你的意思。姑既然下了决心，便不会更改，切记不可留下任何蛛丝马迹。请殿下放心，属下早已安排妥当，确保万无一失。李泰，你莫怪大哥，这皇位本该就是我的，怪就怪你咎由自取了。殿下，定北王非寻常人，寻常拉拢手段，怕是会适得其反。以属下看来，殿下宜用心相交，只要保持正常交往，到时候哪怕定北王没有明确表态，文武百官怕也会有所猜测，如此足矣。先生此计甚妙。定北王，许久不见。朝外无需这般客气。定北王为天下百姓谋福祉，我身为皇室子弟，自当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不知可有什么地方能够帮到定北王？殿下客气了，现如今你可是我大唐的财神爷，要说钱财，你肯定是不缺的。不过这偌大的书院，到时候没有几个像样的老师怎么行？当初我的授业恩师便是民间有名的大儒，只是后来辞官归隐了。当初恩师最大的心愿便是广开民智，若是知道了书院，定然乐意前来。殿下不做恩师名讳，恩师明理宗门下弟子不在少数，定北王一查便知。那就多谢魏王殿下了。殿下如此盛情，不惜将李老先生请出山去书院助阵，定北王便是在想保持中立，怕也无法忽视殿下这份重情。定北王此举虽然父皇和众朝臣那里通过了，但世家那边定然还是会将其视为眼中钉。世家诚心阻拦，单是老师这一点，便是他有再多的钱财，也请不到足够的人手。恩师在大唐还是有些声望的，门下也有不少弟子，他想要拒绝，怕也舍不得。有刺客。前方何事？为何突然停下？殿下，有情况，树林里似乎有人影闪动。有刺客保护殿下，尔等何人？可知诛杀皇子乃是诛九族之罪。究竟是何人敢如此大胆，竟敢行刺皇子？我们只为完成任务，殿下还是束手就擒吧。先生不会武艺，如今我们只能葬身于此了。殿下怎么样？我没事，只是可惜了那些护卫。此番能够脱困，还要多谢定北王。殿下赶快回长安吧，我让燕云18旗保护你。多谢定北王，这份恩情来日再报。你不是说一切安排妥当吗？怎么会出现这等纰漏？殿下息怒，原本一切都是安排好的，只是不知道哪里出现了一些高手，将魏王给救下来了。姑不听你这些说辞，现在魏王已经脱困，父皇那里怕也瞒不过了，你说该怎么做？殿下，那些杀手并非东宫之人，陛下若是询问起来，殿下一口否认就行了。便是魏王有所怀疑，也没有证据，也罢，只能如此了。那属下先告辞了。贺兰楚时离开东宫，便来到陆国公府。太子那边如何？一切如岳父所料，太子慌了神，已经被安抚下来了。那个废物，若非他还有些用处，老夫何至于此？岳父，那些突然出现将魏王救下来的人可有眉目？若真是魏王府的人，想要再动手，怕是难了。若是我所料不差的话，那些人应该来自于定北王府。虾人要动世家的利益，又怎么会不做好防范？岳父，定北王那边有没有可能已经投靠魏王？现如今太子依旧占得大势，定北王是个聪明人，不会在这等关口轻易做出选择。此次的事情怕是个意外。岳父，如今又该如何做呢？只能希望太子能够撑住了，否则的话，我们只能另谋他法了。我为他李家江山戎马半生，他李二却因为一些财帛就将我打入牢狱。他如此待我，那就休怪我无情。经过此次，魏王必定有了防备，想要再行刺杀之事，怕是有些难了。你在东宫那边好生照看，切莫让太子再闯出什么事来。好的，岳父。昨日的事情是你做的，儿臣护有婚妹，却不至于如此狂悖。清绝，你认为呢？父皇刺杀蒙面，身手不凡，儿臣难以辨认。不过儿臣实在想不出何人与儿臣有怨，对儿臣的行踪了如指掌，还敢行刺杀之事。我与四弟虽有间隙，但一乃同胞，绝不可能行这等丧尽天良之事。哼，你们觉得杀人能解决问题吗？当然不能，世事纷扰，千头万绪，岂是杀人能够解决的？儿臣也这么觉得。朕觉得杀人可以解决问题，谁阻碍了你们的路，便杀了谁。若他日朕阻碍了你们，也可以杀了朕。儿臣不敢。既然不敢，就收起你们的小心思，心无宽忍，他日如何能够君临天下？父皇教训的事，儿臣谨记。你们可以下去了，切莫让朕再对你们失望。儿臣告退。召定北王进宫。是陛下。臣虾人见过陛下。今日将清绝救下来的那些武将，是你府中的人吧？回陛下，的确是臣府中之人。书院之事至关重要，臣怕有人故意捣乱，所以沿途都安插了暗哨，却没想到竟然有人敢刺杀魏王殿下。不管怎么说，你救下了清绝一条命，这是朕欠你的。
陛下言重了，臣身为大唐臣子，见到魏王殿下遇刺，理所应当要出手相助的。你觉得清雪遇刺会不会与太子有关？陛下，太子和魏王一母同胞，当初臣刚开都城的时候，两位殿下还一同上门做客，但这些日子又有一些流言蜚语传出，臣这些日子都在忙书院的事，也不太清楚事实如何，所以不敢妄下断论。哼，你小子说了半天跟没说一样。眼下已是秋日，书院建设迫在眉睫，臣一门心思扑在书院里，故而对其他关注少了些，还望陛下恕罪。罢了，你要小心世家那边，他们越是没有动静，怕是在酝酿什么更大的阴谋。陛下放心，臣早有准备。切记不可大意，今年里他们暗中与那些势力接触，他们自以为隐秘，却不知朕早就知道了。你与墨家之人接触过了吧？当初行军北上的时候，与他们发生了一些冲突，后来他们闯过2次臣的府邸。世家和这些隐士宗门都传承许久，都有着各自的目的。曾经有多少王朝的背后都有他们的影子存在，而今这些人怕是又不安分了。墨家寻找白玉京由来已久，他们定然是会找上你的。陛下，那只是民间谣言，以臣看来，若是白玉京真的存在，墨家河至于千年的追寻，依旧未登仙门。你是说白玉京本就不存在，只是世人自扰之？陛下，白玉京只是远古一个传说，自古至今只有仙人传说，又有谁见过真正的仙人？又有谁能够真正坐立于世俗之外，不食五谷，风餐饮露？那民间传闻是怎么回事？天下百姓总有一份敬畏之心，他们需要一个精神寄托之地，如此才能够永远心存希望。陛下，自夏商至今日，多少新奇的东西出现在历史的进程中，这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前些日子墨家之人北上，据说是寻到了白玉京的线索，你可知此事？前些日子前往山东的时候，他们来找过臣，那是臣指引他们前往的。那里究竟有什么？那里是一片极寒的世界，荒无人迹，他们都会死在那里。瑞雪兆丰年，自古以来便有这样的说法，冬季的一场大雪预知着来年的丰收。主上，大雪连绵，只是长安周边就有上百间房屋坍塌，伤亡数十人，更别说其他地方了。陛下，目前山西、河北地区受灾最为严重，榆林、大同等地灾情最为厉害，房屋坍塌，百姓流离。大同尚且如此，草原上怕是更加厉害，此事还需防范才是。陛下，北京方面有大同守军盯着，若有异动，定会快马加鞭上报朝廷，救灾刻不容缓。众卿以为此次救灾牌何人去比较合适呢？陛下，太子和魏王求见。他们俩来干什么？让他们进来。儿臣参见父皇。你们两个有什么事说吧。父皇，儿臣听闻北方灾情严重，特来向父皇请求，恳请允许儿臣前往灾地救助灾民。父皇，儿臣自幼受父皇教导，也想为父皇分忧。主事之人虽不必事必躬亲，但也要前往灾区，亲自勘察灾情。灾区地处北方，今年天气极寒，皇兄的贵体哪里能够承受得住如此煎熬？倒是儿臣身体还颇为有些底子，所以还望父皇恩准。这次赈灾之事，还是由儿臣为父皇分忧吧。众卿家怎么看？陛下，赈灾之事刻不容缓，还需一位有经验之人前往主事。两位殿下为民之心，这是陛下之福，是百姓之福。但两位陛下毕竟没有赈灾经验，若要前往赈灾，还需一位有经验的臣子从旁辅助为好。主事之人，尔等先下去吧，朕再考虑一下。夫君，这连绵的大雪，都城之内都有许多房舍被压塌了，定然还有不少地方遭灾吧？北方更是厉害，有几个州府都遭了灾。看来夫君又要忙碌了。主上，北方传来消息，草原上大雪不断，牲口都被冻死了不少。西突厥开始秘密调集军队，似乎有所动作。军队规模呢？兵力大概有5、6万人。如此说来，西突厥的目标很有可能是阴山。王爷，宫里有旨意，召你即刻进宫。好，那马上进宫吧。陛下，如今我大唐国力强盛，不管是朝廷还是各州府，都有足够的存粮。赈灾并非是什么难事，只不过若想要堵住那些世家之人的口舌，最好是能够让一位殿下亲自前往。如此一来，也可以彰显出陛下德心仁厚。让太子前去，你从旁辅助如何？陛下，太子殿下能亲自前往灾区，自然是百姓之福。只是如今暗处有敌人，魏王殿下又遇袭在前，太子殿下身为储君，这个时候外出的话，恐非上策。有你小子在身边，难不成还有人能够威胁到太子？陛下，此次大雪波及甚广，不只是河东到河北道受灾，据说北境地区更是严重。大雪彻底覆盖了草原，这般情况下，北方恐有异动。你是说西突厥？
臣也只是猜测和担忧。近年来，我大唐国力强盛，四夷扶守，若是寻常情况下，自是不敢冒犯。可现在大雪连天，突厥人必定难以度日，做出这等冒险之举，并非不可能。这件事情朕会让人专门去查看一番，若是西突厥真有异动，也该将其除名了。只是又要麻烦你了。陛下客气，这是臣的本分。那你觉得谁带朕北上赈灾最为合适？陛下，流言固然不止，但只要有一个把持得住的皇子出来主持，总能够解决这件事。对，此事需有皇族亲自出面，但朕又岂是只有他们两个？智奴不久在都城吗？陛下是说晋王殿下？对，就是他了。智奴在晋阳做得很不错，晋南大扫的时候处理也颇有章法。此次雪灾，晋北地区就是灾区，派他去再合适不过了。陛下圣明。姐夫，坐吧，刚从陛下那边过来吧。父皇让我处理这次北边赈灾事宜，只是我听说大哥和二哥都想要处理这件事，便没有参与进去。你在晋阳一直都做得不错，这次赈灾对你来说也不算难事，你且放手去做就是了。姐夫，你无需多想，只管做好你该做的就行。你是说父皇让智奴处理此次赈灾之事？殿下，宫中那边传来消息，早上陛下突然将晋王召进宫中，确定下来让晋王处理这件事。智奴一直都在晋阳，几乎没有处理过朝廷之事，父皇为何会让他去呢？上次的事情，陛下虽然没有说什么，但还是会有所顾忌吧。不管怎么说，至少魏王也没有得逞。殿下乃是储君，占据大义名分，这一点是魏王如何都不能及的。两人的言语之间，并没有将李治作为主事之人太当回事。另一边，当消息传到东宫的时候，魏王李泰那边也得到了消息。殿下御赐，陛下让百奇司查了许久，虽没有对东宫那边有任何处置，但从这次的事情来看，陛下还是有警告之意。我知道父皇对大哥终究是有几分偏爱的，不过棋局已经展开，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父皇既然让智奴前去，那便静观其变吧。北京那边已经传来消息，西突厥集结了5、6万兵力，看来这场雪灾对西突厥影响也颇大。陛下，西突厥小儿敢犯我大唐，将其给灭了就是，还有个什么商议的？西突厥此次出兵的目的很是明确，就是掠夺过冬的粮食。对方只集结了5、6万兵力，显然是不打算与我大唐正面交战的。如此一来，他们的目标就非常值得深思了。魏国公此言极是，若非大雪为祸草原，西突厥是断然不敢犯我大唐的。不过他们的目标是很明确的。这些雪灾对草原影响很大，牛羊死伤惨重，草原人又不擅长耕种，定然是难以度过这个冬季的。西突厥出兵5、6万人，想要南下劫掠是不可能的。那么他们的目标就非常明确了。整个草原上，若是说哪里粮食最富裕，莫过于阴山了。你能确定他们的目标是阴山？陛下，这只是臣的猜测，但是根据他们集结兵力的地方，这种可能性非常大。陛下，如今我大唐的强大让四方忌惮，但这盛世也让人垂涎。周边四夷不敢乱动，却也无时不在虎视眈眈。西突厥这次敢伸出爪牙，务必要给其痛击，让周边国家看看侵犯我大唐的下场。好，朕就命定北王领兵5万，剿灭西突厥。是，陛下。虾仁竟是大唐盛世背后的神秘推手，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即将席卷这片繁华的土地。定北王，定北王，定北王，定北王！各位，西突厥趁着此次雪灾入侵我大唐，陛下命我等剿灭敌军，尔等这几日做好战前准备，待一应军备到位，开拔北上。将军，此次北上多少人去？上次东征高句丽便没有让俺们去，此次北上，俺虎啸府请战。你这蛮牛，快站回去！谁出战大将军自由定夺，岂是你能干预的？俺虎啸府愿打前锋，还望大将军应允。上次东征没能去，就被下面弟兄们埋怨了个半死。这次若再去不成，俺都没脸回去了。此次大雪，北方雪灾成祸，北境草原上更是酷寒。这次北上定然会艰难无比，不要说战争，便是这天气环境，就是一次严酷的考验。大将军，俺们每日训练，等的就是这一刻。奔狼府请战。大将军，我伽罗夫请战，誓死无悔。如此，那便冲上一阵。3日后，5万大军一起北上。这一次，定要叫这西突厥亡国灭种。陷阵之志，有死无生。
大汉，这等天气下，别说唐人能否发现我们的行踪，即便是发现了，援军怕是也赶不过来。我们又何必与高句丽合作，还要将即将到手的粮食分给他们呢？尔等只看到了眼前，却没有看到以后。自从覆灭东突厥，唐国威望更甚。近年来，国力发展极为迅速。这等情况下，我方贸然进攻，一定会触怒唐国。他们的援军是不可能及时赶来，但绝不会一直放任不管。这笔债总是要讨的。若是没有高句丽这个盟友，我西突厥一方担不起来。天降可汗的话，旁边的将领沉默了。突厥一分为二，分成东突厥和西突厥两部。东突厥的强大，西突厥是非常清楚的。大汉高瞻远瞩，莫将惭愧。其实我与高句丽摄政王渊盖苏文暗中联合，更是为了我西突厥的未来。我西突厥的未来。唐王野心极大，他绝不会只是吃下东突厥就心满意足。近年来，唐国发展的越发强盛，若是我们不作为不反抗，等待着我们的，怕也只有灭亡一条路。大汉这次与高句丽合作，除了掠夺阴山兀之外，莫非还打算？此次我两方合谋，抢占先机，一举将阴山拿下，届时守株待兔，等大唐援军带到来，只要能够将虾人彻底留在草原，我西突厥方才有未来可言。我方在唐国的探子还没有消息传来，唐国似乎还不知道我们的行动，那虾人会来吗？唐国总会知道的，而且数次大战都是那虾人领军前来，想来这一次也不会例外。这位西突厥汗王的分析头头是道，分毫不差，可以说是算尽了一切。然而他唯一没有算到的，便是大唐的援军早就挺进了草原，已经临近阴山脚下。大汗，不好了，敌袭！你说什么？再说一遍。大汗，敌袭！西突厥终究是忍不住了吗？通知下去，整军备战，另派一支斥候部队通知安北都护府。哥舒翰走出大帐，目光向着远方望去。大汗，要不弓箭手骑射，打他们个措手不及。是你妈个头！这是唐国贵使，你们眼睛都瞎了吗？夏将军实在对不住，底下人没眼力见，还以为是敌人来袭。不必多礼，你等一切照旧。本王要给西突厥和高句丽一个惊喜。西突厥和高句丽联合而来，兵力远胜于我方，难道夏将军就不担心？大汗放心，他们蹦跶不起来，一切按计划行事便可。诸位爱卿怎么看呢？陛下，阴山哥舒翰部只有不足3万将士，不论是西突厥还是高句丽，都有能力单独吃下。这个时候两方合作，怕是有其他阴谋。会不会是西突厥天降可汗，怕我大唐的报复，拉高句丽入伙，以便东西两县牵制我大唐？赵国公说的是一方面，但渊盖苏文他不是傻子。西突厥缺粮食过冬，高句丽可不缺。若是只分出一部分好处，渊盖苏文怕是不会那么容易上当，除非渊盖苏文看到了难以拒绝的诱惑。诱惑又有什么诱惑，能让渊盖苏文那个老狐狸不顾自身安危，贸然出兵呢？陛下，有一种情况，无需西突厥汗王多说，渊盖苏文就不会放过这次机会。什么情况？定北王。的确，瀛州一战，虾人率军歼灭高句丽10万大军，渊盖苏文定然对虾人恨之入骨。西突厥侵犯阴山，我大唐定然不会置之不理，派援军驰援。西突厥在明，高句丽在暗，双方合力，未尝不会让我大唐吃个大亏。这可该怎么办呢？陛下，这次是我们轻敌了。我大唐这盛世让他们垂涎，但这强大也让他们忌惮。定北王是我大唐的一把利剑，他们想要自保，定然想方设法，想要斩断我大唐这把利剑。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眼下最重要的是要想办法挽救北境的危机。诸位，你们可有良策？陛下无需太过慌张，我大唐的5万大军，再加上哥舒翰部的2万余人，兵力足有7万多。根据情报显示，西突厥调动的兵马大概有5、6万人。虽然不清楚高句丽到底出动了多少人，但是瀛州一战10万人的损失已经让高句丽伤筋动骨。依臣看来，高句丽此行的兵力应该不会超过5万。定北王的战场经验大家都是清楚的，就算是我们这些老家伙，他也难以从他的手中取到好处。以他的才能，足够应对局势的骤变。话是这样说，但西突厥与高句丽暗中合谋这件事，若没有几分把握，又怎么可能呢？胡国公放心，我说的是以定北王的能力足以自保，并非什么都不做。既然西突厥和高句丽敢冒这等风险，若是不让他们付出些代价，又怎么说得过去呢？陛下，臣提议让大同的守军前往阴山驰援。虽然西突厥和高句丽兵力多一些，但以定北王的能力，足以守到援军到来。届时里应外合，一举将其歼灭。只要歼灭了两方的这股兵力，不管是西突厥还是高句丽，将在没有一战之力灭掉他们指日可待。好，那就依为国公之意，传令大同，让罗通驰援定北王。停！有敌人全体隐蔽。
虾仁，你最好亲自前来，我定要拿你的人头祭奠父亲和兄长。